敌军已到城下，援兵最快也要3日。传令下去，快去问问攻防何时能成。二郎，前线传讯，敌军10万，城中守军撑不到天亮。不用等天亮，今晚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降维打击。40岁，失业，没钱，老婆骂，工作找不到。算命的说我上山能转运。我怎么就信了呢？算命的，你管这叫转运？小娘子，快上来吧！主人若发现我们偷跑出来，奴婢又要挨罚了。难得出来一趟，再玩一会儿。小娘子，躲开！小娘子，再推一把！拉上来了。喂，真美。登徒子！转过去，不准看，不要上来。OK。好了，你上来吧。喂喂，不许这样盯着我们家小娘子看，再看把你眼睛挖出来。谢谢2位姑娘搭救。所谓相逢即是缘分，又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不开玩笑了，说报答什么的很没有诚意。总之非常感谢。想我一个40来岁的穷屌丝，刚死里逃生，居然还舔着脸逗小女生，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居然说了那些话，这真不是自己的风格啊！还有那算命的说我到这儿有际遇，也没说是艳遇啊！我现在吃饭都成问题，哪来的精力和钱搞艳遇？这不扯淡吗？还是打道回府算了。这怎么跟来前不一样了啊？山上怎么也没人？虽说是旅游淡季，可是多少还是会有不少爬山的人。我是从缆车上落到未开发区域了吗？等会儿走出去一定要投诉这个景区，不赔老子10万8万，这事不算完。怎么好好的就从缆车上掉下来了？还好掉水里没受伤，想想都后怕。手机呢？王德发，手机也丢了，可怜我那用了5年的千元机，这下终于可以换新的了。等会儿到游客中心我就说是水果17 Plus。换新机就上。去你妈！哪来的死老鼠子？哎，不对啊，这衣服也不是我的，一定是刚刚那2个玩 cosplay 的，趁我昏迷时给我换的。算了，反正也一把年纪了，吃亏的也不是我。哟，这深山老林里还真有座道观。今天这么倒霉，肯定是没有虔诚拜神。既然已经到了道观，那就进去拜一拜再走，也不差这几分钟。无量天尊，小居士可否随贫道到后院一叙？小居士请留步。有事请直接说吧，我还有事要忙。可能小居士还没清楚目前的境况，若是不随贫道来，恐有生命之危。你这牛鼻子什么意思？叫谁小居士？跟谁俩呢？居士不要动怒，贫道叫住你并无恶意，你随我来，我给你解惑。没现金，没有卡，手机也没。我手机呢？看，连手机也没了，彻底的身无分文，没办法支持贵教发展。再见。居士请留步。哼，不留，请留步。不留。得罪了，你之所以看不破，是因为还没有遇到给你3颗印记的人。你他喵的《大话西游》啊！
陈氏山陵将士吴君府。二郎，你醒了！你可吓死我了！傅伯，你让我缓缓。这绝对不是一具40岁的身体，这明明就是淤青。我真的想掏出一把镜子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猴子。看来我是穿越了，是道士打了我之后才出现记忆融合的，他应该知道不少事情。道长，刚才是我太猛了，有没有时间我们聊聊？我本就在此等候居士。福伯，你到前殿等我。我是不是穿越了？不知。给我3颗印记，就打我一下是为什么？不知。不知你还打我！我所说不知，乃指我的行为皆因祖师谶言，而非出自我的本意。我只知你乃是不测之人，继而依据政治形势罢了。开派祖师曾留下谶言，云路未来将有劫难，届时会有不测之人出现，就是劫难的变数。而见到不测之人的掌将，应以3才摄魂指击打不测之人，并使之留下印记。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测之人？什么是不测之人？以居士之命格，当已不在人世，而居士却又好端端地站在我面前，这就是不测。这些都是以我教3才神算观面推演而来。前身出了事，他居然都知道。现在的云路又有一场变故，难道我来这里真不是偶然？这都能算出来？难道我穿越的是修仙世界？你是不是修仙者？修仙谈不上，贫道只是一介修行之人。还真谦虚，修行不就是修仙？要是能修仙也好过上辈子当屌丝。既然我是应劫者，那你看看我能不能跟着你修行？居士还有俗事未了，不能跟着贫道修行。不过开派祖师曾留下一部修行法门，是要赠与居士。居士稍后片刻，我去取来。真有修行法门，这也太哇塞了吧！修仙啊，那我以后是不是也可以御剑飞行，长生不老？这就是我教法门，居士研读感悟，定有所获。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，这能修仙？果然修仙什么的只是幻觉吗？唉，既然穿越了，也不用回去面对暴走的老婆和找工作的头疼事，坦然接受吧。先回去看看这个世界的家。福伯，我们下山。福伯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爷爷是个苍云县男爵吧？是的，二郎。那我爹也是承袭了这个爵位吧？是的，二郎。虽然不是爵爷，但我也算爵二弟吧？是的，二郎。二郎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爵府难道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？果然脑子还是摔坏了吗？怎么一直在说胡话？这确实不是爵府，但我们是住这里。二郎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去喊严老头来给你看看。好的。我真没见过更穷的爵二代了，老鼠来了都得流眼泪。还想着来见识一下古代贵族，这下确实见识了。星爷，如果你今天再不回来，我都要去找你了。这就是我便宜大哥陆景仁，现任苍云县男爵。爵爷不是应该华服玉带吗？但想想米刚，这很合理。在山上听听道法，就耽搁了一下。大哥，回来怎么没有看到嫂子？我买了米回来，你还没吃饭吧？我去给你弄些吃吃。二郎，严老头来了，快让严老头看看。星爷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滑了一跤，不碍事的。
在崖边踩空摔下去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如果二郎有点什么好歹，老仆万死难赎。福伯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再说了，那也不能怪你。福伯，星野说的对，不要放在心上，让严叔给星野看看吧。没事儿。这村子基本就是一群老光棍带2个贵族小光棍，唯一女性大嫂现在也下落不明。福伯去村里打听过了，原来这里太穷，大嫂受不了回娘家了。唉，村里的老兵都觉得挺对不起大哥的。天黑连个灯都没有，本以为能过穷人无法想象的贵族日子，唉，可还没前世有钱，没有电子产品，简直是精神肉体双重摧扯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得想办法活得滋润点才行。看来我还是这个家里醒得最晚的那个。沁人心脾，终于找到穿越后的优点了，空气真新鲜。星野居然冲我们打招呼，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啊！就是，这小子之前从来也没有给我们打过招呼。别打招呼了，忘记将军的吩咐了。对，赶紧进屋。咋回事儿？我就打个招呼而已啊。算了，管他呢，上山转转去。有了，好肥啊！没有群消息，没有工作电话，也没有各种房贷焦虑，彻底融入大自然寻找猎物，简直像回到童年捉蚂蚱一样，太解压了。福伯，你这是要干嘛去？急急忙忙的。二郎，你回来了，回来就好。我这不是正准备出去找你吗？前几日摔倒，这还没好利索，没事在家里养养，不要乱走，更别再往山上去了。再有个好歹的，老头子可不惊吓。忘了家里还有一老，这都穿越了还要被唠叨。看着我们兄弟俩长大的，平日里都自称老仆，这会儿连老头子都出来了，显然是真急了。知道了，福伯，这确实是我欠考虑了。那这几天我就在家待着，哪儿也不去。这就好，那回屋吃饭吧。二郎，你这兜的是什么？用这么体面的衣服包东西，而且咋把袍子都弄脏了？赶紧给我！这可是好东西，等我去煮出来，以后我们一起吃。吃的东西，煮了一起吃。二郎什么时候会煮东西了？果然还是脑子被摔坏了，希望不要影响学业。这显然不像前世刷短视频那么简单。福伯，福伯！二郎，你唤我何事？福伯，这个我不会点火，你帮我把火点着。要不还是老奴来做吧。这不信任的眼神深深刺痛了我。都穿越了还要被鄙视，总有一天我要整个煤气灶电子点火，让你这1000年前的土鳖老头见识见识。放心吧，烧菜什么都是小意思，等会儿做好了，绝对是你从未吃过的美味。二郎这自信的样子，竟有种从未有过的可靠感。难道这就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？这是开窍了吗？哈哈哈，福伯，快来尝尝，那真是外酥里嫩，口齿留香。这怎么这么像虫子？大惊小怪的，这本来就是虫子。这小东西叫竹虫，喜欢啃食新生的竹子，味道相当鲜美。放心吃，我保证好吃。虫子特有的肉香混合着竹香和奶香，瞬间在口中爆开。纯天然的竹虫实在肥美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。这竹虫平日挖竹笋也常有碰到，咋就没人想到拿来吃呢？二郎，你真是太聪明了！这原本还要给大郎留一点，都怪老夫贪嘴，一时竟是给忘记了。二郎，你把制作这竹虫的方法教给我可？我回头抓来煮给你和大郎吃。这个还要教吗？不就是清洗一下，直接下锅油炸就好了。油炸是什么意思？你没有用油炸过东西，就是只用油来煮食物，里面一点水也不加。只用油不用水？完了，这油应该是春节杀猪熬的，平时煮粥只放一点提香，要吃大半年的，被我一顿造光了。那个福伯，对不起福伯，我不该没问过你就。二郎，你这是折煞老奴了，
这我怎么能责怪二郎呢？油嘛，总归是要吃的，早晚而已。福伯，你放心，不就是一点油吗？等我赚钱了，给你再弄头猪来熬油，让你这些罐子都不够装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那福伯就沾二郎的光了。到时候咱们再炸一次竹虫，吃它个过瘾。堂堂苍云县男爵的二弟，连点猪油都吃得困难。搞钱，必须搞钱。目前做吃的投入最小，回本最快。福伯，你觉得竹虫吃起来怎么样？好吃，那味道没得说。除了之前跟将军出征吃的鹿肉，就没有比这还好吃的了。那如果让你花钱买来吃，你愿意出多少钱买一斤？多少钱？莫不是之前吃的竹虫，二郎你还要找老夫我要钱不成？我就是打个比方，如果拿来卖，能不能有人买？又能值多少钱？这个不好说，毕竟吃虫子一般人都不好接受。不过但凡吃过的，老奴觉得一定会买的。二郎，你可是要拿着竹虫去卖，这是行商贾之事，万万做不得，会坏了爵府的名声的。福伯，名声与脸面不是行个商贾之事就会丢的。哼，想那些权贵哪家背后不行商贾之事，也没见哪家丢人。如今我们穷困潦倒，吃饭都成问题了，还在乎些许脸面，是不是太过迂腐了？而且我不想这样3天2头的饿肚子。福伯，你忍心吗？总之这个事情我是非做不可。既然二郎已然决定，又是为爵府分忧，老奴也不好多说什么。只是这抛头露面的行商之事，交由老奴来做可好？也免得日后别人说我爵府二郎操持建业，与谋求仕途不利。多谢福伯体谅，这售卖竹虫一定和福伯商量着来。既然直接售卖竹虫不好卖，不如我想办法包装一下再拿来卖。我需要面粉、鸡蛋和油来做炸竹虫。回头我去抓竹虫，其他材料福伯你帮我买来。油的话最好是植物油。植物油是何物？哦，植物油就是大豆油、菜籽油之类的。都这时候了，你可不能掉链子。既然要做买卖，这个投入是必须的，但是也不用担心，东西卖出去，钱就回来了。郎，东西给你带回来了，你看行不行？福伯那一脸肉疼是无法掩饰，当务之急还是先研制炸竹虫，赚钱了就不疼了。怎么没有看到大哥？大郎平日都在军营，一般半月才会归家一次。如果二郎你有事要找大郎，我可以到军营寻他。没事儿，就是随便问问。二郎，这竹虫比之前直接炸的更加美味。只是我们售卖的话，是不是要另寻个叫法？那就取名为鸡米花吧。可是这个既没有鸡也没有米，为什么叫鸡米花？你猜？我猜，这个形似小鸡，而内部雪白，咬下一口酷似一朵小花，故名鸡米花。聪明。10斤成本265文，按1倍定价，50文1斤。普通人出门哪有徒步20公里的，腿都酸麻了。没人问津，想吆喝2声，可实在张不开嘴。福伯，你看这么长时间，人来人往的，也没人到我们摊位上来，要不你也吆喝2声？二郎，你也知道老奴本是出身行伍，不是老奴矫情。你就算是要老奴的头，也毫不犹豫砍了。可这个实在是喊不出口。福伯，你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的摊位不显眼，不吆喝别人很难注意。二郎，你说的老奴明白，可老奴实在不好意思。这我能理解，我也不好意思喊，毕竟是第一次嘛。其实也没啥丢人的，只要大胆喊出第1声，喊着喊着就习惯了。可老奴告罪，实在难以启齿。唉，告罪倒不必。如果福伯你实在为难，那还是我这个堂堂爵二弟来喊吧。那自然是不行的，怎么能让二郎来喊呢？还是老奴来喊吧。好，果然还得是福伯靠谱，我们的买卖就要靠福伯了。
福伯你就拖长音喊鸡米花就行了，来喊一下试试。福伯，我们全部家当都砸在这鸡米花上了，要是今天卖不出去，那可就血本无归啊！鸡米花，这穿越后脑子是真开窍了，一套连招把福伯说服的明明白白。客人看看，来一点我们秘制鸡米花，绝对味道鲜美，回味无穷。可以先尝尝吗？可以，客人您尝尝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好。这鸡米花什么价钱？我全要了。30文一斤，这里有10斤。眼见已成定局，也不好说什么。明天还要。正常价格35文一斤。一天赚40多文，离我万贯家业躺平的梦想差太远了，还得想别的进项。你跟着我们干什么？估计是个哑巴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，否则我可不客气了。刚才警告都没用，要不武力威慑一下？妈呀！我这10几岁营养不良的小身板可接不住虾！这是个女娃。趁着无非是为了吃的，不行，先带回去，再慢慢问清来历。我知道你能听见我说话，我同意你跟着我们。你把手先放开。还真能听懂。算了，先赶路。这还没到晌午就抓了10几斤，这效率比我高多了。得赶紧做鸡米花交货。那呆萌的样子像极了一只馋嘴的小奶狗。如果能让它长久留下，以后做买卖也多个人手。想吃吗？那你回答我几个问题，我就让你吃。你是不是会说话？那接下来的问题，你说话回答我可以吗？那你说说你的来历，还有为什么非要跟着我们？说了这一碗都是你的。既然你不愿意跟我们说话，那我们只好把你赶出去。福伯，把他赶出去！好了好了，我不问你了，你不要再哭了。这小丫头不像是心机深沉的人，可能是有苦衷，以后慢慢开导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可以说吗？居然会写字，看
看来这姑娘不是普通乞丐。赶紧把竹虫收一收。原来是昨天的客人来催货了。在这个时代，油炸可是独门妙计，是得防着点。小姓黄，见过小郎君，昨日竟不知是男爵家小郎君，实在失礼。原来是黄掌柜，失敬失敬。这贵座真反人类，看他这架势，绝对不只是来买竹虫这么简单。今日前来有些冒昧，但确实是因为有要事。只是在此之前，有一事要先询问一下。不知道这昨日的鸡米花是否贵府亲制？昨天的鸡米花乃是我和福伯亲手制作。黄掌柜有什么话不妨直说。今日来此有2件事，一是为这鸡米花，目前迫切的需要供货，不知贵府何时能够再次供货？如果需要增加订货量，有没有问题？约么午后应该可以制作完成，傍晚时分一定送到府上。只是不知道黄掌柜为什么要的这么急。二位也知道，我是一个酒楼的掌柜，这个鸡米花我是拿到店里去售卖的，没想到异常的火爆，这还未过15已全部销完，所以只好冒昧前来。只是小郎君说午后制好，为何要傍晚才能送到？从这儿到黄掌柜店里脚程就需要这么长时间，这没什么奇怪的吧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一时焦急竟忘了脚程。这个好办，我与随从骑快马而来，待会儿我让随从在此等候，制作完成即刻送回，也省得小郎子与福伯麻烦一趟。只是这鸡米花材料获得不易，要是增加供应，需要雇人帮忙，这个成本会增加不少。如果供货量能提高到30斤以上，我能给到50文。价格增加了6成还多，这胖子是要做独家生意啊！不过有个条件，就是不能再供给其他人，也不能再去摆摊售卖，不管多少我都要了。这个条件我们答应，不过要达到这个量，我们要准备一下，3天后能把产量提高到30斤以上。那这件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还有一事，就是我想拜小郎君为师，学习这鸡米花烹饪方法。福伯，你别拉着我，让我打死这个鸟人！我没拉你啊。刚才谈半天鸡米花合作，并达成友好互利共赢，你现在要断我兵线，偷我的高地，你个肥球耍老子呢！小郎君，怪战下没有把话说明白，先消消气，听在下把话说完再做决定，可好？哼，说。我知道提出这个要求太过孟浪，我黄某人平生只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做菜。昨日见到小郎举做的这鸡米花，惊为天人，此物非蒸非煮亦非烤，而且外酥里嫩。尝过之后，我就回去琢磨这个烹饪之法，彻夜未眠，不得其门，实在难以忍受，所以才下定决心，想向小郎举学习这烹饪之法。为学此术，在下愿拜小郎君为师，执弟子之礼，还望成全。态度倒是诚恳，古代拜师等于认爹。不过我另有打算，传授你烹饪之法好商量，拜师就算了。我有个更好的合作方式，不光可以传授你鸡米花的方法，还有别的你没见过的烹饪手法教给你。先别着急答应，你先听听我的这个合作方式。我是希望拿烹饪技术换你酒楼的干股，意思就是我们合伙开酒楼，我出技术帮提升酒楼盈利，干股就是你按比例分红给我，酒楼的所有权还是属于你自己的。如果小郎君肯教我烹饪之法，这个倒是可以商量。不知道二郎君想要几成？我要5成。5成算少了好吗？就我前世那些煎炒烹炸的垄断技术，称霸餐饮界都不是梦。小郎君这是不是太多了？这样，你先跟我说一下灵州酒楼行业是什么情况？贵酒楼能占多少份额？目前灵州的酒楼有20-30家，因我们福来楼开设不久，暂居末位。锦川城乃南川府重镇，酒楼有100余家，我们福来楼能入20之列。如此说来，贵店也是有些实力。如果合作达成，锦州酒楼的份子我也要。这可不行，锦州酒楼在下做不了主。那我教你的不能拿去锦州酒楼用。这个我可以答应小郎君。目前灵州酒楼每月营业额应在1万贯以上，小店占不到1成，约摸500贯，3成的盈利。
昨日的鸡米花很有特色，今日售卖反响很好，可以给小店增加不少进项，所以才敢冒昧答应小郎君拿些分红。只是5成实在太多了。你觉得为难，那是你还不知道我要带给你什么。这样，我的抽成在去掉之前500贯营业额之后再算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而且我答应你只抽2年，之后就不要了，而且厨艺也随你使用和教授他人。这也不用现在决定，你回去等我几日，到时候你尝过我的菜品再做决定，如何？今天净赚325文，扩大产能后一天能赚750文，起步勉强吧。唉，以后烧钱的地方多了去。竹虫生意还得继续，毕竟我现在太穷了。那个小铜锅一次炸一点太费劲，跟黄掌柜合作也得拿出点真东西。傅伯，我们要扩大制作量，需要添补一些东西，来和你商量一下。二郎，你可知我们今日赚了多少？赚了多少？足325文。老奴可是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钱了。这么多？傅伯，我们还是聊聊明天采买的事吧。对，你看我这一开心都没注意二郎的话。那你说说都要买些什么？首先是处理和装竹虫用的盆子要增加一些。我要打造新式的锅灶，需要找个靠谱铁匠铺。盆子我到庄上拿几个木盆来就好了，用不着买。你要打造铁器，也不用特地去外面的铁匠铺，庄上就能打铁。那也行，不过还要垒灶台，还有增加人手帮忙采集竹虫。这些都没有问题。这样吧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把那几个老家伙给你喊过来，你直接吩咐他们就行了。平日你都在私塾，搬到庄上你也没回来几次。这几个老东西你可能不熟悉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是莫二叔，打造各种器具都不在话下。这是耿六叔，你不是要修灶台吗？这老家伙修屋建房是把好手。见过莫二叔，见过耿六叔，这么晚还叨扰2位叔伯，实在抱歉。客气话就不要说了，不知二郎唤我2人何事？这语气完全不像是庄户和主家讲话。不过有求于人，算了。这个是我需要的几样铁器，以及要搭建的灶台。2位叔伯帮忙看一下能不能造。样式有些奇怪，不过造型上没有什么难度，打造起来应该很简单。只是，二郎不知道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？哎呀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只是现在已经把你们喊过来了，这点小事难道还需要大郎亲自吩咐？我回头与大郎说一声便是。什么意思？庄户打个铁还要大哥吩咐？我这绝二弟是摆设吗？这2个老头透着古怪，回头再问福伯。既然如此，那这次便如此。不过这个铁料要您自己来提供，不知二郎何时要用？这个自然越快越好。这只是个图样，具体要求你再说说。大约需要10斤铁，3日可以打好。耿六叔，你这边有什么要问的没有？没有。这个灶台结构很简单，只是比之前灶台大了不少而已。如此，某只待二郎铁料送到，即刻开工。告辞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件事情还没说呢。我这边还需要借用几个人手。这个莫二叔怎么有点嚣张跋扈？这人到底借还是不借？怎么就走了？这个都怪老奴，不是莫二叔他不懂规矩。庄上的老族只有大灵才能吩咐，人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。福伯，你这说的我就不懂了。我身为堂堂绝二弟，怎么吩咐几个庄户的权利都没有？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？福伯，你老实告诉我。二郎，这真的不能说。
而且庄上的人你也尽量少接触。你这越说越迷糊，怎么就不能说了？我还就要你说，这个真不行。二郎，你不要逼老奴。福伯骨子里是上过战场的兵，逼也没用。刚才莫二叔说要10斤铁，明日能买回来吗？如今这铁料要80文1斤，10斤就要800文。如今赚的这点钱还没捂热，又要花出去，这做的什么买卖？赚的没有花的多，关键还不够。做买卖成本投入是有必要的，这样以后才能赚更多的钱。钱不够的，去黄掌柜那儿预支一点货款，我想应该问题不大。唉，那也只好如此了。没闹钟睡到自然醒，真爽。二郎，男的叫徐大牛，女的你就叫廖氏。这是他们的孩子徐长命。唉，因为生病欠债卖了田地。福伯真谨慎，怕配方泄露，让大家都签了故宫文书和保密契。没想到连瑶儿也按了手印，他居然没反对。这小姑娘收拾干净后精神多了，以后有人陪着福伯做事，也能少让人操心。哦，古代的工匠也这么拽，完全不把老板放眼里。瑶儿，你能看得清上面的字吗？嗯。那你把字写下来。等下，你先别写了，你把第一个字盖住。认出来了，是个人。你把字横着写，从左向右写。我明白了，先出去。原来这具身体有重度阅读障碍，难怪蒙学都学不明白。横着写没事，是因为我穿越后的记忆习惯了横向阅读。破案了，不过当官也没意思，做个富家翁多逍遥。纯手工铁锅，小时候家里的土灶台就是这样。现在开始开锅。福伯，生火。是。高温浸润下，迅速变得锃亮光滑。吃了这么久水煮菜，终于能吃上一口有锅气的炒菜了。古人看重技艺传承，偷看等于偷师。唉，徐大哥，你们一家也过来一起吃，而且以后也要一起吃。虽然主仆有别，但是进了这个家，我们就是家人，随意一些就好了。快点坐下。想必这些菜诸位也第一次吃，我给诸位介绍一下，这第一道小炒肉，请品尝。没有辣椒，失败。焦香四溢，豆豉鲜美，绝了！这是红烧鲤鱼，请品尝。第3道麻婆豆腐，第4道韭菜炒鸡蛋。如此美味，怎么能没有酒呢？来尝尝我珍藏的好酒——天南烧春。御酒同款，上辈子哪喝过这么好的酒？淡淡的酸味，度数也不高，白瞎了纯粮酿造。我还小，不胜酒力。合作方式我答应，但我还是坚持要正式拜师。拜师免谈。师傅在上，今日有幸尝过您的手艺，世间寻常滋味从此再入不了我的口。我一心想学这独门厨艺，还请师傅垂怜，给我一个机会。你若真心想学，明日直接来庄上找我便是。
其实我们不是针对你，只是将军希望你不要跟我们牵扯不清，所以这些老兵才疏远你。便宜老爹为什么要老兵疏远我？这估计只有大哥能解答了。福来楼的黄金酥吃过吗？那口感咔吱脆，味道香得不得了，简直就是极品。估计圣人吃的也不过如此。圣人也没吃过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今天福来楼有新菜品推出，那必须去尝尝。走着。黄胖子真有天赋，一点就透，一遍就成功了。这铁锅咔咔作响，真担心他把锅炒漏了。菜多的根本吃不完，好在还有一庄子的人帮忙消耗。滚滚而来的铜钱，还有满满的成就感啊！二郎，大郎回来了，让你赶紧回去。见过大哥。几日不见，倒是精神了许多。近日伙食不错。听说你最近没有好好读书，在行商贾甚至刨除之事。这不是为了赚一些家用吗？家用自然有大哥的俸禄和食邑，不需要你来操心。你安心把书读好就行了。我听说先生身体已然痊愈，明日你就回学堂读书。可是我也不是读书的料子。再说大哥那点俸禄能够家用吗？家里穷得揭不开锅，一大半钱都养这群老兵了，还好意思说？眼前是困难了点儿，可是一旦你学业有成，也不要你科举种地，只要有些文墨，大哥再动用京城的人脉，给你寻个一官半职，有了俸禄，自然就解决了。看来大哥还不知道我的病，还指望我读书成才，必须说明白。大哥，我有病！星爷，你怎么了？福伯，赶紧去喊严四叔。不是你想的那种病，你等我把话说完。我这个病是和读书有关，叫做阅读障碍症。简单点说，就是我一看书就会眼睛发花，书上的字会动来动去，我无法看懂。我知道这很难相信。我相信。这就信了？我准备了一肚子说辞呢。其实阿爷也有这个症状，以前阿爷和许多人说过，他看到的字是会动的，可是都没人相信，以至于阿爷过世时仍对此耿耿于怀。只有我对阿爷的话真信不疑。没想到你和阿爷一样，难为这些年一直在逼你读书了。那多谢大哥体谅，那回头我就去给先生说一声，以后我就不去私塾了，留在家里安心做买卖。不行，私塾可以不去，但买卖也不能再做了，毕竟是建业。回头让福伯教授你武艺，既然不能从文，那就还是入军武吧。大哥，你这是干嘛？当初让我习文不就是远离沙场吗？你也知道弟弟体弱，行不了军武之事。不习武你想干嘛？难道一辈子做这个建业？哼！什么建业？职业哪有贵贱？能赚钱、能安居乐业的职业怎么就是建业？建业是那些老夫子贴的标签，赚到钱了哪还有什么构建？赚钱了别人也会瞧不起你的，毕竟只是一介商贾。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一个商贾能赚多少钱，只要有足够多的钱，自然能换来尊重。云鹿王朝也不是没有商人凭本事走进王都，比你俸禄多不是基本操作吗？你自己挖坑可怪不得我了。不知道大哥俸禄几何？10亿俸禄、植田，林林总总一年约有近200贯，有一半还是祖上福音。炸竹虫一年都赚260贯，酒楼5成分银翻10倍，按利润3成的一半就是700多贯，屌打啊！300贯，一年300贯，这么多？一个月300贯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真的，真的。老师，黄胖子，不是让你不要喊我老师的吗？德蒙先生传我如此神奇烹饪之法，一声老师当得，当得。随你吧，你这时候不应该在店里忙着的吗？急匆匆的赶来，可是有什么事儿？哎呦，别提了，没想到这个炒菜如此受欢迎，食材备的太少了，这早就卖完了。这不刚忙完就来给老师报喜了吗？那进来说。见过男爵大人，不知大人也在，失礼失礼。无妨。一盘青菜卖羊肉的价钱还抢着要，老师可知今日卖的多少钱？不知道，赶紧说。今日入账188贯，又200钱。你说多少？一天就赚了近200贯。不是赚了这么多，是营业额这么多，也就赚了100来贯。跟我预计的差不多。是弟子失礼了，之前1月才500多贯营收，
今日若是准备充分，一日300-500贯也不在话下，所以有些忘乎所以。没关系，你特意前来就是跟我说这个。其实我也被震惊了，比我预计的多太多了。前几日老师不是说急需用钱吗？我就先给老师送来300贯，让老师您先用着。还有就是我带的帮厨还欠火候，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，想请廖氏去店里帮忙。有了这300贯，之前的计划可以提前了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我这堂堂正五品折冲都尉1年俸禄，还没有弟弟胡闹1天赚的钱多。大哥，事实证明经商确实是个不错的出路，还望大哥按照约定，以后不能再阻止我经商。好，大哥不再阻止你经商，不过大哥手头紧吧？弟弟你看是不是能帮衬一些？大哥不是要贪取你的钱财，只是庄上的老兵确实断粮了，这个就当大哥借你的。大哥钱没有问题，也不要提借不借的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。只是弟弟心中有些疑惑，还望大哥解答。老兵的来历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总之你也不要跟他们接触过密，大哥希望你明白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那我安排一些老兵给我帮忙总可以吧？这个可以，不过有几个条件你要答应我。首先，老兵做事你让福伯转达，你不要亲自安排。其次就是老兵不能出庄子的范围。成交。那我先给大哥你拿100贯，待到分红来了我再给你。如此多谢星爷了。你我兄弟还客气什么？大哥你今天回来暂时不回军营了吧？需过的2、3日才起行。想必大哥还没有尝过炒菜吧？那我让福伯整治一桌，让大哥也好好尝尝。大哥一定有心事，但他这执拗性子不想说问也没用。就他了。谢谢客官，连马带车30贯。现代人走路太痛苦了，如今我也是有宝马香车的人了。二郎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福伯，开心点儿，钱都是拿来花的。正所谓钱是王八蛋，没了再去赚。下一站成一行。快阻止他！这点钱不算什么，全家都要换新的。客官，盐800文一斗。哦，那来一式。麦麸什么价？80文一斗。那来一车。10件什么价？二郎啊，福伯要好好跟你说道说道。你这样花钱可不行啊！虽然这钱来的容易，可也经不起这样花销啊！老奴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也是头一次一下手里有这么多钱，也是头一次见二郎你这样花钱的。那衣服都是3套5套的买，往年都是过年才做1件衣服，那盐都是论10买，这得吃到什么时候去啊？这才1天啊，200贯的钱就剩下了不到10贯。你也不要怪福伯唠叨，这钱呀还是要省着点花，要存起来留着家用。你这还没有成亲呢，这以后要花钱的地方也多着呢。你走吧，大小姐不会见你的。常管家，你帮忙通传一下，我相信晴儿会见我的，见一面我就走。你这厮好生无礼！我家将军好脾气，不与你计较。我等可不是泥捏的，好好去传话便罢了。不去，我拆了你这一身骨头！陆大人，你也不要让小的难做，这是大小姐交代下来的。陆大人，其实您心里也明白，这大小姐养尊处优惯了，哪能跟着您一直受苦啊？连个使唤的下人都没有，大小姐为什么不见您？您还是回去思量思量吧。将军，这曹家一介草民敢对你不敬，我们杀将进去好好教训一番，给你出了这口恶气。晴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阿娘，你让我与郎君回去吧。当初就不该把你嫁给他。你说这几年跟着他受了多少委屈？郎君待我很好，从未受过委屈。这还叫从未受过委屈？我问你，你陪嫁的嫁妆呢？你回家要过几次钱了？倒不是娘心疼这点钱财，他堂堂一个勋贵，还要靠妻子回婆家要钱，日子才能过下去。这像个什么样子？你说当初把你嫁于陆家，是想着他们是勋贵，在官场上有关系，能帮衬我们家一下，好叫我常家生意再进一步。谁知道是个死心眼儿！哼，如此做官，得罪了多少人，害得我们家的生意都受到牵连。阿
阿娘，你不要怪郎君，他有他的苦衷。有苦衷？有什么苦衷？我看就是一根筋。趁着这次机会，你彻底与他断了，从此我们曹家与他陆家也再无瓜葛。阿娘，你不能这样，求你不要拆散我与郎君。不行，和离的文书已经拟好，你回头你画上押，我让薇儿明天把文书送过去，从此一别两宽。阿娘，求你了。你别忘了，这可是你答应为娘的，我拿钱给他，你便同他和离。你表哥过段时间就回来了，难得他不嫌弃你嫁过，你就在家等着出嫁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我不同意这门亲事，我不会与相公和离的。哼，这可由不得你。陆景仁，当初冲你是个勋贵，才把我阿姐嫁过来，谁曾想你养了一庄子的闲人。阿姐跟着你不说吃香喝辣没有，还要天天劳累奔波。你说我阿姐也是这10里8乡顶尖的美女了，嫁给了你，你都是怎么对她的？但凡有点本事，也不至于变卖婆姨的嫁妆。现在嫁妆卖完了，你就让我阿姐回娘家要钱，你这入不敷出的，拿什么养我阿姐？穷还穷折腾，就你那个傻弟弟，蒙学7年都没学明白，还学什么？居然为了上学把爵府都给捐出去了。我说废物就该有废物的觉悟，老实在家种田算了，根本不配读书。够了！星野的事不是你该提的。如果你要没什么事，那就送客。好，说是。退婚，这是和离文书，阿姐已经在上面画押，请你乖乖签了，大家好聚好散。也别说我们曹家不讲情面，作为补偿，这里可是整整50贯，足顶得上你1年的俸禄。是我对不住晴儿，但是我不签。我不相信他要跟我和离，见面不可能。你也不想想，你带着这些老族就是个拖累，你拿什么养这一大帮人？难道还要靠我姐从家里拿钱贴补你？哼，要为我姐好，不如早做了断。原来爵府居然是为了我求学才捐的，大哥是为了养那些老兵才穷得捉襟见肘，连大嫂都被逼和离了。我要维护大哥的威严，我要守护这个家。陆景仁，你就是个窝囊废。今天这个和离书不签，咱们就公堂见。看你这堂堂爵爷，连老婆都养不起，丢不丢人？大哥，你放开我！今天高低把这小子给废了。大哥，我不动手了，你放开我！你们帮穷错拿，敢打我！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退你大爷的！当我们县南府是泥捏的不成？回去就乖乖的把大嫂给送回来，不然有你们好看。我赶走，让他走。和离文书没见到晴儿，我是不会签的。我没事，稍后我还要去卫所，家里的事情你多看着。大哥，你放心，不出3天，他们就会乖乖的把大嫂送回来。好的，谢谢星爷。嘴上说的硬气，其实还没办法，得先摸清常家的底细。写字找人代笔，这旧社会真是美咪咪，万事俱备，就差去常家了。莫二叔，还是先听听我的理由，再拒绝也不晚。不管什么原因，想必大郎也跟你交代过，我们不能跟你出庄去办事。想必昨天常家来退亲的事，大家也都有听说了吧？我今天就是要去常家找回场子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有什么特殊原因，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。大哥他如此穷困潦倒，以至于自己婆姨都守护不了，因为什么？你们难道都没点数？别跟我说那些我不知道的屁话。今天要去办的事，有你们没你们都没有太大影响，但是我就是气不过。
你们这样看着我们陆家受辱，还能算是个男人吗？老子就是看不惯你们这缩头乌龟的鸟样。二郎，你也别怪他们，他们都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相信陆家受辱，他们心里也不舒服。我想，你大兄都没有责怪他们。搞得这么神秘，搞什么名堂呢？算了，不管他们了，我过我的舒坦日子去。斧头，你也别替我们解释。不管什么原因，不该让陆家受此大辱。二郎，算我一个。今天不管你让我杀人还是放火，我魏三叔都干了。算我一个。还有我。我耳朵聋了，老爷，你给我看看，老爷，老爷。去多了怕常家鱼死网破，挑20个最壮的就行。拆了。来个能管事的，我陆星也来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陆家杀人了！我尼玛，哪里杀人了？二郎，你这是意欲何为？什么意欲何为？我只是过来做客而已。怎么我这小叔子不能来嫂子娘家串门吗？既然过门是客，那就入座说话吧。这一巴掌是替我父亲打的。顺便告诉你，爵府大小也是个勋贵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羞辱的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我今天别说打了你，就是杀了你。随便拉个家奴顶上就可以。还有人真的会为了你一介商贾，让我偿命不成？好了，世伯，跟你开个玩笑，顺便让你知道被人打脸不舒服。二郎这玩笑开得有点大，世伯可受不了。好说，以后我不开玩笑了。只是常家，也别随便跑到陆家开玩笑。常家也是迫于无奈啊，谁家好好的，要逼女儿合理改嫁呀？合理哦，再改嫁。要不是这老家伙说漏嘴，还不知道嫂子夏家都已经找好了。老小子，你把话给我讲清楚了。什么合理再改嫁？要是敢隐瞒一个字，我发起疯来我自己都害怕。二郎不要着急，我这就跟你细说。常家靠这口出卤量一般的浅盐井赚了10几年钱，如今井人干枯竭，流水越来越少。常家打算在陆景人辖区开新井，却被陆景人拒绝走后门，最终被有官方背景的商人抢走。太好了！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这样岂不是不妙了？请继续说。刚好秦儿表哥在锦川城盐务司，对于井盐开采能说得上话，而表哥对秦儿那是念念不忘。所以你们就卖女儿换盐井，还把主意打到我陆家头上。这实在是无奈之举，但凡你大哥能帮忙搭个线，也不至于到现在这个局面。大哥确实有点不地道。你看，你自己都承认了吧？这个事情
真的不能怪我们常家。承认什么？那你们就因为这点事儿逼大嫂和离？好了，今天来不是和你掰扯这个的。也好，就是不知道二郎今日前来是为了什么。今天是来给世伯讲个道理的。道理是什么意思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世福可知道岩井中的铝水从何而来？当然是从地下岩层中渗出来的。二郎到底要说什么？那岩层中的铝水又是从何而来？不知道。那大海世福去过吗？海水是咸的，可知道？老夫不想再回答这种又无聊的问题，你一次把话说完。好，我也不拐弯抹角。我以为岩井中的卤水是埋藏在地下的海水，而且储量巨大，只要从现有的废矿继续深挖，就能挖出卤水来。世伯以为然否？你小子倒是会说话。继续深挖，成本多高你知道吗？而且不知道何时才能挖到流水，这简直就是一个无底洞，一不小心就会倾家荡产。看来铺垫够了，亮底牌。我有一法可为世伯分忧，此法名为竹筒井，具体的都在纸上了。此法投入小，挖井应该是钻井快。世伯找一个经验丰富的工匠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开岩井，我就是经验最丰富的工匠。这可是后世宋朝才有的着管井技术，用机械冲击钻孔，管径如竹，出水量大，绝对碾压现在的前景。抱歉二郎，我赶着去实验此法，就不送你了。实验？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我拿来的东西，你就这么轻飘飘的给拿走了？先只开个价吧。开什么价？都是一家人，还说什么你的我的？世伯你说呢？老夫知道了，合理之事，常家绝不会再提。我今天就要接大嫂回去。老夫都已经答应你了，贤侄何必急在一时？倒不是着急，只是来的时候车都备好了，总不能空着回去。世叔你看，来人，去请晴儿过来。如此多谢世伯。关于这竹筒井的技术有什么不懂的，随时来问我，一定知无不言。就这么让他们离开，表侄那边如何交代？毕竟晴儿和景仁才是原配，更何况你不知道陆家那小子给我送来什么。我有种感觉，这能让我们常家一飞冲天，陆家应该会飞得更高。拆大扇巴掌，常家主却因为图纸默认。贵族欺负商人很孤单，列有阶级差异太明显了。如果哪天我地位低，也会任人摆布，必须努力搞钱。买了那么多材料，装上的旧仓库最合适，可福伯居然说不行。庄户不简单，陆家反而像寄人篱下。老兵到底什么身份？得套套大哥的话。大哥回来了。晴儿，这痛死老子了！晴儿，晴儿，晴儿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怎么不和大嫂多说会儿话？见过就行了。今日不回军营，晚些再与晴儿说话。你是怎么说服常家让你大嫂回来的？我刚问晴儿，她也不是很清楚。这个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不能说就是不能说，这都是为你好。哦，这就完了？你这让我怎么顺着往下提要求啊？其实大哥，你想知道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想必常家的近况大哥也知道一些。我就是研究出一个挖岩井的法子，省时省钱，帮又省力。常家解决了岩井危机，常家就答应不再提和离之事。其实这些法子都没什么，只是想让大哥你知道，如今我已经长大了，已经能够为大哥分忧了。星爷，你确实成长了很多，这次的事要多谢你。还有个事，我们是一家人，
有什么事直说。就是关于庄上老族的事，我需要使用庄上的房舍，还有老族们能帮我去做些事情。老是传来传去的不方便，所以能不能我直接安排？你知道这都是为我好，大哥，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我的选择。而且以我们的关系，如果老族们涉及什么样的危险，你觉得危险来临时，敌人会认为我跟这些老族没有关系吗？会放过我吗？而且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们现在好像处在一个十分为难的状况。我看着都觉得别扭。大哥，你告诉我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。你总不希望大嫂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吧？我可以跟你说，但是说了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，再也不能置身事外了。大哥，你真的不用担心，我既生于陆家，便是休戚与共，是大哥与阿爷没有看明白。其实庄上的老族并非战场上退下来的，而是年轻时就身负皇命待在庄上。只是后来再没有新的调令，这一待就是30年，青壮都变成了老翁。30年前，一群精壮的黑衣人接到密令，撤回陆家庄隐蔽待命。后来云陆王朝王都政局变动，玄甲巡守司被裁撤，这批人失去联络，在陆家庄1年来老去。玄甲巡守，这可是和锦衣卫一个级别的特务机构，难怪福伯不让用仓库。这要是暴露了，陆家定会惹上大麻烦。这么窝囊，反而会让别人注意吧？这年头，贵族不嚣张跋扈的才叫奇怪呢。按理陆家就应该是这1亩3分地上的土皇帝。确实是这个道理。以后庄上的事，你说了算。不过，不去进学，也要去跟先生拜别，以示尊重。这具身体对学堂满满的恐惧。也罢，有始有终，明日去一趟。让下，让下！嫡蜜梦扎，登徒子，我登你没啊！我当时真什么都没看清，谁是登徒子？谁是嫡蜜梦扎？让开！哼，这陆二傻怎么还没自动退学？真是稀奇啊！别管他了，听说今天有大官来教学，杨小娘子就是跟着那位大人来的。咱们要是能被小娘子青睐，这帮现学的优等生跑来干嘛？懒得理你们。原来这美女就是杨玉瑶，这帮人真是幼稚的要死。早知道这么尴尬，打死也不来。杨玉瑶的三叔，云陆王朝学务司巡讲，在苍云州也算有身份的人，难怪这帮家伙这么激动。哪位同学先来？听闻白鹿司体有个学生在此就学9载，想必经义文章已烂熟于心。廖老八，你个龟儿子，老子哪会背什么文章？这下要丢人丢大发了。那就请这位学生来答对吧。学生陆星野，白鹿人士，请杨先生考教。蒙学经义学生自是了熟于心，只是大家对在下如此的期待，若只是背书，岂不无趣？那不知小郎君以为如何考教呢？这自是但凭杨氏曹决断，只是在下目前正在研学《孙子算经》，数学可是正式科举科目，好歹我也是本科生，只能靠这个硬挺了。这陆二傻是真的傻了，就他还学算经？就是，我五弟还在私塾读书，知道他依旧是什么都学不会的陆二傻。他要是会算性，我爬着出私塾，吹牛也不挑个好点的。他还不知道我在现学主修算学呢。廖八兄，你可敢与我比试一下算术？比试算术，就你也配？我现在小99都能倒背如流。小99，乘法口诀，就这水平，看我怎么吊打你。就说你敢不敢吧？敢，哈哈哈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只是要比，自然要来些彩头。也好，不知道廖八弟想要什么彩头？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跪在杨小娘子面前大喊3声：“我陆星娥是无赖登徒子，有辱斯文。”这是你们的比试，不要提关于奴家的赌注。那便改成：如果你输了，就大喊：“我陆星娥是傻娃穷绰大，并且永远离开私塾，不得说曾是白鹿私塾的学生。我等迟与你是同窗。”这是要逼我退学啊！徐夫子连话都不拦，看来也有他的意思。走可以，但得堂堂正正赢了再走。我接受，
我的要求是你让我扇一耳光，以后不得说是我的同窗。哼，好。既然二位鄙视算学，那我便出3道基数计算，答对多者获胜，都答对则答题快者获胜。二位可有异议？但凭杨先生决断。如此，二位就请听题。说有一农夫挑桃子去卖，农夫有桃83斤，桃价1斤6文，桃子售完，农夫得钱几何？498文。第一题陆星野答案正确，陆星野胜。他肯定是蒙对的，你看他连方格都没画。放心，他是蒙不了我的，看我怎么在下一题拿下他。基础乘法我心算就行。说有一卫所有兵卒37人，每月每人消耗2万436文，那这个卫所一月消耗2万多少文？16132文。这前2题比较简单，2位都全部答对，只是这最后一题难度相当高。如果这题能够答对，那胜出才是实至名归。耍无赖是吧？杨先生说的有道理，这前2题太简单了。诸位且看我怎么第3题拿下此子，好叫他知道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一切侥幸都是虚妄。还请杨先生出题。既然大家已经迫不及待，那本官便出这第3题。有若干只鸡兔同在一个笼子里，从上面数有35个头，从下面数有94只脚。问笼中各有多少只鸡和兔？鸡兔同笼，古人数学的尽头就是这个，连数字都不带变的，送分题啊！答案是12只兔子，23只鸡。不可能！还请杨先生告知陆二郎回答是否正确。正确。陆星爷，你认个字都困难，怎么可能算出这等高深算术？定是你提前知道答案，与人串通好了的。廖斌，不得无礼，是你技不如人。夫子，你是知道的，陆星野他不可能算得出来。别说他陆星野，就是夫子你也不能这么快算出来。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提前知道了答案。廖斌，算学比试是你输了，我以师长名义令你不得再胡闹。我。妈蛋，用力太猛，手有些麻。你闭嘴吧！虽说目的达到了，可这退学的方式，早知道他今天是来退学的，我何必枉做小人？能把算经学到这种程度，绝对是天才。难道他一直在藏拙？浑身通透，有后世知识还考什么科举？赚钱躺平才是王道。好久没见黄胖子了，去福来楼转转。师傅，我现在越发的喜欢做菜了。这炒菜的感觉就像是在练功，一铲一翻都会带动身体，感觉特别过瘾。天天累成这样还能如此开心，也就只有你黄胖子了。想想第一次见面，你可还是个富态且机敏的大掌柜，现在就一彻头彻尾的厨子。总感觉我祸害了一个前途光明的掌柜。师傅，你可不知道，我本就是个厨子。要不是没办法，谁要当劳什子掌柜？原本我的厨艺遇到瓶颈，始终无法做出更好吃的菜。自从遇到师傅，我的厨艺一日千里，每天都会有新的想法。师傅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最近研究出来几个新菜品，你试试看。这不是京酱肉丝、锅包肉家常豆腐吗？不过，京酱肉丝没葱丝宝景，锅包肉没糖醋汁，家常豆腐没木耳，强迫症要犯了。放松，放松。我只是在想，你这几道菜还差了点意思，我帮你改进一下。我们去厨房。绝了！之前觉得太咸太腻，现在有了薄饼和葱丝中和，简直完美。师傅，你改良过后这几道菜实在是太好吃，太完美了。这很普通，毕竟还是差了点意思。没有辣椒，始终没有灵魂。你有没有什么门路给我找些异国商人，或者买卖做到云鹿王朝之外的商人？没有问题，只是不知道师傅你什么时候要见。这个不急，你先找，越多越好。我之前担心时间长了，大家对炒菜失去新鲜感，生意会有所减少，就不那么火爆。但是看现在的情况，更胜从前啊。
原来我也担心，但大家以前都没吃过炒菜，吃过的都爱显摆。现在到福来楼吃上一桌，已经是身份的象征了，所以生意更火了。虽然现在有名气加持，但是好吃才是长久之计。我这给你准备了一些调料配方，都写在纸上了。师傅，这个里面好像都是药材啊，这个加到菜里能好吃吗？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按照我的配方先尝试，具体的你用熟练了，可以自己调整比例和用法。莫二叔，你在玄甲巡守中担任什么职位？哎呦，二郎，你这是要老头的命啊！这些话可不能说。分巡守，这么看来，莫二叔的位置也不低。你不是他们的头头吗？怎么还只是个分巡守？你懂个甚？咱能不能不要再讨论这个？老头子，我心脏受不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：你和大哥到底谁管谁？其实原本我们谁都不管着谁。以前你们陆家只负责给我们作为掩护，但是因为现在完全是陆家在供养我们，所以我们是以你陆家马首是瞻。莫二叔言重了，应该说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。我的想法，大哥想必也跟你说过。总之，我就是希望要让大家过得舒服一点，过得敞亮一点。总有一天要摆脱这种藏头露尾、东躲所藏的日子。二郎，如此我代庄上这500等人，谢谢你了。这是你们应该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，你们牺牲的太多了，其实我觉得不值得。看来对他们来说，皇命依然是信仰。不扯这个了，我们还是来聊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吧。哼，地方够大。莫二叔，叫人把前几天买的东西全搬进来。成了，成了！瑶儿，你快来看看。这和琉璃好像。二郎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这以前琉璃我也见过，但却没有你这么通透的。这个还不算什么，莫二叔带你看看更厉害的。莫二叔，你来用铁锤捶打一下。我操！我靠，牛逼！琉璃易碎是谣言？应该不是。那你这个为何坚硬如丝，更胜钢铁？因为我这个叫鲁伯特之泪。什么泪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其实没有那么坚硬，只要你找对方法。用现代科学在今世纪装杯，太满足了。莫二叔，在庄上找块地方，扩大作坊，把身强力壮的都组织起来，批量烧制。只要做出玻璃餐具，那可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。哎呀，完了！坏了，黄胖子给的300贯花的精光，没钱买材料了，得赶紧想辙搞钱。师傅，我这给你送上月的分红来了。不错，黄胖子，你可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。这本就是师傅应得的，因为上月是后半月才增加的新菜品，所以经营所得仅有3521万，这也比之前翻了5、6倍之多。去除去本钱开支，赚得2000贯，这里是1000贯，特地给师傅送来。哦，1000贯，建玻璃工作厂和前期投入的钱都有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只是你这店里这么忙，找人送过来就行了，何必要亲自送来？送钱事小，主要是我想师傅你了，特地来看望师傅的。
老子可是纯纯钢铁直男，你个死胖子，别妄想把我掰歪！钱到了就行，你没事就回去吧。师傅，其实我是来请教厨艺的。唉，随便问，厨艺上的事直接说就行。多谢师傅。上次那份调料清单里有一味辣椒，花椒、胡椒我都知道，只是这辣椒是何物，弟子思索良久都没有结果，所以冒昧来问师傅。忘了现在还没有辣椒，得加快进度了。这个辣椒是海外传入的一种调料，只是没有传播开来，线下依然绝迹。我之前让你找的商人，就是要搜寻此类调料的种子，希望能够大量种植，让后人也尝尝这神奇的味道。原来是失传之物，那就难怪了。商人，我原本已经帮师傅联络了几个，不过师傅要是请这些人帮忙寻找事物，自然是多多益善。不如师傅到锦州去，请锦州城商贸司帮忙联络，一定事半功倍。而且锦州作为西南重镇，货物集散地，南来北往的康商也是多不胜数。商贸司不就是现在的市场管理局吗？找他们牵头开会，手拿把掐。你这倒是提醒我了，就按你说的。不过灵州也不能落下，多一些商人，机会也会多一些。师傅，你这寻物可不是个容易的事儿。不知道你准备给出什么价码？我打算给钱，但是给多少还没想好，你怎么看？弟子想来这些事物对师傅都比较重要，要想找得快些，那价值自然不能低了。弟子以为那就1000贯一样。师傅，你说1000贯一样？不知道师傅要找多少事物？这没有个准数，只要是我没有的植物都可以，大概就是花草、树木、庄稼、水果、蔬菜这些。师傅，物产丰富，如此费尽心力寻找外邦之物，恐怕得不偿失。唐人骨子里的骄傲呀，可没有红薯、土豆、玉米这些高产重物，怎么解决温饱、推进社会发展？当然，主要是为了满足我的口腹之欲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收集的物品我心中有数。唉，既然师傅已经决定，弟子也不好再劝。只是如此一来，1000贯一物会不会太高了？外邦固然贫瘠，可是这外邦植物也不少啊。师傅，你怕是难以拿出如此多的钱帛，弟子虽有心帮忙，奈何财力有限。钱的事不用担心，不过你说的也对，1000贯一样是有点高。我再思索一下，你帮忙先联络一下商贸司，等我几天时间准备一下，好去拜访灵州商会管事。传说中的大内高手玄甲巡守，现在给我当泥瓦匠，挂了的皇家要是知道，估计得气得从墓里爬出来。二郎，你看他们做的可还行？虽然平日都是练武的，但这些年也没少做工，做起这些活来也都是有模有样，不比浆糊差。干得挺好的，我只是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。对了，为什么你们玄甲巡守没有女的？哎呦，二郎，你别提那几个字，老头子心脏不好。这没有女人不是正常的吗？我们毕竟曾经是军队。你们当时隐姓埋名的时候应该都很年轻吧？是的，当时年龄大的30多岁，最小的只有13岁。该不会你们之后都没有娶妻生子吧？这不是怕出事了耽误人家吗？所以我们全是老光棍，这绝对是我听过最悲催的事了。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什么故事？没什么，莫二叔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陆星也在，只要你们还能僵挺，我一定给你们全都娶媳妇儿。近日淘换到一个好物件，特地拿来孝敬伯父。师本有心了，前几日到济州见过令尊，让我照顾你一些。这你今日就上门来了，是否有什么难处？什么照顾我？肯定是我爹叫你劝我回去读书。多谢李伯父挂念。回李伯父话，今日确实有事相求，不过是受朋友所托。不知贤侄所谓何事？李伯父，在小侄说之前，还请李伯父把礼物打开看看。哼，那我倒要看看贤侄给我带来何等宝物。这莫非是琉璃所制？是也不是。制作此物的人说，此物虽是琉璃，但是制作方法却天差地别，所以取名玻璃。琉璃已经珍贵无比，
那这玻璃无价之宝，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比我昨天还丢人。想当初到京城游学，与人拜会萧阁老，有幸见过一次，不想时隔多年能再次看到，还是如此精美的极品琉璃。贤侄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你朋友所托之事不提也罢，恐怕我无能为力。伯父，你别着急，这个忙不大，你听我说过再做决定不迟。这么简单？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么简单的事，送如此贵重礼品，受之有愧。其实以我与令尊的关系，贤侄开口我便应下。其实此物乃是小侄的师傅所制，按我师傅所说，此物对于他来说不是很珍贵，所以伯父你不用放在心上。你的师傅是教小侄厨艺的师傅。贤侄啊，奇淫妙术总归不是正途，读书科考才是你应该做的。不过你带朋友所请之事，我便应下了。多谢伯父。来人，拿酒来！有黎大人和福来楼晚餐的噱头，灵州大商贾全来了。李寻见到。我还当是谁，原来是那个最穷献牛家的二公子。感谢各位赏光前来参加我组织的这个玻璃发布会。所谓玻璃，就是一种纯净无瑕的透明琉璃。稍后稀释琉璃就会展示给大家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不虚此行的。陆二言，不是廖某看不起你，就你陆家什么情况，在座的本地商贾可以说无人不知。你能拿什么稀世珍宝？我劝你还是下去吧。我们可都是冲着李寻坚来的。好叫李寻坚知道，这陆家之穷是出了名的，不知道是如何骗得李寻坚支持。廖某可以肯定，他陆家定无宝贝，还望李寻坚能将此子驱逐出场，以免坏了众人雅致。这老家伙是廖家家主，跟我陆家是世仇，踩脸都卡到这儿了，必须怼回去。休得放肆！今日之聚会皆因陆二爷所起，你让他离开是何居心？还有没有把本官放在眼里？糟了，光顾着踩陆家，忘了这是李寻坚攒的局，打了他老人家的脸，还望李寻坚海涵。廖某只是觉得陆家没这个实力，想必民工对陆家的情况也有所耳闻。廖某的庄子与陆家比邻，可以肯定的说，陆家绝对的家徒四壁。而且作为县爵，连自己的府邸都败了，就更不要提其他。虽然那琉璃酒具我天天摆完做不得假，但陆家确实穷得响叮当，真有古怪也说不定。还是静观其变，别为了陆家跟这帮商人闹僵。陆二连，别说你陆家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事物，就算有，会让你一个黄口小儿拿来显摆。你大哥在哪儿呢？哼，我看你就是在戏耍我等一众商人。大家也都是日进斗金的大商人，没必要陪着小儿玩耍。廖家主可是指我们灵州商人之牛耳，说的自然是有道理的。就是，陆家破落成什么样，可是有目共睹的，也难怪廖家主这样说。我看随廖家主一同离去才是。诸位且慢，听雷某一言。廖坤，你个老东西要以势压人是不是？陆家二郎东西都没拿出来，你就急吼吼的要走？雷三儿，你给我放尊重一点。再说这有你什么事儿？难不成你要支持陆家小子？对，我雷山今天力挺陆家二郎。大家怕得罪你廖坤，我可不怕。难道大家就不怕得罪我雷山吗？再说了，怎么也都是李寻坚请来的，刚开始就走，终归不太好吧？何况既然都已经来了，何不让陆二娘把宝贝拿出来一观，也算不虚此行。我要说的就这么多，大家去留自便。下面我就给大家展示透明琉璃。首先要给大家展示的是玻璃珠。众所周知，琉璃虽然坚硬，但却异常脆弱，而改良后的琉璃，也就是玻璃，坚硬无比，掉落地面基本不会破碎。这两个杯子用来饮酒和饮水的，先前玻璃球非常结实，诸位已经看到了，不知道制作成杯子是否还结实。下面我就为大家试一试。陆贤侄且慢，这杯子的坚硬程度我等都已明了，给雷伯父一个面子，不要再摔了，这要真碎了，实在是暴殄天物。这最后一件玻璃器器是玻璃碗，既然是碗，那自然是要盛汤盛饭，汤饭都很热，这玻璃碗能有多耐热？我再为大家演示一下。祖宗呀，你别搞了行不行？想必大家现在一定在想，这个玻璃器具要如何购买？这个我非常抱歉地告诉大家，按照原来的计划是没有的。陆
二良，别说其他，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说不卖，你觉得大家能同意吗？就是，你先把台上的4件卖了再说其他。开什么价？我出1000贯买4件。卖！你没事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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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玻璃今天现场就卖。由于之前没有安排售卖环节，所以刚才我请示李蜀客。李蜀客认为今天的发布会是我主办，就让我自行决定，但是一定要让大家都有所获，所以我将要以拍卖的方式售卖一批玻璃器具。快点开始吧！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在拍卖之前，我给大家准备了一点礼物。还有谁？这可是精心设计的 logo。陆二郎，为什么我等没有收到玻璃牌？你怎么好意思问为什么？这礼物自然是给朋友和客人的。你们算什么？刚拆完台还想要礼物？你们刚才不是要走的吗？现在要什么礼物？幸好我们刚才没有走，要不然哪能有机会得到这么好的玻璃牌？简直鬼斧神工！要我说，再废话就赶出去得了。不知道这份小礼物大家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就好。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拍卖环节。二郎，这接下来的拍卖环节有没有什么限制？老狐狸暗中求李良竞争多赚点钱，还能卖个人情，何乐而不为？回礼数没有任何限制。下面正式进入拍卖环节，首先是第一套酒具拍卖，开始竞拍。5000贯。5000韩，折合3000万啊！这老家伙真狠。陆二郎，是不是该确认价格以及询问是否有人加价了？廖家主叫价5000贯，请问有没有人加价？没有就由廖家主所得。起拍价500贯，每次喊价最少50贯。开始竞拍。第三套起拍价1000贯，8000贯。太意外了，太开心了！42000贯，2、3亿啊！非常感谢大家对我陆家玻璃的支持。本次拍卖部分到此结束了，下面且慢。不知道有何指教？最开始，足下拿出4件玻璃器展示，继而拍卖。刚才3组拍品都对应了之前的玻璃器，在下正期待拍这第4组玻璃珠，怎么就结束了呢？玻璃珠稍后环节会有，不过却不在今日拍卖。如果你想要购买，可以在今日聚会结束之后约个时间详谈。关于玻璃珠，我有一故事要讲，各位坐好了，请听 VCR。大家注意看，这个小龙叫小龙，还有个巫师叫丧彪。相传上古有一巨蛟，辛苦修炼1000年方得化龙。蛟化龙乃是逆天改命，须得经历雷劫才能成功化龙，渡劫过程凶险无比，一不小心就生死道消。巨蛟用尽最后的法力，顶过最后一波雷劫，终于化龙成功。但由蛟化龙刚凝聚的龙珠内灵力匮乏，龙珠凝聚后还要吸收天地灵力，充满龙珠才能达到巅峰状态，而没有补充灵力时则虚弱无比。谁知还不待蛟龙补充灵力，一位巫师出现了，二话不说就要扑杀蛟龙夺取龙珠。蛟龙奋力逃跑，奈何巫师也是法力高强，一追一逃就是7天7夜。这一日，蛟龙精疲力尽，已经无力再逃，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但也不想便宜了巫师，于是蛟龙汇聚全身精血爆炸，与巫师同归于尽。别停啊，接着讲。但是蛟龙在爆炸之际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后手，炸裂的血肉精华都附着着巨龙的精气神，所以并没有消散，而是凝聚成了9颗伪龙珠，飞向4面八方。每个龙珠内都有星星，分别从1到9颗。传说，如果有人找到这9颗龙珠，把伪龙珠汇聚在一起时，将会融合成龙珠，让巨龙重生。而巨龙为了感谢找到龙珠的人，则会满足他一个愿望，
龙珠，没错，就是龙珠。这个龙珠是根据传说打造的，内部的黑色星星，大家仔细看，能看到一丝红色流转。其实，这是极品龙血石，红到发黑。龙珠，你开个价，我要了。如我之前所说，这个不卖。不过拿出来就是要出手的。马上我就会公布获得此物的方法。下面还是继续介绍这个龙珠。由于极品龙血石也是机缘巧合获得，所以数量有限，最终只打造了1到8星的龙珠。你是说这珠子一共8颗？是的。由于过于珍贵，今天只带来一颗星的龙珠。下面我就为大家说明如何获得此珠。辣椒和橡胶树最高10分，吃货的执念和工业发展的必需品。在下卡米拉，卡拉咪？是卡米利亚。好的，卡拉咪，你继续。在下有你清单上的物品。真的？是的，应该是辣椒，不过东西没有带在身上，明日可带着到贵府交换。辣椒，终于能有质的提升了，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！明天就明天，我一定扫踏相迎。只是在这之前，在下还有个不情之求。说，客气什么？只要我能办的，尽管提。带着定金先回家，顺便去买2头猪回去，让大家庆祝一下。徐大牛留下赶车。该不会真的只是喝酒听曲吧？卡拉米，你太不上道了！难道我在大唐的第一次要献给五姑娘？对不起，我今天狂赚4万贯的身价啊！卡拉米果然上道，快点！真人还是头一次见，这冲击感太强了，要怎么开始？直接扑还是搞点铺垫？管他什么铺垫，老子可是40岁的灵魂。还当你是个粗国，逗弄你一番，没想到是花丛老手，老娘倒是被你骗了。美女爆粗口都这么吸引人，新手老手的有什么问题？我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我哪里就像个初哥了？不是粗哥，那就是没见过美女，看到老娘就流哈喇子，还一脸慈祥，像个憨憨。不过那2下捏倒是挺服，骨头都酥了。这小身板太弱了，估计还没办事就得累趴下。你就打算这样服侍客人吗？那我只能去找贾母理论一番了。看着文文弱弱的，今夜是射跑一个，还仗势欺人。这个你情我愿的事儿，我花了钱消遣，怎么被你说的这么不堪？你也别给我装可怜，要怎么样才行？说吧。扭扭捏捏的，估计是要加钱。那滚鬼是要先数落一下，陆家建新培，单名一柔字。在下陆星野。诗词歌赋？不会。琴棋书画？不会。逛青楼还得考状元，古人脑子真不正常，干脆用强的。这也不会，那也不会，还好意思学人家来青楼？我还是去找贾母聊聊吧。切，啥也不会就知道找贾母，要不你自己说你会啥？要我说，那还真会不少，奇谈怪论，奇珍异宝。
那你先讲个奇谈怪论来听听，我最喜欢听书了。总算扳回一城。太原府有个姓王的书生，大清早出门，在路上遇见一个女子。王生蹑手蹑脚走到窗前，朝里面偷看，只见一个恶鬼，脸色沁碎，牙齿鳞森，犹如锯齿一般。那鬼把一张人皮铺在床上，正拿着一支彩笔在上面描活着。我看的书是残本，到这里就没有了。除了故事，我还有宝贝呢。故事我们一会儿踏上再讲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珍宝。玻璃珠，这下稳了。抓贼！哇，这就是今天传得沸沸扬扬的龙珠啊！这个里面怎么没有星星？关你什么事？怎么哪儿都有你？我就要管！你才是哪儿都有你！好好的不但学些奇迹妖术，年纪轻轻学人家寻花问柳，不知羞耻！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俩很熟吗？你谁啊？我是杨玉瑶。你是杨玉瑶？你是杨玉瑶又活的杨玉瑶？怎么会在灵州？令尊名讳是杨景修，正是先父名讳。你还有个姐姐叫杨玉欢？你怎么知道三姐名讳？好疼，看来不是做梦。神神叨叨的，我叫杨玉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可就算你是杨玉瑶，也不能抢我的玻璃珠，还打扰我棉花素柳。未来处在话题中心的人物，麻烦不断，还是少牵扯为妙。哼，小气鬼！他为什么在这里？你不解释一下吗？原来是被这两个丫头合伙捉弄了。困了，你们到侧屋去，我要休息了。刚才是不是太冰冷，伤了小姑娘的心？等一下。这个我多的是，这一个你就拿去玩吧。死神勒住脖子了，好不容易有钱了，一分还没花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有本事单挑啊！偷袭我还叫单挑？住手！杨早，你仙人板板的，不是让你不要来找我的吗？咋个又来？还冲撞我的客人！柔儿，对不起，我就是见不得你跟别人好。这叫杨昭的居然是个舔狗！你不想又能怎么样？有本事你给老娘赎身，没本事少来坏娘生意，因为你现在都没客人找我了。柔儿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尽快攒够钱给你赎身。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娶你的。老娘相信你个锤子！这个话你都说多少遍了？就算够了！这王八蛋刚才差点杀了我，你俩还在我面前打情骂俏，老子不发火，你当我是 Hello Kitty 啊？老娘早晚要找你害死！说说吧，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了心爱之人争风吃醋，还差点要了我的命，直接报官处理。郎君，虽然他冲撞你不对，可是也是事出有因，求陆郎饶过他这次，只要你愿意放他一马，我愿付出任何代价。这两人倒是真爱，但差点被杀，总得让他付出代价。柔儿，你不要去求他，你有能耐就杀了我，不要为难柔儿。郎君，求你放过我表兄，玉奴也愿答应你任何要求。要不这颗玻璃珠还给你，求求你了。放他一马也不是不行，
不过我命都差点没有了，他总要付出点代价才行。不知道是什么代价？什么惹祸，什么就是代价。二郎，要怎么让他付出代价？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为了陪小娘子。应该说他是因为女人才来杀我的，所以我们要除去根源问题。二郎，你是要……没错。什么根源？很严重吗？我看你的脸色都不好了。或许这就是他的命，谁叫他惹了不该惹的人？二郎这不好下刀啊，确实不好下刀，他老是乱动。大牛兄，要不你用手抓着，我来割。闭嘴！哦，没说话，老实点。要不二郎你别说下去，我力气小，让我想想。有了。你去按着他的肩膀，我要帮他彻底解决麻烦。反正你的头只能留一个，你接下来的动作将决定他留哪个头。还好，还在。刚才吓死我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郎君莫怕，那是陆二桑用刀背吓唬您的。过瘾！这陆二郎该不会是个变态吧？东西没有问题，我很满意。按理要等到我培育出来才算完成悬赏，不过这毕竟是找到的第一份，所以就免除这个培育验证的环节。如此就多谢了，只是不知道这悬赏的酬劳。这个悬赏现在就可以兑现，只是不知道你是要积分还是兑换龙珠。兑换龙珠可以，不过提供辣椒获得的积分只能兑换1星龙珠。没有问题，劳烦小郎君了。小郎君，我在此地的货已经采买的差不多了，近日就要返回西境，还望体谅一下，再卖几件玻璃与我。这个真没有。小郎君不如听听我的条件。我有你清单上橡胶树的信息，可是要获得却很困难。如果我能携带更多的玻璃回去，我有信心能够把你想要的植物带回来。橡胶树，辣椒都有了，橡胶树也不是不可能。是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玻璃的事情好说，就是不知道多久能够带来。大约需要1年的时间。不行，太久了。我希望3个月。不行，最少半年的时间，少1天都不可能。好，就半年。小郎君太狡猾了。二郎，昨天拍卖说的是3天内送来剩余的货款，完成交易。你说这都晌午了，怎么一家送钱过来的都没有？该不会是变卦了吧？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放心好了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毕竟，那么大笔钱也不是说随便就拿出来的，总要耽搁些时间。是吗？可我这心里却一直不安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卖得太贵了？毕竟成本。福伯太善良了。奢侈品从来都与成本无关，是市场决定的。价格没有问题，这都是他们自己出的价，不用担心。再等等，不是说的3天吗？上万贯，这整车的也太麻烦了。有钱了，要用个舒服的姿势在云鹿王朝躺平，好好享受生活。二郎，你来了，我带兄弟们谢谢你安排买的猪，大家伙好久没这么热闹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干嘛？不过你这个猪打算怎么吃？还能怎么吃？当然是肥肉熬油，瘦肉和骨头炖得烂乎乎的，那直接抱着啃，可香了。就这，猪杀好了放那儿，我安排人来烧，让你见识一下猪肉要怎么吃。你说的不会是炒菜吧？上次吃过，特别香。差不多吧，你就等着吃吧。我这有个事情需要麻烦莫二叔，不过我说了，你千万不要让福伯和我大哥知道，我今天早上被人刺杀了。
你受伤了没有？刺客抓到了吗？我没有事儿，这不好好的，我也就是怕大哥和福伯担心，才让你保密的。知道为什么要刺杀你，是不是跟昨天的玻璃有关？不是的，是因为一个误会。总之这次的事已经过去了，通过这件事倒是给我提了个醒。我想说以后少不了到处跑，莫二叔能不能安排2个人贴身保护我？这个没有问题，我这2日就给你安排。上菜，干腰合炒爆炒肥肠，红烧肉、蒜泥白肉凉拌猪头肉，太好吃了。大哥不在家，今天请大嫂和莫二叔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。你大哥长期在军所，二郎有什么事自己拿主意就好了，不必问我等。如果是小事，我也就自己决定了。只是这个牵扯较大，还是先跟你们商量一下。昨日拍卖玻璃赚了一点钱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。我准备新建一批房子，让大家都住到新房子里。这固然是好事，但是是否有些大费周章？毕竟重新建那么多房屋，可不是个小事情。再说现在的房子虽然是简陋了些，但都还很结实，再住个10年20年的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大嫂，你怕是不知道到底赚了多少吧？这倒是真的不知道。哼，不就几千贯吗？按你这样乱来，也撑不了多久。那什么，不是几千贯，是4万贯，准确的说是4万2千贯。多少？4万贯？好吧，我收回刚才的话。这么多钱，你重建个庄子最多几千贯，4万贯最后估计也剩不下什么。不过懒得吓你们了。那大嫂，你的意思呢？我一个妇人能用什么意见？你差人知会你兄长一声也就是了。你说这什么规划的，我也不会。你与莫二叔谈吧，我先回屋了。也好，那我跟莫二叔商量。按照你的意思，为了建这新庄子，你还要专门建造炼钢作坊和水泥作坊，还有这些什么完全搞不明白的地方。不过如果是真的，那真太了不起了。你这弄下来，恐怕这几万贯也所剩无几了。现在你是不是精神造纸已经图纸？而且你是不是一开始就按照这几万贯折腾的？是什么？哎呦，二郎啊！你说好不容易有这些钱，好好过日子不成吗？修个房子这么折腾，花这老些钱，老奴这心里怎么堵得慌？福伯，你别担心，钱花了还能继续赚。你忘记了，一开始卖竹虫，要舍得本钱才能赚钱。这些作坊建好了，我们用完还可以对外卖，那都是源源不断的钱。更何况我们还有玻璃这个下金蛋的鸡。昨天有几家知会今天送钱过来，老奴去忙了。就是咱们维护人际吧。原来是这话，真没有，这是维护的好不好啊？我要出去几日，让福伯你去蜀寻觅个铺子，要空间大、环境清幽一点的地方。仓库里的绢布拿些出来，给大伙儿都做些新衣服。还不知道这位姐姐怎么称呼？奴家唤作香雪。香雪，好名字。不如我教你玩个游戏吧。去把跳棋拿过来。脸都被打肿了，美女陪玩也得赢才开心啊！我还是自己玩去吧。真舒服，终于不用当苦逼打工脚了，想怎么掉就怎么掉。啊！仲宇！啊！我的鱼！
鱼啊！我的能把杆子拖走的鱼啊！啊！是不是有什么事找我？你这人怎么这样，说话冷冰冰的？我冷冰冰，你不懂。没破口大骂，没动手，就是我对你最大的温柔。既然我这么令人厌恶，那我走好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说话太冲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们是朋友吗？要不是你漂亮，谁想理你？现在我们是朋友了。其实我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的，我马上就要同叔父回王都了。福来楼我倒是同叔父去吃过，菜品都很新奇，味道也特别的好，令人回味无穷。不过好可惜，我现在就要回去了。那确实挺可惜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送你件礼物。礼物不算贵重，不过出发之后再解开。好的，那个，能不能把跳棋也送给我？不行，而且我恨跳棋。小气。那我去王都，你可以给我写信吗？写信啊？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吧。方便，我只是担心自己的字污了你的眼睛。嘻嘻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污了我的眼睛的。那我走了。这一别，她就要嫁给沈玄策，开启传奇人生了吧？就像送别一个不熟的朋友。是不是舍不得呀？老娘跟你说，你要是辜负幺妹儿，我……你放心好了，轮不到我辜负你的幺妹。小娘子，这是什么？好漂亮啊！这是跳棋。应该出发了吧？希望我随手拿的礼物他不要嫌弃，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哼，鱼群还在，古代的鱼比后世笨多了。肯定有大鱼，这破装备。以后有了好鱼竿，再来盘你们。杨玉瑶就是个麻烦根源，我只想赚一点零花钱躺平啊。去烧火。二郎，吃食都弄好了，快来吃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吃。好吃！这些菜都好好吃啊，而且全都是我没有吃过的菜式。从来没出息的样子，好像上辈子是饿死的，不就是福来楼的新食材吗？你们这是在干嘛？我是想说，你们砍竹子准备拿来做什么？那什么徐嫂的厨艺了得，鱼烧的太好吃了。我们兄弟二人比较喜欢吃蟹，就想编些笼子抓螃蟹，让徐嫂烧来吃。我也很喜欢吃螃蟹，你们带我一起抓吧。二郎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别再被竹子划伤了。我们两个去抓，你就等着吃就好了。可我不光喜欢吃，也喜欢抓呀。对于摸鱼捉虾，我可也是行家。我读书少，你别骗我。香雪，我来了。你个色批，果然没安好心。安个屁的心！难不成我从花楼请你们来是看风景啊？哼，那我不管，有我在，你休想对不起幺妹。唉，算我怕了你，那你也出去，我要睡觉。不行，我不习惯跟别人挤一起，我睡这个帐篷，你出去。好男不跟女斗。福伯，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算你有口福，赶紧来一起吃。福伯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在家忙着整理财货吗？哎呦，你看老奴这脑子，都怪徐某你做的菜太好吃了。二郎啊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儿？很急吗？这个，你还是跟我回去一趟吧，路上跟你慢慢说。急倒也不是特别急，把饭吃完应该是耽搁不了。阿爷，看你愁眉不展的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是冰儿啊，你来看看这个，入手冰凉，质地坚硬，表面光滑，这不会是琉璃吧？不对，传说琉璃都比较浑浊，
像这么通透无色的是什么？这叫玻璃，也是琉璃，只是在琉璃的基础上改进了配方。那这不就是属于极品琉璃？就这一个小小的杯子，恐怕都价值不菲。不知阿耶从何处得来这等宝贝？陆家。阿耶是如何从陆家取得这宝贝的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从陆家买来的，5000贯。何必花这么大的代价从陆家买？为何不像以往那般？不是你想的那般，这是陆家拿到拍卖会上卖的。我若不买，就会被其他人得去，而且这个价格绝对是赚了。换做其他人，有这等宝贝可不会如此贱卖，这可是能换到钱买不来的东西。而且我已经安排人去探查陆家的情况了，此事你就不要管了。倒是你最近学业如何了？在学堂有没有什么难以处置的事情？学问自是日益精进，只是杨家小娘子从上次私塾之行后便不再搭理孩儿。哼，杨家虽然是前朝皇族后裔，但毕竟已经没落，对你以后也无甚注意，不必强求。可是孩儿就是喜欢他，这个事情都怪陆家小子，要不是因为他，玉琪也不会疏远我，我早晚要报了此仇。陆家小子陆星野吗？详细说与我听。以往都说陆家小子愚笨不开窍，一个人不可能突然变聪明，看来陆家小子有点蹊跷。阿爹，你是说陆家小子以前在藏罪？应该是了，只是以往整个陆家行事低调，凡事忍让，不知道现在那小子锋芒毕露是为了什么。不管是因为什么，都不能让陆家再发展下去。一旦陆家崛起，对我们十分不利，隐患就要扼杀在摇篮中。对付陆家，孩儿愿做马前卒。主子，探子失手了，现在人已经被陆家扣下。这么不小心，有没有后患？主子请放心，派出去的都是安排好了，嘴巴严得很，就算死也不会牵连到您。哼，都查到了些什么？陆家小子和福来楼交往过密，福来楼的新菜品跟他也有关系。那新菜品的配方有没有查到？这个没有，福来楼后厨像铁桶一样。那关于玻璃查到什么？陆家比福来楼还难探查，我们的探子还没接近庄子外围就被驱离了，只有这一个进去了，这都过去1日还没有出来，所以我不想听废话。玻璃配方呢？回主子，还没有查到玻璃相关的情报。废物！去皇家走一趟，下一份拜帖。太血腥了，差点吐了。这就是你们抓的窃贼，怎么打成这个样子？昨夜连夜审的，这家伙嘴硬得很，要不是我还有些手段，估计不会招的。太血腥了，打打杀杀的多不好。你请严四叔来给他医治，人别死了。都问到些什么？贼人是冲着玻璃来的，其实在这个之前也来过几波，都在外围转悠，被发现后就退了。这个人去而复返，潜入庄内才给抓起来的。没想到这玻璃居然引起这么多觊觎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玻璃在古代的价值，财帛动人心啊。是啊，在你拿去拍卖之前，谁也没想到玻璃会卖出那么高的价钱。只是不知道庄上的防卫怎么样，这样一直被人惦记着，总是让人不安。这你倒不用太担心，毕竟我们也不是浪得虚名的，以前那是低调隐忍。现如今按照一个贵族正常做派，我们陆家在灵州明面上谁都能硬刚，安德莱那儿就更不带怕的。也对，玄甲巡守可不是吃素的，不过防身的护卫手段也得提上日程了，没点自保手段怎么行？对了，这贼人叫什么？是谁派来的？廖家，廖坤。又是廖家，拍卖会的账还没找他算呢，早晚收拾他。人怎么处理？要送官吗？没有必要，送官也没什么意义，先关着，记着要善待囚犯，吃食按我们正常吃的提供。二郎，这么好的伙食，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说实在的，没把他打死就是我最大的仁慈了。就一点吃的无所谓，就当喂猪了。以后再有闯入的，全部给抓了关起来，一律按照这个操作。这可是上好的吃食，什么当喂猪？猪能吃上肉，我还想当猪呢。图纸看得怎么样了？我看到里面作坊的图纸，虽然标注了是要做什么的，
可是基本都是我没见过，或者跟我见过的不一样。所以我已经着手在购买材料，准备早点开工。这很好啊，我们越早动工，大家就越早住进新房子里。图纸还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？饥饿营销才是王道，每月2-3万磅营业额就足够了，少点人手生产玻璃无所谓，得抓紧搞发电机和电池池。福伯，辣椒怎么样了？种子很好，因为被水浸泡过，现在有些发胀，没有发霉。有我照顾你就放心吧，绝对能给你种出来。对了，二郎，过几日就是你的诞辰。往年日子过得拮据，也没有操办过。想着今年的日子好了，到时候操办一下，大伙儿也乐呵乐呵。生日啊，福伯，这个可以有，大办特办。操办就交给我来安排吧，我要过个不一样的生日。穿越后的第一个生日，必须搞个大蛋糕，奢侈一把。二郎啊，你可知道这桌子上铺的可是上好的绸缎啊？不知道，怎么了？这个是上好的大红锦缎，一匹值3贯钱。就你这院子的锦缎就得100多贯，你要桌布干嘛要用这么好的？虽说现在有钱了，可也不能这么糟蹋呀。你知道100贯可以买多少粮食吗？你知道？哎，怪老奴太过计较了，还望二郎原谅老奴冒犯。福伯，看你说的，我一直当你是长辈，说几句也是应该的，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。上菜喽！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川坝坝宴啊！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前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，我宣布首届坝坝宴正式开席。哟喂，我说啥子啦？那么香，我老远就闻到了，那是在吃饭吗？什么风把裴娘子吹来了？裴娘子要是有什么事情忙，我就不送了。我就是特意来找小公子的，你不请我坐下吗？过门都是客，既然来了就坐下吧，还望小娘子不要嫌弃。恭祝你福寿与天齐，庆贺你生辰快乐！这是要祝福我，还是要逐了我？看在你们是一群压抑许久的高手的份上，我原谅你们了。送个信为什么要自己跑一趟？叫人送来不就行了？你这个薄情寡性的人，这么重要的信当然要亲自送到你手上才行啊！居然还问为什么？我信了你的邪，就个笔友信能有多重要？分明是馋徐婶的菜。你说的都对，信呢？你这什么态度？信不信我把信带回去了？有劳裴小娘子前来送信。这还差不多。既然知道我为了你们的事辛苦了，你就口头谢一句啊。那以裴小娘子的意思呢？那个什么蛋糕挺好吃的，我还没吃过瘾。行，瑶儿，去拿一盒蛋糕给裴小娘子打包带着回去吃。带，给您老人家也带一盒回去吃。就冲二郎你这个蛋糕，今天不管什么难事雷叔都给你办了。倒不是什么难事，去我家屋里谈。好喝啊！雷伯父，你这是干嘛？吓我一跳。抱歉，这个是茶叶吗？如此清爽甘甜，茶香浓郁。是茶叶，只因我喝不惯煮的茶，于是研究出这炒茶，炒完直接热水冲泡，不仅清淡，而且方便。是吗？这个确实是清淡，但是茶香浓郁，而且不苦涩，比煮茶精妙得多了。只是不知道这个茶叶制作难吗？这老狐狸，想要直说吗？雷伯父不必麻烦，存货我多的是，你要的话等下回去带一点。这多不好意思，那什么家里人多，给我多带点。好说，我们还是聊聊今天请雷伯父来的事吧。小郎君
请你帮帮我。有鬼啊！傅伯，有敌人吗？你刚才大叫，不是有人要伤害你吗？刚才说话的是你。是的，小郎君。你不是不愿意说话的吗？怎么突然说话了？还大半夜的在我背后。白天人多，至于原因。白天人多，所以晚上要吓死我吗？大郎、莫二叔，二郎是被蛇吓到了，没什么事儿，蛇我来处理，大家散了吧。是。别委屈，我先被你吓半死，再被整个庄子射死，我都还没说什么，你先委屈上了。以往你读书写字，我不是都这样随意冲出你的房间吗？不就说句话，你干嘛这样？那能一样吗？你以前就是个哑巴，这大半夜的发出声音来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可是我的声音有那么吓人吗？娘亲说我的声音是最好听的。我承认你的声音很好听，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突然开口说话了。以前不是说不能说话的吗？你是说我给你带来幸福感？具体说说，是因为什么让你感觉到幸福的？因为蛋糕。蛋糕？是的，蛋糕。我以为是我帅气的外表，显赫的事实，也可能是我鬼斧神工的智慧，万万没想到。可是为什么？蛋糕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，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所以带给我蛋糕的人，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。关键蛋糕是黄掌柜和徐叟做的，你冲我说话干嘛？因为蛋糕是你交给黄掌柜的。好像有点道理。而且我感觉跟你在一起还能吃到更多的美味。这吃货的直觉绝了，我还有火锅、烧烤、甜品没拿出来呢。唉，那你说让我帮你又是什么意思？不会是要帮你找娘吧？是的，我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都献给郎君。你快把衣服穿好，我帮你找。陆星爷，你闲人斑斑，你居然给老娘下毒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是怎么了？这都拉脱水了。你还有脸问？不是你给我下的毒吗？我就捉弄你一下，你却要我的命！下毒？下什么毒？我这2天都没见过你，怎么下毒？是蛋糕，你在蛋糕里下的毒。唉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蛋糕没有问题的。对了，你说吃蛋糕中毒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今天早上。你不是前天吃的蛋糕，今天早上毒发关我什么事儿？我今天早上也吃了，估计你这个要积累到一定量才会毒发。等等，你说今天早上还在吃？我知道原因，那是蛋糕坏掉了。这么热的天又没有冰箱，常温放2天不吃拉肚子才怪呢。说什么你把蛋糕放坏了才吃，吃出问题关我屁事儿，亏我还好心给你打包。糟了！哎呦，夫人，我的肚子又疼了。一波去寻上官瑶的母亲，另一波去西南部找石油。有了黑水，便能为照明、运输和工坊提供新的动力，也能让乡里的日子更方便。搬运前世记忆容易，可这没材料没设备的，唉，1个小实验得绕9区18万。长命他还小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而且也没有别人知道，我们不要说出去就行了。夫人之见，自从进了陆家，二郎如何待我们的你都忘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瞒着二郎？但是如果告诉了二郎，那长命他会不会？不能告诉二郎。可长命那不信瞒了此事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再见二娘？婆娘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就算二郎得罪，也是拿我的命抵。不起来就不用说了，全都给我滚出去！
那可是我的宝贝疙瘩呀。不过人没事就好。引以为戒，以后绝对不准再偷偷溜进实验室。我想以后还能够进入宝室，请求郎君准予。不要胡闹，你还嫌自己闯的祸不够大吗？我没有胡闹，我只是想像郎君一样探究事物之间的变化。就你还想跟二郎一样？看我不揍你个憨娃！徐大哥，你别揍他吧。你说你喜欢探究事物之间的变化，你之前是不是看过我做实验？之前好奇偷看过郎君在房间里把不同的水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就会有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就特别的想自己尝试，然后很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，想问郎君，可是又不敢，然后就偷偷的学着郎君的样子把它们搅到一起。这小子有强烈的求知欲，是个学工造的苗子，我正缺这样的人手。你如果想探究这些也可以，不过你要正式拜我为师。你先别着急，我还有条件。师父请说。第一，所学的知识没有我的允许，10年内不准传授，甚至告诉其他人。弟子愿意。第二，你和你的父母10年内不能为自己赎身，你父母要在陆家做工。弟子愿意。好了，条件就这么多，可以拜师了。啊，没有别的条件了？哦，还有一个。第三，尊师重道，听话勤快。愿意，愿意。弟子谨遵师命。二郎真待我们实在太好了，长命你要努力学本事，早日帮二郎分忧。就是二郎简直就是活菩萨，这么大的事儿不但不怪，还要收长命做徒弟。赶明儿我要给二郎立个生祠，早晚拜祭，保佑二郎长命百岁。夫君，星儿自从回来就一直闹着要出去，你看现在人都瘦了一圈了，我看着实在是心疼。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你怎么能这样说星儿？他也只是信守承诺而已。信守什么承诺？那可是1000多贯，学什么厨艺要把酒楼一半的盈利都给别人？幸亏廖家告知，灵州的酒楼有大笔财货送到了奇怪的去处，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这逆子瞒多久。可是星儿他也确实帮家里赚了钱，送回来的盈余也是之前的5倍还多。若是如此经营下去，不出月余就能超过1州总店。夫君，你应当信守承诺才是。莫不是那逆子央求你来做罪客，吃里扒外还成了功劳？你不要浪费口舌了。告诉他乖乖在家温书，明年开春到王都去求学，现在哪儿也别想去。主人，廖家家主求见，人已到了外院。请进正堂候茶，我马上就到。二郎回来了，怎么这次一去这么久才回家？主家这次的差事有点远，所以耽搁了几日。二郎，你好像胖了不少，是不是这趟差事比轻松？娘，你肯定看错了，跑了一趟差事怎么还能胖了？家中无事便好，我去交差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还是毛毛躁躁的？有这么好的主家，可要对差事上点心。小的赵二见过孙管家。不用客套，我来问你，怎么一去这么久，可有所收获？等等，你是不是胖了？可能是因为关起来的时候被绑着，身上肿起来了，现在浑身酸疼。哼，好吧，那你接着说说收获如何？小的出师不利，刚潜入就被抓住了。废物，你还好意思回来交差？孙管家，小的也不能说一点收获也没有，至少陆家的地形小的摸清楚了，再潜入也容易一些。算你说的有道理，不过这次任务没有完成，这个月的月钱减半。孙管家，小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家里就等着月钱买米下锅呢，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这事儿没得商量，想要月钱就表现好点。你被抓了这几日，他们没有对你用刑，有没有说些对主人不利的？他们开始是要对我用刑的，可是我说我背后的人是他们得罪不起的，他们就没有再用强，因此我也没有招供任何事情。陆家果然还是那副软弱的怂样。好了，那你去忙你的吧。孙管家，那小的的月钱你看？看什么看？你再废话，另一半也给扣下。阿娘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天天吃上鸡腿的。徐嫂，给我做点吃的，饿了。好的，二郎，你要吃点什么？你最近有去福来楼吗？有些日子没有去过了。以前黄掌柜有时会让我去帮忙或者探讨厨艺，可是最近都没有来请我。我是说最近怎么少点什么？之前黄胖子隔3差5要来找我请教厨艺上的事，最近这突然不来了，是有点怪怪的。徐嫂，你忙着，做好了喊我。去一趟福来楼，让黄胖子来见我。
没见到黄掌柜，福来楼的人凶得很，掌柜的好像换人了。算算时间，分红早该送来了，看来福来楼出事了。郎君是要用膳吗？找人，去把黄胖子叫过来。小的还是去把掌柜的给你叫来吧。我要找的是黄胖子，这个酒楼的掌柜，给我叫他出来。叫谁黄胖子呢？我也姓黄，行不行？我就是酒楼掌柜。你也姓黄，那你跟黄胖子不？之前的掌柜什么关系？哼，这不用你操心，跟你没关系。那我问点跟我有关系的，这个月的分红怎么还没有到位？什么分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跟我耍无赖是不是？我们可是规规矩矩的生意人，从来不会耍赖。你说的什么分红？你拿出证据来。当初没签文书，确实没证据，得先弄清黄胖子是白眼狼还是出事了。我的证据在黄胖子身上，我给你3天时间让黄胖子来见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呸！什么东西？打探到上官瑶母亲下落了，她被万龙山的山贼劫走，结果设下比武赌局，打赢了寨主，现在自己成了万龙寨寨主。他一听女儿安好，说安排好山寨事宜，就亲自来寻。这母女俩都不是省油的灯啊！二郎，二郎，有美女找你。福伯，什么美女？在哪儿呢？是瑶儿母亲要见你。等我睡醒。怎么，美女都没你睡觉重要？美女，能不能麻烦你先出去，我把衣服穿好。昨夜瑶儿告诉我前因后果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就这个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就是下次有事先沟通，不要上来就动刀子，很容易误伤。没事就这样吧。有事？我说你到底得有多困啊？我这么个大美女找你聊天，怎么还不情不愿的？赶紧说什么事儿吧。那我就直接说了，我要吃蛋糕。吃就吃呗，喊我干什么？你看，我就说小郎君是个爽快的，这点事儿还用得着商量吗？二郎，这蛋糕材料都金贵着呢，牛奶、白糖、蜂蜜都是稀罕物，一个蛋糕做下来可是得要几千钱。福伯，你真是守着金山喊穷，那么多钱吃个蛋糕咋了？钱就是拿来花的。再说我也想吃。这些菜我都没有吃过，这几个菜不要，其他的全部来一遍。这个没吃过是要尝尝，可是我们也吃不了这么多，不要浪费，就按今天的菜谱做好了。真是个磨人的妖精。对了，今天给福来楼的3日之期到了。廖家家主廖坤，黄家家主黄暗潭前来拜会。二郎，要不先请他们进去？请。入口微涩，回甘无穷，这是茶吗？是茶，这个就是普通茶叶，经过秘法制作，开水冲泡即可，制作难度极高，所以暂时不卖。这位黄家家主是哪个黄家？我不是很了解。我就是福来楼的东家，姓黄，名安泰。我还没去找你，你倒自己送上门了。今日冒昧来访，却有不得已的事情，还望海涵。别绕弯子，直接说，我一会儿还有事要问你。鬼啊！别叫，我是瑶儿娘亲，我不会对你不利。这声音和瑶儿一样甜，却多了股成熟的魅惑。下流！抱歉，刚才突然口干舌燥，不是有意占你便宜的。你就是陆星野吧？正是，不知道美女怎么称呼？很适合我，你就称呼我美女吧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叫上官凤兰。瑶儿姓上官，怎么现在流行跟母亲姓吗？只恨我上官家的男儿不争气，不然哪用得着我随母姓？上官，大唐云鹿王朝最有名的上官家女人，上官青婉是你娘。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？
别激动，我只是从你的话里推测的，因为上官家有名气的女人，除了上官婉儿，我也想不出第二个了。哼，就你这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还学人家风流，小心死在床上。啊，这母女俩怎么都这么生猛？大半夜跑来吓人还爆粗口。我带你去找瑶儿吧。不用，已经见过了。只是瑶儿把你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我就特地来看看，够不够资格让我瑶儿喜欢。看什么看？我当然够。不对，我为什么要配得上你女儿？我也没打算娶她。你不娶，你不娶，你为什么占了我瑶儿的身子？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什么时候占她的身子了？你没占她身子，她怎么会开口跟你说话？如果强占她身子，她也会说话吗？那她会杀了你。你还活着，就说明她是自愿的。美女，你都没问清楚就跑来找我，会不会太草率了一点？麻烦你先回去又问清楚。那我先回去问清楚。二郎这身体也太虚了，这才多一会儿就完事儿了。我儿从小聪慧，而且福运滔天。10岁那年，被一位老神仙收为入室弟子，跟随老神仙学艺18载。如今学成归来，在灵州开了一家酒楼。老神仙教了18年厨子，开个酒楼算哪门子学成归来？我儿从老神仙那儿得了一本奇书《天工开物》，里面记录了神奇的烹饪之法和菜谱，书中还有关于制作玻璃的方法。你儿子是黄胖子？什么黄胖子？是我儿星夜。你这年轻人怎么如此毛躁？如此反复打断他人说话，很是无礼。行了，少废话，继续说吧。只是此书竟然被人抢夺，无奈此书十分重要，因此才前来索要，还请陆郎君成全。明明是我教的，现在倒打一耙说我抢了他的书，这吃相太难看了。看他这含糊其辞的样子，黄胖子应该没参与。明明是我教的你儿子，结果到你这儿颠倒黑白。哼！再说了，你说我拿的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自然有，只是不能给你看。你速速把奇书还来！我还你大爷！没有我还什么？污言秽语！书一定是被你藏起来了，你可敢让我们搜上一搜？想搜庄子，就你们也配？如果陆郎君不允，那我们只能公堂见了。随便。不是说陆家都是怂包，一听见官府就腿软吗？陆二郎，你是不是问过陆县娘再做决定，以免自误？不需要，这事儿我能定。想搜庄子门都没有，门都没有。如果我坚持要搜，你又待如何？什么？我带来的家丁被一群壮汉反包围了。既然你如此无赖行径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我们来日公堂见吧。我看你才是倒反天罡，真当我们陆家是好欺负的。不过别着急走，我有几句话要说。明天日落之前，让黄胖子带着上个月的分红来见我，这事还有转圜的余地，否则就别怪我了。哼，痴人说梦，告辞。一群废物！伯父，上次没有跟你说清楚保质期，害得您吃坏了肚子，实在是抱歉。这是今日刚做好的奶油蛋糕，全当小侄赔罪了。哈哈哈，好，好，好。不过说赔罪就严重，这个奶油蛋糕我可就不客气了。来人，把这个给夫人拿过去。等一下，记得跟夫人说，给我留块大的。好了，去吧。让贤侄见笑了。只是这奶油蛋糕实在美味，还有徐某做的菜，那真的是回味无穷。伯父过奖了，要是喜欢吃徐某做的菜，那安排一个厨子到庄上去学一下就。这真的可以吗？会不会不太好？瞧你说的，这不算啥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回去就跟徐妈说一声，你这边随时安排人过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星爷，今日应该不是特地给我这老家伙送奶油蛋糕吧？有什么事直接说，高低给你办了。糊涂啊！这事办的星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是吧？你也觉得他们不是？什么叫我怎么能这样？我怎么？
你误会了，我是说你不对，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是说你缺钱怎么不来找？你要开酒楼又为何不来找我？否则怎么会受廖皇两个狗东西的欺辱？真是气死我！你这大喘气差点把我憋死，怎么还埋怨起我来了？我这不是责怪你，只是以后有什么事找我，可不能把我当外人。你这酒楼的营业还想做的话，我这有的是现成的店铺。那倒不用了，现在不是有玻璃了吗？对，这个玻璃，你不提玻璃还好，托你的福，这次玻璃可是赚了不少，就是货太少了，一上市就被买光了，这钱赚得太容易了。这样吧，我再给你加30%的价钱。没事，赚到多少都是你的，而且以后出货量增加，价格会慢慢降下来的。又提玻璃，今天这话题还能不能拉回来了？皇家这次做出此等龌龊之事，二郎，你想要我帮你做什么？尽管直说，是要黄带太那小子的胳膊还是腿？我要你奶奶个腿！血淋淋的，怪瘆人的。啊，伯父言重了，不需要做这些打打杀杀的事。我们是文明人，我只是想借着伯父在商界的影响力，帮我散布一些消息。这算什么事儿？你找人知会一声就给你办了。你确定不要黄安泰那小子的腿？二郎，灵州刺史衙门来人，请你去对簿公堂。堂下可是苍云县陆星野？是，叫我来什么事儿？黄安泰状告你盗取皇家奇书天宫开物一事，你可认罪？哼，认什么？认你大爷！注意你的言辞，不要咆哮公堂。咆哮公堂还是私堂，都还没有问案，你就先把罪名给我定了。你这个刺史好大的威风，是不把我陆家放在眼里了？早知道就不听黄安泰的轻敌了。这陆家小子哪是个怂包，简直是个刺头。刚才是本官失言，也请你注意言辞。那黄安泰状告你盗窃皇家奇书一事，你有何要辩驳的？辩驳什么？我没做过，我可以走了吗？不行，既然别人状告你，你就要自证。那我告刺史你收受贿赂，官商勾结，迫害忠良，还请刺史自证。黄口小儿，岂敢空口白话诬陷于我？别人能空口白话告我，我怎么就不能空口白话告刺史你呢？莫非真的是官商勾结，迫害忠良？皇家告你是有证据的，不要无理取闹。哼，好说，不知道是什么证据。哼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死心，拿上来。这书不是在这儿吗？这是你偷窃纸书时被我儿发现，两人撕扯之间扯烂的，只留下了第一篇关于烹饪的部分。这道具，这故事，编得跟真的一样。为什么一开始你没说我是抢夺他的书，还给撕烂了啊？什么叫我没说？你给我机会说了吗？黄安泰状告你偷窃皇家奇书，被发现后便出手抢夺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我说你确实收了姓黄的好处，确实是官商勾结吧？放肆！证据确凿，你还要攀咬本官？真当本官不敢对你用刑不成？恼羞成怒了是吧？来人！且慢。你说证据确凿，姓黄的只是提供了天宫开物残本，还不是苦主本人来告，等于没有人证。你说我偷了，那我偷的那半本也没有，这物证也打了折扣，怎么能叫证据确凿？我不服。那你想怎样？首先要本人到场作证。刺史，我儿身患恶疾，无法前来，还望通融一下。而且我是他阿爷，我完全可以代表小儿。所谓父为子纲，既然你儿子患有恶疾，那便由你代为作证。就算这样，那物证呢？你现在这半本充其量只能算证明有这个东西，那另外半本在哪儿？这也是本官要问的，另外半本在哪儿？还请你尽快交出来，这样也可从轻发落。我教你。算了，我要文明。我压根就没拿，我教什么？这本书恐怕也是假的。不要胡说，书是验过，
确为天宫开物残本不假，破损也是新伤。你不要做无谓的狡辩，还是尽快交出剩余部分。哼，而且这天宫开物残本的价值无法正常估量。若按寻常书籍价值不过3、5贯，但如果按书可以带来的价值说，10万、100万贯也不为过。好狠毒的算计！交了配方就按普通盗窃罚款，不交就按天价抢劫处死。这是要搞死我！我要验一验天宫开文残本，我怀疑天宫开文残本作假。让他验，不要妄图销毁证据，这里可是有几10双眼睛看着呢。实锤了，酱油做旧的。我能证明这本书就是假的。为了让你们心服口服，我还需要回去一趟，准备一下。郑刺史，这不行，他肯定是见事情败露，想要藏匿起来。言之有理，现在案子未定，不能放你回去。如果我非要回去，那要看看谁能阻拦我。那你又能如何？这里可是州衙，你还想造反不成？虽然我带的人能放倒他们，但暴露玄甲巡守的实力会惹来大麻烦。还请小郎君不要为难本官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要不你安排一个人给你取，你本人不能离开，你看可否？行吧，我就遣人回去取。是。麻烦郑刺史叫人抬张桌子过来。酒精、醋、小苏打。好了，下面我要开始证明所谓天宫开物残本只是假货。正常纸张是中性的，放到这现行液中不会变色。而这本假的天宫开物残本，本来就是一本新书，是浸泡酱油做旧制成，呈酸性，放入这现行液中会变成红色。不可能，你这只是戏法。哼，戏法吗？就知道你不相信，还请刺史拿些纸和酱油。不可能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就是戏法而已，别想糊弄我。还请刺史大人给个公道。这方法简单直观，皇家要是被定性诬告反坐，那可是杀头抄家的死罪。陆郎君，你这法门我们都没有见过，这做不得数。而且皇家诉状疑点颇多，本官决定驳回皇家诉状，此案撤销。果然，你是收了皇家贿赂，官商勾结，陷害忠良。不要胡言，本官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你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战本官底线。我服输，这明白的皇家诬告，你就这么轻飘飘的接过？感情告成了我人头落地，告不成他啥事没有。今天这个事，不给判个明明白白的，别想了结。王安泰告陆星野盗窃一案因证据不足，不予立案，退堂。且慢。案件已经了结，陆将军来晚了。了结？怎么了结？我们陆家平白被诬陷了，就轻飘飘的接过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你家二郎只是依例问个话，并没有为难。再说这接诉问案乃是本官的职权，还请陆将军不要越制才是。陆清人，你敢违了州衙？莫非你要造反不成？造反不敢，我这些兄弟闲来无事，想见识一下刺史问案。至于我是听说弟弟受了委屈，特地来看看而已，请刺史尽快问案。
此事皆因我而起，陆现在也不必咄咄逼人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皇家背后势力不小，硬刚不带怕的，但我也不可能轻飘飘放过他。这个事情，星爷的态度就是陆家的态度。要我提条件是吧？枉费我教会了黄胖子，结果倒打我一耙。我的条件就是钱，全当是提前收回我的分成了。多少钱？此事才可结果。是，不会是我猜的这么多吧？没错，就是10万贯。10万贯，足以掏空皇家这些年的积攒了。我答应了。这就答应了？我本来只想榨1万贯的，这是直接喊到动动脉上了呀！星爷啊，没想到你小子狮子大开口，这一下就是10万贯，你是真敢喊！就随便喊喊，这下手头总算是宽裕了。对了，这皇家不会食言而肥或者报复我们吧？食言而肥不至于，他赖账也要问问我和身后的弟兄。不过报复倒是有可能。最近少出门，在庄上安全肯定是没有问题。出门的话多带点人。还有，你说这么多钱，那皇家居然就答应了，真是奇怪。哼，这我倒是猜出个大概。不过，恐怕他要失算了。安太贤弟，你要是真把陆家这钱给了，怕是家底也掏空了，实在是糊涂啊！唉，莫不是你打算不给这个钱，先答应了做缓兵之计？哼哼。可是陆家别看平素低调，在军中威望很高，要是发起狠来，在灵州可没人能挡。哼，彭年兄不用担心，我会如约奉上财货，不叫彭年兄为难。关键你要是给了这钱，怕是皇家从此一蹶不振，再无出头之日啊！多谢彭年兄挂怀，我不是还有福来楼的新菜吗？你可知？灵州分店上盈余增长10倍之多，目前益州那边已经在改建厨房了。等到益州酒楼推出新菜，不到半年，这些钱就回来了。而且京城也没有这些新式菜，如果到京城再开分号，陆星爷，你给我站住！看我不砍死你！居然把我姚二入了奴籍！阿娘，在我自愿的，你不要为难小郎君。傻姑娘，入了奴籍你就不能嫁给他了。两位英雄，快救命啊！你们可是奉命保护我的。二郎，别闹，我俩只是负责保护你的生命安全，可是不管你的家庭矛盾。就是，我俩可不能帮你这个猥琐男，居然母女通吃，现在发飙了找我们帮忙，太无耻了！你们这帮损友，回头让莫二叔把你们全换了！救吗？没有杀气，皮外伤死不了。娘，你怎么这样，把小郎君踢坏了？别摸！小郎君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感觉很柔软。什么？你个色批！老娘怎么没一脚踢死你？说吧，你想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现在是你在追着我打。姚二入剑籍的事，这个好办，我回头就让福爷去给放凉了。然后呢？什么然后？你不给我姚二一个名分，那他以后怎么跟着你？你还想拿我姚二当丫鬟啊？这玉姐杀伤力太大，看得我气血翻涌，脸更疼了。姚二留下可以，但我没想玩娇妻养成啊。有了，留下来简单，要名分更简单。下流坯子，还敢觊觎我！要不是打不过你，非抽你屁股不可。不是你说名分的吗？这样名分不也有了？条件就这一个，不答应就走，不伺候了。成为男人的感觉真爽，这娘们看着美，床上更是销魂。昨晚半夜她又来逼我答应照顾姚二，我故意拿她身子当筹码，没想到她玩真的。小郎君，该起床了，
不是说今天要去作坊查看修建进度，让我喊你的吗？好的，我这就起来。这以后该怎么面对瑶儿啊？头疼。莫二叔手艺绝了，我只是根据后世的记忆给了个大概样式，他竟然完美复刻出来了，我都怀疑他也是穿越者了。二郎啊，之前也没见过这个炼钢炉，也不知道建的行不行。非常的行，我敢说，一定能炼出好钢。可是，一直以来钢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，虽然我能感觉这个炉窑不一般，但你说直接炼出精铁金刚，我还是不敢相信。莫二叔，准备一下，我们先炼一炉，不就知道了？好啊，都准备差不多了，这就可以开始练了。虽然知道理论，但这可是第一次实操啊！莫二叔，之前告诉你的模具准备好了吗？是准备好了，不过这个模具造型应该是铁锅吧？这样用铁水直接铸造能用吗？古法炼铁杂质多，他担心有道理。这个能不能用的，先铸造2口锅试试不就行了？这倒是。好啊！看来这个铁成了。刚才拿铁锭的以前是打制农具的，我们都叫他老铁。他那双眼睛可是贼着呢，什么上好的铁料，他一过眼就能看出来。遇到好铁好钢，比婆娘还亲。他一定是认为这个是好铁，迫不及待的想去锻打一番了，所以我才说成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也来看看吧。肉眼也看不出成色，得拿实验房测一下。不过铸铁锅肯定没问题。没想到这个铁竟然真的可以炼出来，这个炉窑真是夺天造化，堪称神器。二郎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誓死保守这个秘密，绝不外传。古人最看重技艺保密，固步自封，技术革新才是王道啊！莫二叔，这个技术暂时是要保密，但是也不用过于看重，因为这个只是过渡用的。你知道这套炉子意味着什么吗？还不用过于看重。这套炉子虽能提高工坊效率，但离我设想的稳定工造还远得很。这点产能算什么？这个炉子很快就淘汰了，实在不必太过看重。这小子的奇思妙想超越了正常认知，说是仙人道法也不为过。莫二叔，炼铁炉全力运作，给我铸造1000口大锅，我有大用。你确定要铸造这么多铁锅？我们计划制作钢筋，还有其他奇形怪状的钢锭，可就没有材料制造了。材料抓紧买，价钱无所谓。还有那个叫零部件，简称零件，铸造完铁锅就抓紧制造零件。福伯，忙着呢。哎呦，是二郎啊，我这正要找你呢。这不巧了吗？你先说。这个仓库老奴实在是管不了，希望二两你能另请高明。这老头会读心术，上来就反将一军。福伯，你这管得好好的，说的是哪里话？我这全指着你老人家呢，别人管钱我也不放心。二郎，你不要取笑老奴了，你看看这满仓库的东西。福伯，这些奇珍异宝是什么时候倒腾的？我们现在可是没有什么闲钱，要是你老人家喜欢，以后随便你买。这些东西可不是老奴倒腾的，这是那些玻璃的器具卖得的钱。忘了古代大额交易用实物结算，福伯一个人又要清点又要出库，确实忙不过来。马上还有10万贯进账，要是告诉他，估计当场撂蹶子。福伯，你说的困难我能明白，可是我这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接手。要不你再辛苦一段时间，我抓紧去找。福伯，你有什么话就说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倒不是不想说，只是怕说了也没什么意义。你说合适的人选，其实有一个，
不过就是大娘子啊，她家世代经商，你得大喘气会死的病吗？只管说。而且大娘子没嫁过来之前，还帮家里打理过生意，所以这些事情交给大娘子管理再好不过了。只是怕大娘子是一介女子，二郎不愿让她掌管如此多的钱货。我赞同。只是还要问过大郎君和大娘子的意思啊。知道了，这个交给我。大嫂，大嫂！二郎，你回来了，这急呼呼的是做什么？大嫂，我现在钱太多，福宝管不过来，我想请你帮管着。而且大哥不在家，你就是一家之主，所以只能麻烦你了。二郎，你说笑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出面打理？你为难嫂子了。大嫂，你听我说，我听说你以前在家打理过买卖，知道你是有这个实力。再说这些钱货都是属于家里的钱财，自然大嫂你也要出一份力。而且福伯可以给你打下手，遇到不便出面的安排，福伯就好了。虽然二郎你说的有几分道理，可是毕竟一个妇道人家打理家里所有财物，有些越俎代庖，多有不便，难免引来闲言碎语。你是怕大哥不答应是吗？我要做什么，你大兄都不会反对的。是我不想有人背后说你兄弟二人闲话。我大哥既然无所谓，我也无所谓。大嫂，你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不行，此事休要再提。都说长兄为父，长嫂如母，眼看做弟弟的累死也不帮忙，我不活了！好啦，起来吧，地上怪脏的，大嫂答应你就是了。果然跟女人讲道理是白费，还是撒泼打滚好使。谢谢大嫂。这心事数字记账，竟如此清晰明了。长命这孩子，真是个天才。陆星言，你这奸诈小人，好狠毒啊！这是绝户之计。夫君，气大伤身啊！这下全完了，全完了啊！我怎么就没想到？你看看这个，你能修建吗？这个样子比较简单，像是大一点的灶台，能修。只是这锅洞能修建就行，跟我走。这个价钱还没谈呢，我可是要60文一天。行，走。且慢，我出80文，跟我走。你说今天这个新式菜的秘密是不是真的？要是假的怎么办？应该不会，整这么大的动静，还有雷家出面，还在荣楼公布，这可不是像能开玩笑的。你还别说，福来楼的新式菜真的是摇钱树，让人回味无穷。唉，可惜过了今天这个能摇钱树的新菜式，就变成了普通菜式。哎，我来了，还能做普通菜？我不来。我的酒楼以后都菜还有人吃吗？只是这马上烂大街的技艺却要100贯，不来还不行，实在是令人恼火。一群傻子，我找人拼请帖，才花了30多贯就进来了，白赚60贯。我叫陆星野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。今天流程分3步：第1，品尝新菜；第2，参观后厨做法；第3，发菜谱和神秘大礼包。没想到青菜炒出来这么好看，碧绿如美玉一般。不光好看，味道也好，蔬菜的新鲜感完全激发出来了，好吃。
你再看这肉，这应该是猪肉，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肉，没有腥膻味儿，吃起来也不硬，真是绝了！就是。再说这鸡肉，这里面放的这个怎么像是药材？但是味道却非常好。我收回一开始的话，光这一桌菜，那100贯花的就值。除了菜谱，还有一个大礼包送给大家。所谓工艺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技术学了，没有锅也白搭。目前只有我这儿有技术可以锻造如此大锅。这铁锅全部是用精铁铸造，不仅用料讲究，而且是一体成型。材质大小都一样，每口锅都重达7749斤，整个锅体光滑正圆，不仅工艺精湛，而且品质有保证。这个精铁锅我们卖50贯一口，大家也别嫌贵，也别着急买，因为今天不卖。就说这么说的。今天铁锅白送，不光送锅，还送炒菜的锅铲和大铁勺，每个邀请函赠送3套。3套锅具，这不得200贯啊！就是，这下赚大了，不仅吃了、学了，还有工具送，这是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我拼请帖，岂不是少领了2套锅？亏大了呀！那些被邀请没来的礼品要如何处理？虽然东西有限，但还得按之前发出去的邀请函的数量准备锅具的。没来导致剩下的锅具，等下会按7折出售，也就是40贯。有需要的，等下记得过来登记，先到先得。我们宴席上吃的菜品为什么都是腱肉？是不是这种烹饪方式烧制牛羊肉不好吃？终于有人问炒菜相关的问题了。腱肉这个说法我不认同，肉没有贵贱。炒菜的魅力，或者说烹饪的魅力，就是能够融百味于一锅，不会因食材本身而去区分3、6、9等。所有的食材都是最好的，没有差的食材，只有不懂烹饪的厨师。学会把更多的食材做成美味，这样大家可以烹饪的菜品也会变多。老神仙说，美味要流传于世，也怪我自私。本想着靠这个技艺先赚些钱，再公诸于世。谁知道这么快就受到了惩罚，遭到了皇家背叛，所以我今天把它公开。上人失事，一吃都回来。重新开业，价格下调，没有提前宣传吗？有提前宣传，城内各处交通要道都有张贴福来楼重新开业的招贴，店门口的告示栏也贴了。真的宣传了？那为什么一个客人都没有？这不是刘老板吗？这都到饭点了，进来吃过饭再赶路。不用了，约了胡下属掌柜到荣楼吃。刘老板为何不在福来楼吃，却舍近酋长去荣楼？你不知道为什么？你问他吧。我待你也不薄，有什么事说吧。不是小的不说，实在是为了东家您好。这还是因为陆家小儿把菜谱公之于世。这我知道，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隐秘？当时菜谱公布的时候，陆家小子把跟皇家的恩怨也一同说了出来，所以现在大家都说我们皇家忘恩负义，专昧心钱，所以食客不愿到我们这儿来。而且当初推出新菜的时候，抢了很多同行的生意，同行业联合打压福来楼。还不光如此，由于东主之前赔偿陆家，把钱货都抽调走了，如今生意不好，所以现在是山穷水尽了。
这套装置的密封着实费事，整整花了200万贯，太奢侈了。二郎，你做这个东西是要干嘛？我一直觉得二郎是仙人手法，这跟那道士炼丹的炉子有几分相似。莫不是这是？我知道，这套装置先加热，再让不同的油料分开收集，最后装进各自的容器。根据师傅说过的用途，这些油料都能用在照明、运输和工坊里，所以这是一个油料分离器。这套理论说的一愣一愣的，感觉像在工造血管听示范。天才就是好教，大唐云鹿王朝的工造后继有人了。这10岁毛孩居然能学到二郎的仙法，二郎的知识是可以传授的。二郎，你能上天吗？你才想上天呢，你全家都上天。对，我就是想上天，你能让我上天吗？莫二叔，你怎么为老不尊啊？没事的你骂我干嘛？什么骂人？我就是问你的学问里有没有上天的本事。原来古代上天不是骂人，是我先入为主了。你想上天，有是有，不过一时半会儿还造不出来。想上天还得再等等。就是上天这2个字怪别扭，我们以后说飞行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我们什么时候上，什么时候飞行？它就是要飞行的开始，有了它，我们又离飞行更进一步了。要怎么做？教一个也是教，把这2个天才都教会了，我能省多少事啊？莫二叔，这些不是3两句能说得明白的。不过你要真想知道，我把这些知识都教给你，你看行不行？莫二叔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要折我的寿？不就教点知识，有必要这样吗？真是吓死我了！二郎，你虽然豁达，可这些技艺它都是有传承的。你这样随意教，自己是无所谓，可是你的师承能允许你这样吗？我的师傅是天上的神仙，就这些旁门左术，在仙界都是不入流的，所以连个正式的师承都不算，不用担心。虽然这些技艺在仙家算不得什么，可在人间就是了不得的东西，所以我也不能白学你的。要不我把天机门传承交给你吧？什么天机门？就是那个无比神秘的天机门？这么说你还是天机门传人？在我6岁那年，家中变故，跟随父母来灵地投奔亲戚，谁知半路遇到歹人，父母被杀，而我却被一个人救了。他叫莫天机，天机堂堂主。他让我拜他为师，学习机关术。12岁那年，我尽得师傅真传。这时师傅才告诉我，他是玄甲巡守，而我作为他的传人，自然也是。王都局势动荡那年，我跟随师傅去执行任务，被人堵在了一个山谷内，我们整整被困了5天，饥饿让我丧失了斗志。我就想着，要是能飞出去该多好，可惜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。后来师傅见等下去也是死，于是趁着尚有余力，拼命掩护我逃了出来。随着师傅的死，慢慢的想要飞也成了我的执念，为此我愿付出一切。师傅死后，我们玄甲巡守就被清剿，我也是希望万一被抓，自己作为师傅的弟子也应该承担更多，所以就继承了总巡守的职位。原来如此，那你的本名叫什么？我们天机门传人没有自己的名字，作为天机堂堂主，名字也是传承一部分，所以我也叫莫天机。这还真够扯的。那你教天机门机关术，我不就也是天机门传人了？假设你挂了，我也要叫莫天机？算了，我没有传承墨家机关术的福分。老师，这个分离装置组装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测试一下？长明还是个孩子，应该不会乱说。徐大牛是玄甲巡守的后人。不然随便什么人，福伯伯就给你领回来啊！你以为那一张奴气能顶个屁用？特殊机构玩的真溜。要测试分离装置，还得要原料到位才行啊。这几天也累坏了，今天先散了吧。原始资金有了，接下来是降造工程。
得把手工作坊升级。师傅，师傅别打，我是黄胖子。第一，我没你这么牛逼，能欺师灭祖的徒弟，而且一开始我也没打算收你做正式徒弟，以后不要再喊了。第二，你怎么瘦成这个鬼样子，还大半夜跑到我的房间里，你要吓死我啊！我是来向师傅赔罪的。因为不在，我就跪在院门外等师傅。福伯看我跪在门口不太合适，就让我到房间里等师傅。我心中愧疚，所以就一直在房间跪着。然后因为太困了，就趴在地上睡着了。刚才师傅回来，我才惊醒，所以就吓了我一跳。是的，我是问你怎么瘦了。当初灵州福来楼上新菜，我就知道早晚会被家里发现。哼，我以为被发现后也能跟那老东西谈谈条件，谁知道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抓回去关起来。关在家里不让我出门，我就绝食反抗。再加上后来听说那老东西要对付师傅，我就十分愧疚，变得更加食欲不振，所以后来弟子就稍微瘦了一点。原来没背叛我，心里舒坦多了。哼，我现在跟你们黄家已经划清界限了，你跑来找我干嘛？我不可能原谅你的。我不是来求师傅原谅的。既然不求原谅，咱俩还聊个屁！你赶紧给我滚远点，看着就心烦。不是我不想得到师傅的谅解，而是我自觉不配得到师傅的谅解。那老东西是因为家道中落，难以为继才病倒的。只要想办法让福来楼起死回生，病自然不药而愈。要不我把皇家祖宅送给师傅，只是能不能等那老东西身体好转了？不知道师傅要如何才肯救皇家，只要弟子能做的，绝不推辞。家产都败光了，估计风水也不好。我要你们那祖宅干嘛？有个天才厨师来再现后世美食，我只负责吃，简直美滋滋。这个要求我知道你可能很难接受，但是如果你不同意，就此作罢。我的要求就是，你留在我身边，给我做10年的厨夫。给师傅你做10年的厨子？是的，你要觉得为难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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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难。弟子愿意给师傅做一辈子厨子。师傅，你果然还是很在乎我的。我以后就是师傅你的人了。师傅想要儿子干嘛？停！就炒菜做饭，不需要你干别的。这话怎么越听越恶心？我是直的，比钢铁还直。大嫂，这么早就在忙，实在是辛苦你了。二郎言重了，都是自家事情，算不上辛苦。倒是二郎，你来问想起个事儿。之前的家具多有破损，虽然要建新房，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住进去。我想现在添置一些家具到现在的屋子里，需要动用些许财货。往后只要是生活所需，但凭大嫂做主。经营所需，大嫂也有权干涉。只一样，我这研究特别费钱，大嫂还要放宽松一些。喂马，我安排徐大牛去就行了。二郎，你没有必要亲自动手。不是喂马的，剩下的麦麸不要拿去喂马，我有大用。走喽，福伯。在这听到看到的，除了厨艺，一概不许外传。
谨归师命，弟子绝不泄露半句，在庄上所见所闻。准备好了就开始了。老规矩，瑶儿记录，徐长命进行操作。先把脉肤按不同的法子处理，再分别记录变化。师傅，这几组样品都记好了。口感较好的保留，继续提炼。是，师傅。最后一个成了，师傅。不错，拿去剩下重，产出率算一下。长命，怎么样？产出率算出来了吗？算出来了。跟我估计的差不多，就按3号样本的法子继续制备。师傅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要怎么挽救酒楼生意啊？这个是味之精华，只需要这么一点点，就能让食物鲜美无比。这个小颗粒是吃的，有这么神奇吗？什么神奇的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忙一天了，咱们回去把它加到菜里，尝尝。师傅，谢谢你，这真不愧是味之精华，这回味的鲜已经超越我以往吃过的任何食材。你先起来。怎么样？这个，你觉得能救得了福来楼吗？能！师傅，你就是我们福来楼的大恩人。行了，少煽情，继续炒菜去，大家都还饿着呢。你什么时候把飞行的记忆交给我？飞天这个记忆真交不了，这尼玛一个知识体系才能实现。你这以为写个公式就行了？那个探查原油桶，就是你说的黑水。探查小队回来了，还带回来几桶。这么重要的事差点忘了说，真想踢他2脚。师傅，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开始吧。是什么味道？就是这个味，第一步成功。师傅，这些东西都有什么用？能有什么用？一堆东西都是臭臭的，恶心死了。下次我能不能不要来记录这个？为了纪念成功，我决定让徐嫂安排蛋糕庆祝一下。好呀！谢谢师傅，弟子回来应约给师傅做厨师，以后弟子定尽心尽力伺候好师傅的饮食。起来吧，再给你加一个条件。师傅请说。条件就是以后不许给我下跪，看着头晕，而且感觉你在惦记我的红包。啊，谨遵师命。那什么，师傅，是，就是带回去的味之素已经所剩无几了，不知道这以后。我让徐长命带着你，以后材料你自己买，味之素自己制造，造好了留下一些装上用，剩下的你就拿回去用。另外，1斤味之素按1贯的利润送过来。谢谢师傅。二郎来了，要吃什么菜？我要这个炸鱼块，还有这个清炒菜。还有，今天不是应该有红烧鸡块的吗？这才刚开始吃饭，不应该是打完了吧？今天这个菜单真不是奴家擅自改的，只是附近10里8乡的鸡早都被我们买完了，最近都是让大牛去集市上买的。估摸着因为现在炒菜盛行，导致现在集市上的鸡也是买不到，这不只好少了一个菜。
装上1个月消耗1000只鸡。古代鸡下蛋为主，供不上正常。那鸡蛋、猪肉这些呢？估计供货也很难保证。其实现在的伙食已经相当好了，白米饭、大馒头管够，还有荤有素的菜，大家也不介意多个菜少个菜的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受不了天天吃重样的啊！开小灶太违和了，必须从根本解决。对，就是自己养。二郎，我们现在人手非常紧张，哪来的人再去养鸡？我们不是自己养，而是找人替我们养。我们把自己要的数量告诉养鸡的人，让他们从小鸡开始养。这样做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一家两家也养不了这么多鸡，太多太分散了也不好安排。不用这么麻烦，哪个村子的鸡好，我们就找他们养鸡，还要找他们帮我们产蛋。可是如果只找一个村子，也没有那么大地方来放养鸡苗啊，房前屋后的虫子也不够鸡吃的呀。这个好办，可以喂粮食啊。不光是鸡，还有鸭子、鹅、猪，全部这样操作。对了，还有蔬菜类的，也找庄子直接用良田栽种，不然的话也不够用的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二郎回来了，怎么这次一去这么久才回家？你来吧，这小子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大半夜不睡觉跑这儿来，什么毛病？我是不是要给你一个红包？赶紧起来，不然就不用说了，直接关起来。小的赵二。见过小郎君，小的是上次潜入庄上被抓，你让人好吃好喝招待的那个赵二。给犯人吃的都是盒饭，谁好吃好喝招待过你？有事说事，没事打死，我还要回去睡觉呢。小的是感念小郎君恩德，特来投效。哼，投效你不会白天来啊？这大半夜的投个鸡毛？小的来投小郎君，不投鸡毛。怎么个投法法？原来是廖坤扣他工钱，又怀念这儿的饭菜，跑来当二五仔了。廖家欺压陆家这么多年，正愁没机会收拾。但是投效不是你说两句就行的，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反间之计？小的知道廖家这些年勾结官府欺压百姓都记录在一个账本上，而这个账本小的有办法取得，不知道小郎君什么时候想要？这个可以，等我见到东西你就是陆家的人了，只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小郎君，小人还有个请求，那什么，小的还没吃饭呢。干着杀头的买卖还惦记吃，绝对是个吃货。这是干嘛呢？哦，这是正在做水泥强度测试。哦，就是用这个水泥块在上面一直增加铁块，直到把水泥压碎，这样来检测哪种配方的水泥强度最好。我操，这土木工程的专业术语，难道他也是穿越者？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不委屈，不委屈。不对，那你听这个，我有大貔貅，宫廷御夜酒。什么酒？暗号全错，看来是我多想了。那个水泥强度测试什么的，我好像还没有跟你说过。我当时只是让你把水泥做出来之后，用锤子砸来测试硬度而已。你是怎么知道测试强度的？这不是你给我的书里写的吗？关于固体表面强度测试里的内容。你的意思是上次给你的书，你都看完了，还学会了？是的，看完了自然也就学会了。可是书给你才半个多月，而且还没有人教你。就是没有人教，而且你给我安排的事儿太多，太忙了，看得有点慢。不过书中的内容虽然浅显无比，却又直指事物的本质。二郎，你能编出这个书籍，真的是天才。你是天才，你全家都是天才。那些奇怪符号组成的公式，你是怎么记住的？那些符号也很好记啊，就是读音我不会。有时间你教教我呗。老子背了10年都没记住的元素周期表，你看半个月就全会了，气死我了！你给我背一遍元素周历表。你让我背元素周历表？是的，快背。对不起，小郎君，是我贪吃，经常跑到徐总那儿蹭吃的，疏于学业，所以还背不全元素周历表。其实我一点也背不下来。好，背不下来就对了。
我有事儿找你，你这2天是不是躲着我？没有，我躲着你干嘛？你这是有什么事儿吗？缺人，严重缺人。这现在又多了水泥作坊，人手实在不够用啊。我们这个情况也不太适合雇佣人来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啥想法？能有啥想法，就看你舍不舍得钱。钱，舍得钱就好办了，直接去招募工人，签下工契，这样就能按规矩安排他们在庄上做工。长期留在庄上会不会不太方便？就你现在给的伙食，比一般贵人吃的都好。别说只是不准出庄子干活，就算让他们拿着刀去跟人拼命都没问题。那就这样，只是不知道能买到多少。按照你这些计划铺开，要是赶工期的话，估计要1000人，估计要10万人。你想另立门户？不是马上要这么多人，而是根据整体规划，差不多要这么多人。我给你看个东西，你就知道了。这圈起来的地方最东边就我们陆家庄，从这儿往西一直到白塔湖，我就是要把它买过来，建造一个工造坊区，就是拥有工造学习、研制、生产综合体。巡工了啊！有力气能吃苦，什么活计都能干，长得周正水灵，身体健康，手脚麻利。来往的郎君尊客看一看啊！你还在担心找不到工作吗？别担心，我来帮你，找工作就上。怎么哪儿都有你？尊客是要招工吗？别看娃儿瘦小，可能干了，什么活计都会。你们什么关系？这女娃是小人的女儿。为什么要把女儿赶出来做活？这位郎君想找个好活计，问什么就答什么。家中婆姨生了病，那你就能心安理得的让你女儿出来受苦了。你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，就要对她负责。尊客说的容易，但凡有一丝办法，谁愿意让女儿出来受苦？再说，找个好活计，马能吃上饱饭，不至于饿死。这人真是异想天开，奴婢命如草芥。算了，既然遇上就招了吧，至少我这人人平等。我庄子上正缺人手干活，你愿不愿来？管吃管住，女儿也一起带上，按月开工钱，还能给你预支些药钱。且慢，这人我要了，我出10贯1月。10贯太少了，小人还指望着预支药钱还债呢。狗东西，别不识抬举！我廖斌看上的，谁敢跟我还价？拿着钱麻溜滚蛋！廖王沙，你是不是闲得慌？我谈个雇佣，你也要横插一杠子？哟，陆二傻，今天这家人我廖兵招定了，谁来也不好使。哼，是吗？我出100贯。你要给不起就不要在这装波，穷光蛋一个还学人家雇工。100贯是我的极限了，我先抬价，压死他，再跟着穷鬼慢慢算钱。150贯6，来，正好乖，满场50贯，200贯，50贯，50贯，1000贯，1000贯招个小丫头，这小子绝逼在坑我。既然有人犯傻要花1000贯招个小丫头骗子，那我就成人之美，我不要了。陆二傻晨会1000贯，我看你招不招？好啊，到市署去立个契，稍后到庄上去取钱。狗东西，是价钱不合适不愿卖吗？还这么半天没反应？卖，自然是愿意的。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些钱给你未必是好事。小人实在不敢要小郎举这么多钱货，小郎举若是舍得给上50贯，便感激不尽了。我想你可能误会了，钱我一文不少的给你，只是建议你不要一次全部拿回去，以免遭人觊觎。相当于你把钱寄存在陆家，随时要随时来取，这样也免得你突然多了这么多钱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你看呢？小郎君说的是，小人就只拿50贯，
先拿50贯，剩下的就先存在小郎君这里。看来是怕我不给。算了，既然你不信我，那我把财物全给你好了。没有，小人真的只要50贯，还望小郎君相信小人。二郎，你真是多事，这小子明显不信任你，哼，还让我们去保护他干什么？让他被贼人抢了，就知道你的苦心了。你确定是这里？怎么这么久了还没见那穷差妇回来？小人在市集打听清楚了，是这里没错。那陆家与此处方向相反，晚些回来也正常。要不小人盯着。小郎君，你先歇歇。好，刚好有些困倦，人来了喊我。小郎君，人来了。陆星野居然真给了1000贯，这趟没白等。小郎君，后面还跟着2个人。那2人看来是护送那书回来的，估计到了地方就会离开。我们再等一会儿，让那庄汉吃些苦头，不然也不能体会二郎的一片苦心。哟，这车里鼓鼓囊囊的，装的什么啊？没啥，就是一些草料拉回来喂牲口的。喂牲口？你当我是3岁娃娃不成？你用绸缎喂牲口啊？这是陆家给的卖身钱，小郎君要是不嫌弃，就拿一些去，算是小人孝敬你的。我是那种贪图人财货的人吗？我且问你，今天在集市，要不是我与陆家小子抬价，他会出这么高的价钱吗？自然不会。承认就好。所以多卖的钱是我的功劳，那自然钱货也是我的了。你说是吗？啊？我帮你抬了那么高的价格，那你是不是要感谢我啊？要谢谢。谢谢嘛，自然要些诚意，口头说说可不行。这样吧，剩下的钱就当是谢礼了，你也不用麻烦了，车我直接赶走。郎君，贵人，求求你了，这可是小人姨婆的救命钱。呸！给脸不要脸，还要反抗是不是？给我往死里打！住手！你们这些强盗！你们招呼着穷错大，我来会会小娘子。放开他！谁若此时救我一家，我愿当牛做马，一生为奴。小虎，你看吧，还是二娘说的对，怀什么罪不听二娘的话？现在应验了吧？这小子活不活该？别废话了，救人吧！你上，这几个人不够活动体骨的，我懒得动。放了我！我可是廖家嫡子，你们敢动我一下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！用不着，来的时候二郎交代，若要一切平安便罢。若你有祸事，让我问你一言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若还居于此地，难免还要被报复。二郎说，你若无去处，可以到陆家避祸，但前提是要以奴婢身份在陆家待10年。好，那就麻烦2位英雄护送我去见小郎君。阿娘，我回来了。还是一副急吼吼的样子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有点事儿耽搁了，我就猜阿娘你还没睡下。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？这叫盒饭，可不是平常人家能吃得到的，恐怕衙门里的官家都不一定能天天吃。好吃，确实不是寻常人家能吃得到的。这什么味道这么香？这是什么？真好看。这个叫奶油蛋糕，我也没有吃过。好吃，好吃。
娘活这大把年纪，这是娘吃过最好吃的糕点，这么好吃怎么能一次吃完了？留慢慢吃。阿娘不是孩儿不从，只是给吃食的主人说了，这个须得在明日清晨前食用，否则就不能吃了，只能拿去丢掉。啊，这么快就不能吃了，可不能丢了，快吃，别放坏了。好吃。坑陆星也不成，刺史还把卖盐营生给了雷山，黄安他也避而不见。陆家小儿，我必杀你！阿郎，陆星也求见。把我们带的茶叶拿出来。不如试试我带来的茶叶，全当小子请你喝茶如何？好，那便泡二郎带来的茶叶，上次喝过一次，至今回味无穷。好喝的话，没事，我叫人给你拿几罐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好说好说，不知道二郎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？收购廖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要收购廖家，确切的说是和陆家比邻的田产。陆家小儿，你找死！陆家小子，莫不是闲来无事跑来消遣我？你要收购廖家，且不说你们有没有这么大的胃口，就算你有钱，我说要卖了吗？我想你可能也是误会了，我收购廖家是来通知你的，不是来问你愿不愿意。二郎，没事回去看看脑子，免得总冒出一些奇怪的想法。玩笑开过了，我没时间陪你胡闹，恕不远送了。廖家主喜欢看书吗？我最近得了本书，借你看看。你这是从何得来？你是不是傻？这当然是从你的房间里拿出来的了。你想怎么样？不是说了吗？我要廖家所有的地。不可能，换个条件吧。哼，你好像没搞清楚状况。你觉得你现在有讲条件的资格吗？如果你坚决不配合，我相信周刺史可能会对这本书感兴趣。到时候我再从衙门手里买你家的地。你不要逼我，否则，哼，怎么样？如果你走不出廖家，我看你如何拿给刺史看。怎么，你不相信我敢动你？我是相信你动不了我，不信可以试试。你要怎么买？这才是谈买卖的态度。我打算出5000贯买你全部的地。你不要太过分。4000贯。你3000贯。5000贯，我觉得很合理。这就对了。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不过这个廖家这么大，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我还要和族中长辈商议一下，过几天必定给你个答复。今天来就要促成此事，否则就别怪我掀桌子。明天我把这本书递到刺史衙门去，肯定有人对这本书云感兴趣。卖就现在签合同，不卖就拉倒。磨磨唧唧，我还赶着回家补觉呢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心急，那便现在就签了契书。但是土地交割总要给些时日吧？那是自然，土地交割是要些时日。我们先立契，土地交割1月为期。我让你联系松州那边，怎么样了？只要主人有所决，3日即可行事。那你便去安排吧。是。我说你怎么每次来都要吃饭？你不会在家里吃了饭再来？看你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你说几天没吃饭了？你不觉得这饭特别好吃吗？就这饭菜让我敞开了吃，我能把自己撑死。你这么说也没错，好像一开始弄出这些菜的时候，我也是天天就盼着吃饭。我好像胖了。
小郎君让我问问吃好了没有，吃好了我带你去小郎君房间。这个剩下的帮我打包。舒服，对不起，小人失礼了。没事，上次送来廖家的账本帮了大忙了。原本是让你把家搬到庄上的，听说你婉拒了。不是小人不识抬举，只是受了这许多恩惠，小人想多立些功劳。因为廖家好像还要对小郎君不利，所以小人暂时还待在廖家，以为郎君耳目。主观能动性不错，再接再厉。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？廖家近几日可能就要动手，具体时间小的还没探到，特意来提醒小郎君早做打算。我与府上采买的人熟识，根据他准备的粮食草料来看，估计人马100余众。给脸不要脸，看来他们急着投胎。好，这个消息太有用了，你早些回去，注意安全，记住，安全第一。100余人来陆家搞事情，那绝对是来送人头的。把晚上的暗哨人数由10人增加到20人，向外扩大1里范围，仅此而已。压榨童工做枯燥的化学提纯实验，我骨子里原来也是资本家。长命，在忙什么？师傅，我没事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师傅我可是非常民主的。没有棉花，弟子擅作主张，使用了木棉来替代棉花。经过处理后，木棉可以用作咸垫和缓冲材料，弟子成功了。如此甚好，那把成品准备好，我要装到多弦助力连弩里看看效果。我这姿势绝对帅爆了！这就是你说的那什么多弦助力连弩？是多弦助力连弩，这可是专门用来投送绳索、牵引物件的工造器具。第一次正式测试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你们稍微站远点。不行，既然这么危险，二郎不能由你亲自测试。这么远能把绳索送到木架上吗？以前最好的弓手也要慢慢瞄准。你这器具看着倒是复杂。刚才绳索没有固定好，我再来一次，保准能挂住。成了！居然真的能把绳索送到指定位置，而且连接的如此稳固。若用于修桥、渡水和救援，岂不是能省下许多功夫？先把工造场整理好，再试试不同长度和材质的绳索。二郎，让我也用一下试试呗！你还不快去拿绳索，把连弩给我！古人习武这手劲太变态了，生生把连弩的效率都发挥出来了。换我顶多只能慢慢调整。找10个人把连弩组装好，优先用于绳索投送、修桥和救援。长命，木棉不够，抓紧准备更多缓冲材料。星爷，姐姐来了，快出来！裴娘子来了啊！什么裴娘子，叫姐姐。见过裴姐姐。乖，这就对了嘛。来，姐姐给你介绍个人，这是杨昭，你们见过，所谓不打不相识嘛。以后啊，都是一家人了。哎呦，看我说的什么？其实一直都是一家人，他还是妖妹的表哥，你也知道的。你前面说一家人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赵哥帮我赎了身，夜已放凉，就得选个吉日。如此就恭喜姐姐了。什么时候办酒爷？我到时候一定到场。那可说定了，你到时候可要给姐姐我备份大礼，也不枉我把妖妹交给你。这你放心好了，绝对不会叫你失望的。姐姐今天来，是否还有？有，本来打算过一会儿给你的，看你猴急的样儿，想念我妖妹，所以迫切的想要得到她的消息。是也不是？姐姐说的对，今天中午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。这是自然，我去找徐嫂看看中午吃些什么。你和赵哥自当熟路一下，你就留下陪赵哥说说话，我带瑶儿去就行了。
这女人今天绝对无事不登三宝殿。上次见面是在下孟浪了，这里再给二郎赔个不是。没事，所谓你来我往，两相抵消，也不用道歉。二郎如今可是名声在外啊！我这刘琦之王的名声，灵州谁不知道？让杨兄见笑了。二郎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所指乃是玻璃和炒菜二事。如今外界传的二郎乃是神仙子弟，不仅能造玻璃、传炒菜，更有仙法护体。这古人也太缺娱乐了，一点动静传得这么深。原来是这个事情，不值一提。二郎学究天人，这点小事自是不以为意。近日福来楼推出新菜方得起死回生，那味道，不知道二郎是否知晓其中缘由？福来楼的事是出自我手，我只是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新式调味品。杨兄有什么不妨直接说，你不也说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是这么回事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说话不应当拐弯抹角的。不过二郎你也别嫌烦，一家人闲聊，我还是先把来龙去脉说一下。如此便洗耳恭听了。去年我任新都县尉的时候，结识了一位好友，在蜀地也算是个人物。此人名叫鲜于景行。鲜于景行，大奸臣杨国。杨国忠，本名赵，从军于蜀，依附蜀地豪强鲜于景行。原来这货就是未来的大奸臣杨国忠。二郎，你这是，莫非与鲜于兄是旧识？鲜于景行闻名于世，蜀地鲜无人不知。没想到杨兄竟然与其相识，所以有点惊讶，见笑了。还请杨兄继续。余兄多受仙无兄照拂，包括给柔儿托籍的一应开销都是其资助，故而有大恩于我。仙无兄酷爱美食，唯独对这口腹之欲欲罢不能。原来是来买鲜味调料配方的。之前的炒菜，仙鱼兄也差人去学了来，直到福来楼复起，彩色鲜美无与伦比。仙鱼兄因嫌麻烦，遂出重金求福来楼传授其法，福来楼不肯。后来见仙鱼兄心诚，便指了条路。到我这里来，这个小事一桩。没想到二郎如此爽快，只是余兄也不能让二郎吃亏，些许财帛必定奉上。这个小问题，稍后吃过饭，我让黄星夜带你去取。这个就是让食物鲜美的秘密，你要带多少？1缸4担，2排120担，1斤10贯，这一郎库岂不是值近20万贯？连个看守都没有。刚才想事情一时失神，而后有蝇虫落于面颊，孤挥手驱散。不知道杨兄要多少鲜味调料？你先给我拿20斤。这一时也没有秤，多放了2铲，重量绝对足足的。1斤10贯啊！你这多产2斤，跟产沙子一样，真好。如此多谢黄老弟了。黄掌柜的果然在这儿，食堂味精快用完了，我带人来取一些。1铲10贯，2铲20贯，3铲30贯。古代秘方都是传家宝，这点钱怕是求不来啊！哈哈，鲜鱼兄，某没有叫你失望。哈哈哈哈哈！成了，成了。鲜。此物名为鲜味调料，无论是煎炒还是蒸笃，食物煮好将要盛出的时候，取一小撮放入锅中，便可令食材鲜美无比。好，杨兄真是帮了大忙。来人，取一些送去厨房，赶紧烧菜。在下蒙骗了鲜鱼兄，还请责罚。杨兄何出此言？在下虽然求来了鲜味调料，但却没有求得制作鲜味调料之法，故而开始说成了，实则是有欺骗之嫌，还请鲜鱼兄责骂。
哈哈哈哈哈！杨兄过谦了，你这样不是折煞我了？原本此事就没有抱任何希望，如今得了这鲜味调料，就可做菜，岂不美妙？如此小事一桩，怎么好意思收仙鱼兄谢礼？真是折煞兄弟了。应当，应当，毕竟这对我可不是一件小事。此次从陆家得来鲜味调料，按1斤20贯的价格买的，实属是有些贵了。奈何除了陆家无处可寻，所以我就买了10斤，然后回来问问仙鱼兄的意思。20贯1斤还好，就是不知道是否可以持续购买，是否限量。陆小郎君看我表妹的面上，答应转让一些给我尝尝味道。起初并不愿意售卖，经过我再三说项，这才卖了10斤。我也有侧面打探过，如以后要买，应该是可以的。至于这个量，如果仙鱼兄需要，我可以再想办法。对了，我在陆家，小郎君听闻仙鱼兄好口腹之欲，说是茶水能够解腻，所以特地送了2罐茶叶。这个装茶的罐子，应当就是最近传沸沸扬扬的玻璃罐了，确实精美无比。之前只当是众人吹嘘，如今一观更胜传言。仙鱼兄，这个里面茶叶乃是特制，不需要烹煮，只要开水一泡即可饮用。杨兄，你看这个茶叶，下次能不能一并买些？主将，发现有一队陌生骑手靠近边线。哦，一队骑手。可探查到是哪路人马？他们都做了伪装，一时尚不明确，不过应当是北岭诸部的人。北岭部族，秋收才会有商队往来，这时候靠近，显然有人在边线起了争端。再探，先确认身份，莫要贸然起冲突。一群没见过风雪的乡勇而已，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我们只是来接回族人，不必与他们争斗。穆拉首领不可掉以轻心，这个庄子里的人都是退伍老卒，其手背不俗，不可不防。吉努，让廖家主看看我们白领儿郎的臂膀。虽然家父未出，由我带队，可是来的都是我白领部族最好的护送勇士，必定护送族人平安归来。这些北岭人确实勇武，若真起冲突，陆家未必能挡住。报，主将，那队人马出现了，他们在白石乡廖家，目前正朝陆家赶去。不好！备马，传令，向巡防队随我前往接应，又向巡防队部队封锁要道，避免冲突扩大。快点儿，再快点儿！若是晚了，糟了！莫非双方已经起了冲突？秦儿、星野，我来！王八蛋，把弩机还我！把这王八蛋关禁闭，7天不许吃肉。二郎，要不你再罚我几鞭子，别不让吃肉啊！这次先罚7天，下次再犯1个月不许吃肉，还有求饶再加3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，在这收拾藤艺，庄上是否有来过一股贼人？贼人？哪有什么贼人？分明是一场误会，都是藤一干的好事。是有一拨人来犯，不过已经全都安置妥当了。安置妥了？停步！亮明身份。先把路标拉起来，留出通道。停手！放下兵器，先听解释。赵二，你个王八蛋，是不是你喊的？我还没把这套弩机布置完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的手就痒得难受了。7步之外弩所快，7步之内先护人。王八蛋，把弩机还我！难怪能踹到我，原来没有杀气。没想到藤毅你看似老实巴交的，居然是个大阴笔！我练了半天的架势，全让你给偷用了。先把眼前这些人安置好，再收拾他。人在客舍，马在马厩，弩所器械在库房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。
这是边境纠纷，你们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处理了？所有来客马匹还有遗留物资，现在交给我看管。天明我就安排人逐一核验。今夜只是误会，庄上的人不宜私自处置。我会在上报的时候据实说明，希望你们不要有芥蒂。大哥，你说胡话呢吧？别的不管，马匹得先留着，白领部族的族人还等着接人。不可胡闹！你可知这些马匹归属白领部族，我怎可因私扣留？大哥，你不觉得说这些很可笑吗？别跟我谈大道理。今夜若不是我们把误会拦下，双方早就闹大了。大哥，你要真的要把人全带走，也得先把前因后果查清，再让他们平平安安离开。只是这些涉事物资不应当由庄上私留。我就留1晚，这可是庄上的兄弟们忙活半夜才稳住的局面。大哥，你好意思让他们连护送的马都没有吗？单方面把人拦下来，算哪门子拼命？都是些歪理，别说了，东西我明天会如数归还。大哥，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危险并没有解除，如果哪天又有人受人挑拨，难道让庄里人用2条腿去拦？实在不行，你留一半了。小郎君，刚才真是犹如神兵天降，绳索一响，路就亮了，人全都给吓得停下来了。行了，说重点。重点。对了，廖坤好像没在这帮人里面。什么？廖坤今天晚上也来了？是的，本来我一直盯着廖坤，就是担心他半路跑了。谁知道小郎君的工造器械声声浩大，小人一时失神，待回过神来，已经不见廖坤踪迹。不能让他跑了，莫二叔，速派人去廖家。不用，他若回廖家，一定会被找到的。我已经派人把廖家封锁了。说说今晚这场冲突的来龙去脉。问清楚了，廖坤觊觎陆家玻璃配方，伙同黄家不成，便散布流言，诱使白领部族误认为陆家扣留了他们的族人。廖坤许诺事成后会给他们好处，白领部族这才派来100余名护送勇士。廖坤的真正目的是借双方误会引发冲突，再从中渔利。大哥，你不是把廖家围了吗？刚好趁夜带齐人马进去，把廖家的人都请出来问个明白，免得他们再挑拨是非。我看行，只需带上数十人，1个时辰就能把账目和人证都找出来。行什么？莫二叔，你怎么也跟着星野胡闹？廖家涉嫌挑拨边境纠纷，待明日上报苍云州直衡司，自有直衡司公堂查办。那大约会如何处置？查实后，涉案账目会被封存，廖家需赔偿受损者，主使之人也会依法惩处。封存账目啊！傅伯，连夜给我准备5000贯，我明天一早要用。你可知道白领部族带队的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是白领部族的首领，叫穆拉。他的父亲是罗塔霍，是个非常难缠的人。如今穆拉被人利用，若是不能尽快把误会说清，罗陀呼难免会多想。等等，什么叫我让他多想？这不是廖坤干的吗？在外人看来，我们都在陆家庄，庄里发生的事自然会算在我们头上。罗陀呼这个人一向护短，一旦听信谣言，定会想尽办法来问个明白。不过北领各部讲究守信，只要把事情说开，他也未必不能合作。你别搞我，那么大的部族，我怎么把事情说清？白领部族虽有不少人，但我们不需要让所有人都明白，只要找到罗陀轰，把廖坤挑拨的证据摆出来就行。要是以前还不容易，但是如今有了多贤助力弩机和照明器具，带一支护送队走夜路过险地，都更稳妥。你是说索性去北岭，把这件事说清楚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哪有那个意思？
就是带人去把误会解释清楚，省得他没事来找麻烦。靠，绕这么大的弯儿，竟然只是字面意思。我明天有大事要办，先去睡了。马匹先留一半，明日送还时也好护送。管不了。哟，这不是周刺史吗？好巧啊！在下鲍勃，见过二郎君。鲍勃，你叫鲍勃？是的，在下鲍勃，管鲍之意的鲍，博大精神的博。原来不是死士。你们在这儿干嘛呢？在下奉命封锁廖家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这苍云州直横司来人执意要进府，故而争执。原来如此，这确实是他们不对，怎么能无视守备封控令擅闯？难为鲍队正你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支持你。我这之前和廖家签了买卖风，我现在要进去做交割，你看钱都带来了。那我先进去看看。不行。有什么好笑的？你还不是进不去？算了，本官不与你计较。看看识别照回来没有？周刺史，路上我已同史中马解释过，廖坤现在涉嫌通敌，所以其应当由军方处理。此事我已上报节度使，还请周刺史回吧。大哥，我不管你们怎么处理廖家的人，现在廖家的田产，包括眼前这所宅子，都已经是我的了。我现在要去找廖家的人做田产交割，你让人放我进去。星爷，不要胡闹，这可不是在家里。廖家的财产都要抄没，怎么能是你的？大哥，我现在可不是以你弟弟的身份来说这件事，我是跟廖坤有合同的。所谓官有政法，民从私契。如今我已与廖坤达成约定，所以你不问缘由就拒绝了，反倒是你罔顾法断。那你把那个什么合同拿出来，我看过，若无问题可以允你。要不是亲弟弟，真想一刀砍了。大哥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们毕竟是兄弟，你应当避嫌才是，怎么能亲自勘验？这不是有现成的人吗？可以劳烦周刺史勘验真伪，以作判定。毕竟周刺史掌管本地民政，这才算合乎法度。言之有理，周刺史，你看呢？正愁没借口插手廖家的事。让我来断也可以，只是届时结果如何，须得尊重，不能胡搅蛮缠。这便是合同，里面约定了廖家通衢河以西至白塔湖中间的土地全数转卖给我，作价5000贯。5000贯买1万亩地，还平等自愿，我信你个鬼！这足足38页10万字，谁看得完？不知道二郎这合同是与何人所签，由何人作保？自然是与廖坤所签，无人作保。怎么了？既然是与廖坤所签，又无人作保，他本人不在，自然不能履行契约。所以你这契约只有等廖坤来了再说。我看你根本没看完合同吧？合约第11章第1条有约定，如乙方，也就是廖坤，不能到场交接时，可由其父母、夫人、子女、兄弟、叔伯、堂兄。如果亲属死绝，则可由官府代为履行交接。你这内容如此之多，谁知道里面你是不是改过？你看每页最下方是什么？这又怎么样？你还不是可以替换纸张？替换纸张？我看你像智障。你看这是什么？你是不是想说这合约可能是我伪造？你看这合约第1页和最后1页都有印章、手签名字、手指印，任何一样都可以去验证真伪。不知道周刺史是否需要验证一番？你看这儿，
自签订契约之日起，给予乙方1月时间进行处理善后事宜，1月后进行交割。时间还没到。你没看完吧？你看这里，如乙方出现如下情况，甲方可以立刻进行强制交割，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将标的物再卖他人、犯罪充公、资产转移等影响事后合约履行的事情。这廖家通敌一事不是已经尘埃落定了吗？还有什么事烦心的？峡州水灾，受灾民众不得不外出谋生，来到益州府和苍云州的约有1万余众。苍云州把安置受灾民众的事交给我处理了。这有什么愁的？愿意返回的就开个证明让他们回去，不愿意回去的就地安置就好了。问题是没有要返回的，这几年没有大的战事，兵营也都是满编，所以这些人只能就地安置。问题是哪有可供开垦的荒地？州府给的都是彻彻底底的荒地，很难开垦。等于要安置这些人，就得给他们弄到地，所以我犯难啊。我正愁公造房缺人缺地皮呢。大哥，这个不难，你全交托弟弟我，保证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周刺史，怎么说？怎么说还能怎么说？你跟那小儿有合约，为何不早说？在下确实是疏忽大意，谁能想到一个小小契约能挡住益州刺史？我以为直接不作数就好了。说的简单，你当他是普通的黄口小儿，那背后可还有个陆景仁。而且我始终想不通，你竟然会签下如此合约。这不是有些账目被那小儿得了去，以此要挟。你居然让那小孩抓了把柄，还让我去招惹那2兄弟，万一要是得罪狠了。放心好了，那2兄弟都不是会把事做绝的人。只是我这次在劫难逃，不知周刺史准备如何助我？助你？眼下风头正紧，天下之大，怕是没有你容身之处。如今，只有往西去了。来聊聊流民安置的事情。我既然来，就是表示能够全权代表大哥。既然要安置，就要有地，所以特地来找史别党要地来了。二郎，地是真没有，这个陆县男应该跟你说过。不是不给，而是如今荒地都是难以开垦，实在是拿不出可以开垦成良田的土地。这我能够理解。既然没有便于开垦的荒地，给其他的也行。不过我拿了这难垦的荒地，是不是要给点方便？不知道二郎要什么方便？2个条件：一，这个荒地的位置由我选，我要白塔湖以西和以北的区域。第二就是，我要双倍荒地，这1万人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。大约可得田约10万亩，所以你要给我20万亩。二郎的条件我可以答应，可是你要知道，地一旦给了你，你就要造册3000余户，而且第2年就要开始交基本租支，3年后就要交全部的勘捐所税。既然二郎知道，就不要拿此事玩笑。我还有公务处理，就不送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不是谈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赶人了？你是不给我县南府面子吗？你刚才所说的地方全是山石地，很难开垦出来，你让那些流民如何养活自己？就算是我同意了，你有什么办法让那些流民同意？所以我们也没什么谈下去的必要。我可以签合同，承诺把这万人造册安顿好，并且不会有一个逃户出现。这可是民政，岂能儿戏？重要的是，这些流民依然聚集数日，如今益州、灵州内外已是饿殍遍野。按我的方案，即便不成功，责任也在我陆家；如若成功安置，也有你一份功劳。如此惠而不费的事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更何况我还愿意与你签合同。不需要签合同，如果你执意如此，也不是不行。我写个文书，你拿去让陆县用印，我这便把土地批给你。
二郎，吃食人手不够了，黄掌柜让我来要人。鲍将军那边不是负责机动的吗？怎么还来找我要人手？鲍将军那边现在正在给刚到的人员消毒，所以一时抽不开。等他忙完，恐怕就影响吃食的准备了。没想到莫二叔还颇具管理之能。哪有什么管理之能，这都是二郎所教。莫二叔，从里面抽调身体利索的男女各10名，去帮忙准备食材。这些可都是难民，指使他们做事是否妥当？这有什么不妥当的？干活的人具有优先用餐的权利，去安排吧。这不是在安置流民吗？怎么又杀起猪来了？流民也要吃饭啊，不杀猪拿什么做菜？给辽民吃这等好肉，普通百姓过年才舍得吃啊！这得砸多少钱？陆景仁怎么也不管管这败家弟弟？我们继续往前看看吧。第一批吃食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安排吃饭了。二郎，你真打算天天给他们吃这么好？恐怕也就吃这几天，天天吃有点困难。附近州县的猪和鸡鸭都被买得七七八八了，打针也妇产缺，所以可能没办法顿顿吃肉，起码要等3到5个月，我新扶植的养殖户才能供应。他鼓动乡镇搞养殖是玩真的，若这事儿成了，可是巨大的政绩。父老乡亲们，刚才的饭菜好吃吗？你们吃饱了吗？这开场白是不是太现代了？古人听不懂。好吃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饭，可惜少了点，没有吃饱。好吃就行，不过没吃饱可不是我小气。你们长期都处于挨饿的状态，突然吃太撑，容易出人命。撑死也愿意，这辈子能吃一次这么好的饭，死也值了。千万可别，就今天这样的吃食，以后平常的很。闲聊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关乎大家以后的生计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我给你们要来了双份的地，届时会按均田制分配给大家。大家先安静，分配给你们的地都是荒地。事实就是压根儿就没有那么多能够开垦成良田的荒地。正常来说，1亩地1年产出大概1担粮食，各项苛钻杂税占1/5的收成。荒地不用你们种，你们把地租给我，我每亩每年给1石粮食的租金，还代缴所有赋税。条件就是，所有租地的人都要成为大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员。大家只要在我的作坊里面干活，我就租你的地。老人我们集团给你养老，妇女进作坊，小孩去学校识字学手艺。在作坊干活有工钱，鉴定每人每月1贯钱。那进作坊干活还能吃到今天的饭吗？我向你保证，能。只要跟着我，今天的饭食就是你以后每天的饭食。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总裁陆星野，助理姚二，财务大嫂曹琴，行建生产总监莫天基，研发总监徐长命，行政总监黄胖子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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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！被鬼拍背不能转头，否则魂魄会被勾走。怎么破解来着？在线等顶级的。不是，别找我！可是姚二娘子说，只有恩公才能进这个房间。没死就进来说话！小人李瓦匠不小心冲撞了恩公，
还望莫怪。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踹你？小人不知。那我告诉你，人吓人吓死人，以后不允许夜里出现在我家。小人知道了。恩公，你要不再踹我一脚？踹个屁！你说说为什么找我，又为什么称我为恩公？这不会是空手来的吧？小人给恩公备了些薄礼，都是家里的土产，还望小商君不要嫌弃。不嫌弃，不嫌弃，就是不知道这薄礼。哦，恩公稍待片刻。这个是自家下的鸡蛋。哎呦，土鸡蛋！这是自己下的鸭蛋，这是自己种的山药芋头。还有土鸭蛋，还有无公害食品。不对啊，现在是古代啊，想找个有害的都难。这是白狐皮，之前上山打的。真是极品！如果以后结婚给我老婆做个白狐围巾，那绝对逼格拉满。这个真不能要，这个我也不能白拿你的。你不是做修屋建房的吗？我明天回你一份大礼。恩公说到这修建房屋，小人有意请，还望恩公应允。你说，小人原本以为恩种是一方豪绅，却没想恩种居住如此随意。确实是有点随意了。小人手艺还算不错，想帮恩主把房屋修饰一新，还望恩中应允。这倒不必了，反正很快就有新房子住了。天也不早了，你到门边的侧房休息一下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怎么样，二郎吓到了吧？给钱不是给弩箭。唐毅，你说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说你傻，这种细微的事你都能算出来；说你聪明，说出话能把人气死。我只是直接表达我的真实想法，你生气关我什么事？我又被一句话伤到了，心里好堵。后半夜你值守，我回去养伤。想得美！今天你值守。师傅，有了这个设施，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。这样提取的物品将更加的精纯。这后面的池子占地如此之巨，甚至超过前面房子和厂房很多倍，是制作什么了不得的东西？这个叫废水处理。我们要把里面的有问题物质净化了，才能把水排放到大自然中去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就是师傅说的爱护环境，人人有责？是这个意思。你在哪儿找的这个人才？实在是太好了，可算是帮了我的大忙。你说的这么，我怎么没听懂？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？感情空欢喜一场。我俩的话你也听了真切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学这建房的手艺？今天与莫公一路观看下来，获益良多，此等技艺更是化繁为简，学之必有大用。只是无功不受禄，这就迂腐了。而且莫二叔说你很有天赋，那这建房的技法交给你正当其时。确实是有天赋，今天还帮了一个大忙，否则还真是麻烦不小。不值一提。说来听听。莫公过奖了，我只是看见那些图纸，就好像看到了建好之后的模样。柱子是柱子，墙出来之后是墙。你能不能稍微给我这个21世纪的人点面？兄弟绝对是名门之后，否则哪会有如此厉害的本领？在下祖上乃是益州水公族李恒，如今没落如斯，真是愧对先祖。竟然是水公族之后，这就不奇怪了。既然这样，顺便帮下莫二叔，原本就是来感谢恩公的，没想到恩公待我如此之好，不仅以如此人间难寻的美味招待。李兄，我雇佣你到庄上帮忙建房，至于建房技艺你自己领会，如此也不算受了我们的恩惠。只是家中还有刚刚病愈的妻子，我要回去安顿。搬到宋九院，见王都争端，构陷继任人。如今我已是王都首席宰相，接下来必须取得国君的完全信任。这玻璃杯献给国君，必得褒奖。若是能把配方也献上，就更完美了。只是派去西南的人怎么还没消息？主人，南境传来消息，失守了。哦，居然失守了，具体如何？速速说来。白领部族派了100名护送勇士前来，甚至还是首领之子带队。谁知进了陆家，便悄无声息。第2日，消息传出，众人被绳索和路障分开，剩下的人全都被请到客舍安置。据被请去的人所述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看到道路两侧突然亮起灯火，所有人便无法继续前行。竟然如此蹊跷！事后可有去陆家探查？有，不过陆家防范甚严，前不进去。看来陆家的水很深，如今王都千头万绪，此事不宜过度关注。是，吩咐南境的人，此事成最好，不成也无妨。大人，宫中来人了。二郎，我跟你说，李瓦匠当真了不得，这才短短月余，新式建造就已经摸得门清，还是莫公教得好。行了，你俩不要演双簧了，有啥事直接说。那我就直接说了。我想举荐李瓦匠当这个营建总监，不知道二郎你意下如何？既然是莫二叔你举荐，我自然是没有什么意见。可是营建总监给他了，你干嘛？生产部现在就一个玻璃作坊，现在可是有耿六叔看着呢。上天，我这不是想早点上天飞行？哦，飞行，对，飞行。
我不是想早点实现飞行的目的吗？最近实在太忙了，我现在已经有思路了，就是没时间弄。你不用费劲去研究，我这儿有现成的图纸。不过作为回报，还有一个事要麻烦你。什么条件？什么条件？这不是公司成立了吗？我寻思着得有个办公的地方，不是？什么是办公的地方？办理公司事务的地方。你这个办公的地方要容纳多少人？这整体修建下来，比新建庄子的作业量还要大些。你这办公楼是按皇宫的规模修的吧？哪有这么大的工作量？让我看下。拿错了，是这个。这个差不多。可是前一份图纸是干什么的？前面一份是正式的办公大楼，后面这个是临时的。二郎，我的飞天梦遥遥无期呀！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还望恩公能够答应。没有什么情的，你尽管说。那在下便说了，这个大楼能不能让我来建？好啊，好啊！好啊，那就麻烦李总监了。总监？什么李总监？哎呀，二郎答应提拔你做营建总监了，恭喜恭喜！我这就是总监了。看你这傻样，还不知道总监有啥不一样吧？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总监100贯月钱。谢恩公赏识，李某定殚精竭虑，以报君重用之恩。不必太过在意，毕竟你有这个价值。还有这个玻璃出货量越来越多，还有要增加一些新产品，原来的窑有些不适用了。这是玻璃厂的图纸，今天一并给你。二郎，你还有完没完？我原本找……天天干活不放假，古人对休息都没概念了。今天陆公子买单，进。不好，有杀气！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这位郎君，刚才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你了，非常抱歉。明明是被人丢出来的，这得喝了多少？没事，好在没受伤。没受伤也不行，撞到了就要赔罪。要不我请你进去饮酒。哎呦，这不是陆小郎举吗？快快快，你别理那个酒鬼，我们这儿的姑娘可都想着小郎举你呢。这也太热情了，搞得我像常客似的。是吗？那快带我进去，我看看都有谁想我。想我柳天白，仗剑天涯，朋友满天下。你一个小小花楼敢看轻于我？你是柳白，柳白白，正是在下。仙人板板啊！要不要现在弄死他？以后少背几首诗。算了，大唐诗人那么多，不差他一个。在下陆星野，走，我请客。不行，我请客。行，你请客，我买单。陆兄弟，爽快，请。陆兄弟为何要如此进门？有何说法？这个还真有。有句话叫做前脚刚进，后脚就横生枝节。所以不管你是左脚先进还是右脚就横生枝节。所以我蹦进来就没有前后脚。妙啊！陆兄弟可尝过此等菜品，实在美味。就是不知道如何烹饪而成，实在是下酒的极品。这不是炒菜吗？看来这炒菜传播的挺快，确实不错。陆兄弟，你这两个朋友不善此道，颇为扭言啊。我也不善此道，不过我脸皮厚，这倒是。估计这是他二人头一次，可比不上白兄，可是乐坊达人。乐坊达人，妙啊！此词甚妙。当扶一大白，饮胜，干杯！干杯何意？喝干杯中之酒。贴切，当扶一大白，干杯！干杯！刚才我就想问了，是这个酒太烈了吗？贤弟喝起来面露痛苦状。这个酒有酸涩味，实在喝不惯。酒不都是这个味道吗？酒应该是这个味道吗？是，也不全是。贤弟可知这酒为何酸涩？这我自然知道。粮食煮熟后加入酒曲，再让粮食和酒曲的混合物，也就是酒糟，保持一定温度发酵。待充分发酵后的液体就是酒水了。至于为何发酸，那就是发酵过头了。至于原因有两个，要么发酵时间过长，要么温度太高。至于为何涩，那就是发酵不完全，要么发酵时间短了，要么温度不够。全对，想不到贤弟小小年纪就深谙此中真嗣，当扶一大白。不愧是酒中仙，开场白还没说呢，就喝了3杯，这是要往死里喝。等一下再喝，小弟尚有一事不明。太白兄说酒也不全是这个味儿，是什么意思？唉，贤弟刚才不是把酸涩的原因都说了吗？如果是发酵的刚刚好，那不就没有酸涩味了？那我为何没有喝过？那都是酒中极品，一般都是送入宫中，寻常百姓哪有机会品尝？喝劣质酒都能写那么多好诗，天天喝极品还得了？我决定了，
我要酿酒，没有酸涩味的，来日一定请太白兄品尝。好，为兄相信你，当扶一大白，当扶一大白，干杯！太白为何被丢出去了？入门前见一乞儿可怜，钱物都赠给那乞儿，故而没钱买酒，被丢了出去。太白兄乐善好施，当扶一大白，干杯！今日菜品实乃少见的美味佳肴，当扶一大白，干杯！那笑容怎么感觉毛毛的？好香，触感好真实。大嫂，早啊！不早了，太阳都老高了，年轻人还是要节制身体才是。大嫂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好了，不用解释，嫂子懂的，年轻人难免的。不过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这是怪嫂子，以前家里穷没有给你张罗，现在有钱了又忙得很。昨日回来，我便与陆景仁商量了，尽快给你把事情定下来，待到搬了新房就给你办。我能先问一下要张罗啥？你还在这装傻是不？当然是张罗你跟幺儿的婚事了。啊？不是，我跟幺儿啥事都没有，怎么就张罗婚事了？啥事儿没有？幺儿刚才从谁的房间出来的？昨天也是从你房间出来的，就是我遇到你之前。是小郎君说晚上怕黑。小姑奶奶别说了，这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？哟，我还在这儿呢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反正幺儿娘亲离开之前就谈好了。万恶的包办婚姻啊！不行，我要垂死挣扎一下。长兄为父，这个事情就是通知你一下，还有就是接亲之前少见面。之前建新庄子那么久才开始扎钢筋，这才几天钢筋都扎起来，你这会不会太赶了一点？你太小看墨家对工艺的要求了，我出品的东西绝对保证质量。之前各项材料都要先研发制造，施工作业也相对陌生，需要练习和磨合。现在则是各项材料齐备，省掉了研发和磨合，自然快上不少。确实是这样。那不知道办公楼大概还有多久能完工？大概再过1个多月，基本可以和新庄子一起完工。小郎君回来啦！嘴唇一个束腰加低胸装变化这么大，神秘的东方秘术，我中招了！不好，你流鼻血了！天气太干燥了，有点上火。小郎君是有事要说吗？是的，我想问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比血流多了脑子瓦特了，明明是想问他对结婚的看法。小郎君你在说什么？重来，你跟我结婚这件事怎么看？你跟我结，幺儿，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中了这小妮子的媚术，认命吧。我是说，幺儿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让我疼你、爱你，一生一世呵护你。幺儿，你愿意吗？你看看星野，你就从没对我说过情话。这纯彩色玻璃跳棋风靡贵妇圈，我找他要一盒应付交际，这小贼居然一口气寄了10盒，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长公主府到了，嘉禾公主的宴会要开始了。公主和驸马竟然亲自在门外等候，这礼遇实在太高了。拜见嘉怡公主，拜见驸马。好了，别拘礼，快随我进去。这位便是近日盛京名声鹊起的杨玉瑶了。公主唤奴家瑶儿就好。第一次拜见公主，带了些许薄礼，还请笑纳。这不是琉璃跳棋吗？一直传说瑶儿你有一副极品琉璃跳棋，说的莫不是就是这副？不愧是极品琉璃，颜色纯净均匀，浑然天成。谢谢瑶儿，本想推辞一二，可是这珠子实在是让人爱不释手，礼物姐姐就馈领了，能入得了公主的眼便好。呀，这还有一盒，莫不是？如此贵重的礼物还是2件，姐姐实在受之有愧。你可有什么喜欢的？姐姐送你。公主喜欢便是奴家的荣幸，怎么还敢讨赏？看来公主也就那样。
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我要告诉你，家里还有8副，你不得吓晕了？怎么还叫我公主？你与驸马乃是同宗，不嫌弃的话，唤我姐姐就好。那瑶儿就僭越了，姐姐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过，这个赏一定得要。我一时也想不到送你什么，待我改天进宫找阿娘给你讨个赏。谢谢姐姐。好啦，这么好棋不玩一下怎么行？你看我，看到这精美的礼物就开心的忘乎所以了。我们还是先开宴吧。原本以为没落家族没见过世面，可他面对这些御赐般的美食，皆是浅尝辄止，可见他十分有教养。瑶儿妹妹，听闻你舞姿曼妙，不知能否下场舞上一曲？妹妹新学的胡旋舞，便为姐姐舞上一曲。这驸马府的饭菜也不过如此，除了食材金贵点也没啥，真是糟蹋那么好的食材了。谁说不是嘛？小娘子吃饱了没有？好饿啊！那我让车夫赶快些，回去我给小娘子准备吃食。我看是你自己嘴馋吧？我就是嘴馋。自从陆家小郎君把这铁锅寄过来之后，我好像都吃胖了呀。我好像也胖了一点，怎么办？放心好了，小郎君不会介意的。就是小郎君这神仙般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姑娘惦记着呢。他是我的，敢跟别的姑娘眉来眼去，我废了他的招子。就怕有些人不舍得哦。好啊，小莲，你现在都敢取笑我了，罚你今天晚上不许吃饭。阿娘，女儿为哥哥挑的王妃，可还入得了你的眼？咸鱼做得不错，不知道你觉得如何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些人魂儿都没有了。阿娘，看来弟弟是没有问题了。好，如此便交给为娘吧，这个就赏给杨家娘子吧。哎呦，小郎君好久不来，姑娘们可都想着你呢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哎，要命了，小郎君你倒是个花丛老手，把奴家撩拨得春心荡漾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从了我，上前给你翻倍。少拿奴家寻开心，我这就把最好的姐儿都给你喊过来，陪你解解闷儿。给我来上一桌酒菜就行了，我今天专程来找家母的。要死了，你来真的啊？好了，我是来找家母谈生意的，你先去把酒菜备上，我们详谈。不知小郎君有什么生意要照顾奴家？我要包下花楼1个月，新房窗户开始装玻璃。这是我吗？没想到我现在脸上都有褶子了。木二叔，你让开，我和二丫2个小姑娘还没照呢。小郎君，我要。好，安排。不过什么？哇，好喜欢！还有，小心点，这可是宝贝。这2斤红辣椒全留作种子，明年咱们吃香喝辣全靠它。慢点搬，这定制的陶瓷马桶和瓷砖，金贵的很，磕坏了拿你们试问。红瓦白墙，咱们建的这楼真气派。哇，天神下凡啊！小郎君，这灯好亮，比几十根粗蜡烛聚在一起还要亮。有了这路，除了绿化差点意思，总算有点21世纪别墅区的样子。二郎，乔迁请柬已经全数发往灵州大小官员和士绅豪商府上了，200车剑兰烧春全到了，明天的宴席保准让大家喝个痛快。娘，咱们终于有真正的新家了。舒坦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多宰几头大肥猪，明天乔迁宴和过年的肉必须给大伙儿安排的足足的。花姐，这衣服怎么穿啊？简直奇丑无比！大不了我们不演了，受不了这种羞辱。我也不演了，多少钱也不演了。10万贯。那我们每人能分到多少？分多少？分到你倾家荡产。这10万贯是不演了我们要赔给陆家的钱。为什么？花姐，你怎么能答应这么离谱的条件？当时一听3万贯包场1个月，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，找陆星瑶理论，头一次见识到违约责任不可抗力。10万贯赔不起啊！真的，花
花姐，你说句话呀！我们坚决不穿这衣服。说什么？找了也只是自取其辱罢了。总之，今天这个衣服必须穿，这个舞必须跳。华姐，有没有被我美到啊？衣服太性感了，我要穿。佩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和杨昭成亲了吗？我那弟弟怕你们不会穿这些衣服，特地让我和瑶儿来帮帮你们。你看这个。每家5斤肉、半只鸡、半条鱼、5斤米，领完回去按商量好的位置站好，不要到时候乱糟糟的。放心吧，陆老伯，我保证我们2期的声音最是洪亮。你一边去，我们1区的一定声音最大，毕竟陆老伯是我们的老区长，对吧？好啦，这有个啥好争的？务求心诚，都去吧。你这厮怎么赶车的？郎君息怒，实在非小人不好好赶车，郎君不如下车一观。这才几个月，竟修了这么一条奇路。周刺史，没想到竟先我一步。这3条路，直行乃是陆家国坊办公之所，往左行则是安置流民的庄子，幸福家园；往右则是陆家的新庄子。不知刺史欲往何处？我想到安置流民的庄子去看看。造孽呀！这么好的房子，还以为是文人墨客交流之所，没想到竟然藏污纳垢，居然还醇香。谁能想到那是茅厕？这么好的房子，小富之家都难居住，居然是拿来安置流民。莫非是玻璃窗户，而且全部都是。太奢侈了！如此平整通透的琉璃，居然拿来做窗户，还是给流民用。我堂堂1州之属都没有，宫里那位都没有。走了，不看了，太伤自尊了。抬起来！这不是皇帝仪仗吗？还有道士，这是要拥立老子当皇帝啊！恭迎陆天师！恭迎陆天师！陆天师，你们是神经了吧？跪！陆天师是道门祖师啊，这是要折我的寿。半年前，我等衣不遮体，食不果腹，直到来到了这里，才让我等有了吃住，这一切都是陆天师带给我们的。为谢陆天师赐福，我陆金元发下宏愿，日后必定为陆天师立生祠，日日焚香祈福，愿立生祠。难怪弟弟突然这么聪明，原来是天师附体，真是陆家大造化。陆地神仙啊，这要是当祥瑞报上去，得多大功劳！请天师训话。我是陆天师是怎么回事？是谁说的？福伯说你曾在青云山坠崖死而复生，便有神仙手段。我等揣测，
你是天师转世，后请高僧算过，得以证实。道家老祖转世，佛教算出来的。福伯，你这大嘴巴！我以为自己藏得很深，没想到居然被大家猜了个七七八八。可惜我并不是天师转世。不过，我的师父是道家天师，大家可以叫我小天师。小天师！既然你是小天师，那你岂不是凌驾于所有掌臼之上？这尼玛谁问的？站出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。说不是就是笑话，说是就把道教踩脚下了，只能硬吹了。大家安静。我遇到师尊时，他老人家收我做了记名弟子，传授仙家法门。师尊担心我身份会让修道者走捷径，禁止我与人间道教牵扯，所以为了遵从师命，今天的事不得外传，往后也不允许喊我小天师。谨遵小天师谕令。小天师在上，不知道这玻璃窗卖不卖？走。你说这个平面玻璃是吧？卖，不过要等到年后。正月15，将在此处举办大唐科技集团开幕式和玻璃发布会2.0。宴会后还有表演。小郎君，那2个九公子拿着你的贵宾牌在里面捣乱。我去看看。柳兄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吃过饭没？贤弟，我现在有点忙，晚点为兄再找你。贤弟差人送些酒来。你家那个下人太不知气儿，要些酒还推三阻四的。你给我的那块牌子到底有用没用？那个下人是这里的女主人，我想掐死你。好的，我这就叫人送来。贫道清虚子见过小郎君，柳兄在此研究歌舞，贫道无聊至极，不知可否参观此处？马上要表演了，先看完表演再参观。这不是香雪吗？另一个是秋月，美，实在是太美了，看得见摸不着，心里猫抓一样。欢歌用祥泰，坐与福门开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们欢聚一堂，共同祝福东主青云县南河府乔迁之喜。下面请欣赏今天的第一个节目《好日子》。这不是花楼贾母吗？我怎么有种想与贾母共度良宵的冲动？滚开！贾母是我的。伤风败俗，粗鄙不堪。Buddy, you're a boy, make a big noise playing in the street. Gonna be a big man someday. You got mud on your face, you big disgrace, you big disgrace. Kicking your can all over the place. We will rock you. 摇滚教父附体，这货绝壁也是穿过来的吧？柳白呢？柳兄跟着花楼的人回去了。这酒鬼，连句招呼都不打。
小天师在上，请受在下一礼。哎呦，我说周刺史，咱俩就算以前有点不愉快，你也不用埋汰我吧？我早说过，不要再喊小天师，实在不妥。自从皇家的事之后，在下观小天师所行之事，皆惊为天人，所以是诚心拜服。好，那在下就斗胆喊一声二郎，还望见谅。不知道周刺史特地留下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本官在任3年已满，调令已至，不日便要前往建州赴任。原本因为皇家的事多有不快，在下给二郎赔个不是。其实在下有一事相告。二郎，可知你这玻璃已被人惦记上了？还请刺史不吝指教。乃是当朝第一人。严思远，满朝第一阴人，这老狐狸要是盯上我，可就麻烦了。多谢周刺史告知。二郎言重了，其实也没那么可怕，毕竟这当朝第一人也不会长久。自圣人登基以来，还没3年以上的首席宰辅。你怕是不知道他能干19年。周刺史应该不会平白无故的告诉我这么大的秘密吧？其实原因有2，一是得益于二郎安置流民，买长粮仓陈粮，交关税，让我有了政绩，平调升了1级。2是在下想3年后升迁，得在新任上做些成绩。见二郎神仙手段层出不穷，想临行前讨个计策。原来如此，不知道建州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这个我倒是知道一点。据说建州剑门关有许多焦黑的4石4炭的东西，不知道算不算特别？沥青矿，后世这儿有个非常大的天然沥青矿，原本没有大量沥青修路范畴，这不瞌睡遇到枕头了？有了沥青矿，修的路就不一样了，坚久耐用还不颠簸。沥青矿，这沥青是何物？能干什么？这沥青可是好东西，能铺路啊！铺出来的路速度快，成本低，还坚固耐用。到时候开矿充盈府库，沥青再拿来修路，这2件可都是实打实的大功绩。那不知道具体要如何做呢？周刺史可先去上任，年后我安排人到建州协助你开采和修路。如此就多谢二郎了，此行目的已然达成，我就回去静候佳音了。别人告诉了这么大个秘密，必须要好好谢谢周鹏年。都是土特产，让周鹏年不要嫌弃。这不得了，太豪横了！你管这个叫土特产，这哪个土了？陆星野豪爽，值得深交。终于有灯了，再也不用心惊胆战摸黑回住处了。这对于一个怕黑的人来说，太幸福了。刚装的灯怎么就坏了？瑶儿和哼哈二将都没在，自己一个人还不怎么敢进这黑屋子。怪事了，这屋子可是刚住进来啊，怎么这么邪门？现在怎么办？说自己害怕找人来壮胆，这也太丢人了。
应该是人，可能是恶作剧。你打我干嘛？哟，这不是大哥的小舅子常威吗？打你都是轻的，我现在想砍死你！大半夜的跑我房子来干嘛？我这不是来拜访你的吗？你那么忙，我只好到你家里来等了。不是你等我就等我，关我的灯干嘛？还有就是，我刚才进去怎么没看到你？我不是没见过你这房子，所以就四处看看参观一下，然后就看到你那床又大又敞亮，感觉特别舒服，所以我就试了一下，结果不小心睡着了。可是这跟你关我的灯有什么关系？瑶儿小娘子领我来的，告诉我那个是灯的开关，还演示了一下，说如果等得天黑了，就让我开灯。讲重点。我在2楼睡觉，灯突然亮了，我以为是你回来了，可是看了一会儿没有人，以为是灯自己亮的，因为灯光太刺眼了，就起身给关了，继续睡。感情他不知道从楼下可以开灯，顺手把楼下的灯也关了。看到没人就关灯继续睡，如此往复，第3次才跑到楼下看看，结果挨了我一记直拳，这才第2天就下半死。这个也不能跟常威讲，免得笑话我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不过你这纯属误伤，抱歉了，需不需要给你找个郎中？不用，伤的也不重。那我们进去聊吧。说说吧，等我这么老半天，是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出炉啦！出炉啦！出炉了。虽然看到图纸就知道能成，但是如此精妙的技术，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给自己了。如今这口盐井深挖了70米，总投入才200多贯，挖了100米才用了3、4个月。有了这个技术，就等于有了源源不断的盐井。阿叶，这井虽然钻得快，可这么细的井口出卤多慢。如何？这个绞盘轻便快捷，虽然一次打的量不足原来的1半，但是速度很快，至少是之前的3倍以上，而且很省力，只要2人轮换，就可以源源不断的汲取盐路。威尔，你说的不错，你还忘记了一点，我们既然可以如此快速的钻井，就可以在这个盐井附近再打盐井。至少可以再打10口，同时汲取盐路。你想想，那会是什么光景？那不是得有？那是整整15倍的采盐量。而且这卤水出的这么猛，我感觉存量不低。光这一个地方的井，1年足抵得上我们15年的进项，而且我们还可继续在别的地方开盐井，再开10处、100处。那我们家不是要富可敌国？陆星演那2傻子就把这泼天富贵拱手送给我们了？怎么说话呢？以后对陆家要尊重一点。是。这也是我的疑惑之处。上次见了那小子，才发现传言不可信。那哪里是个傻子，分明是个妖孽。只是不知道如此藏拙到底为何。不管如何，总之以后绝对不能再得罪陆家。还有要记住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；人不配财，必有所失。目前不宜扩张太快，先把眼前这口经营好。
待日后寻觅权贵攀附，才能做大。那今日这些挖井人，不必担心，这都是对我常家忠心之人。暂时严井也要小心谨慎一些。陆家那边你再去一趟，带些重礼。所以你今天特地给我送礼来了？正是。要把以后都利润分一成给陆家，这肉还是烂在锅里，常家还是很有诚意的。按你所说，如今竹筒井已成，不知道产量有多少？以目前这口井，一年可以产500石。如果再多开凿几口，产量还能增加。以这个新式钻井，下半年预计可以达到年产3000石。3000石，是45万斤，200多吨。怎么样，被吓一跳吧？我一开始也没想到能有这么高的产量。要是照此发展，再过1年，产量还能翻倍。翻倍也就6000担，这也太少了吧？不是，6000升还少。你知道现在整个荣州，或者说整个西川一年才产多少盐？去年整个西川一年才产出5万升，而我们常家才产出1000担不到。如果我们加大投入钻井采盐，不出3年就能年产10000升。听是听懂了，你也只是说明整个剑南盐业产量低，仅此而已。我如果没记错，剑南产盐量是整个天下的30%。你牛逼，整个剑南道产盐量你都看不上，现在惦记上全天下的盐了。是的，剑南占全天下30%的盐。我还要搞化工，这一年几万吨的盐从哪儿弄？1万吨大约10万石多一点。10万石，还多一点？你意思一年要几10万石盐？是的，看来还是技术不够。过完年我安排人去给你改造盐场，必须要把产量提上去。保守估摸着能有10万吨吧。10万吨是多少？130万只。喂，常威，常胖子，怎么晕了？这好好的，怎么就晕了？我当时就说100。不行，太丢人了！打死也不能让他说出130万担。常胖子，你是不是上厕所没洗手？上厕所为什么要洗手？你还知道回来？知道我受了多大委屈吗？我需要安慰。你就知道欺负我。我没有欺负你，我是真害怕。你知道我怕黑的。作为这里的女主人，你要在家里等着我回来，不要让我一个人面对黑暗。讨厌，谁要做女主人？窗帘，我抽什么风弄360度全玻璃，10个窗帘啊！你会永远这样疼惜我吗？如果我做了错事，郎君还爱我吗？不会，傻丫头。我的瑶儿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所以永远都不需要被原谅。拜见小天师。昨天那场祭拜把窗户纸捅破了，这天师后遗症得治啊！没钱了，我的大总裁。哦，这个在我意料之中，只是怎么现在才没钱？大嫂，你先说说这段时间的账目，我看看是开源还是节流。我说怎么到现在才没钱？感情玻璃卖了这么多钱，当时不是说少一点出货量吗？既然不愁卖，钱又不够花，为什么不多生产一些？
这个事情你们做得对，我对市场预估严重失误。我决定了，大嫂你以后就是副总裁。这就给了我一个副总裁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不用，这样挺好，就是辛苦大嫂你了。这就是飞天设备图纸，妙啊！原来竟然是利用扇叶转动，突破空气阻力，实现升空。这是什么材料？怎么会这么轻，这么硬？这个叫轻质复合材料，是制作飞行器的首选材料。飞行的机器，飞机，好名字，好材料。那我现在就去进行制作。等一下，还没说完呢。这个飞行器的核心是动力机，动力机还没整出来呢，所以你先把动力机整出来。这都过年了，估计他要在零件厂里过了。大嫂提出初3开工，我同意了，但坚持给双薪。对温饱困难的人来说，怎么可能拒绝双薪？你是不是把什么事给忘了？你说今天去找柳白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说怎么好像忘了什么，也不知道他还在没在花楼。应该是还在。我吩咐乐坊的人，柳白一样开销都记你的账。如果人走了，一定要来知会一声。目前还没有见到乐坊的人。瑶儿，你真是我的贤内助，越来越爱你了。哎呀，还是大白天，你臊不臊？不臊，洗白白等我回来。前面的路被马车堵死了，二郎，你可能要步行前往了。天下也能堵车？各位客官，楼内真的没有位置了，还请各位改日再来。不行，我们都等1个月了。就是，你们花楼关门这么久，我等无处可去。现在通融一下，让我在里面站着也行啊。花姐，人家都等1个月了，你让进去也不怎么样。你这会不会做买卖？等什么1个月？这2位昨天还在七凤楼呢。各位听我一言，新曲新舞的创作者来了，就是我们男爵府的二郎君，人称小天师。大呼不妙，小天师，你是怎么创作出如此让人着迷的歌舞？停！诸位听我一言，今日有要事，改日我在花楼设宴，一一解答大家的问题。届时还有新曲奉上。花姐姐，你过分了，居然拿我当挡箭牌。二郎勿怪，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。那我不管，我要你补偿我。二郎要如何补偿？哟呵，开演唱会呢！柳兄，贤弟，你创作的这歌曲太美妙了，为兄有点上头。柳兄，你这够忙的。还好，本来是不忙的，可是见了你的新式歌舞，让我觉得虽然浅白，却是十分动感洒脱，让人唱之十分愉悦，且雅俗共赏，这十分难得。这酒鬼情商为0啊！柳兄喜欢就好。不知道此举风为何？这叫民俗风，人民喜欢的通俗易懂的风格。民俗风，人民喜欢的风格。好，当服一大白。柳兄此来是否有事寻我？你看我把正事都忘记了。之前相国大人给我写了一封举荐信，我准备近日前往王都。上次与贤弟相谈甚欢，且发现贤弟谈吐不俗，想相邀一同进京寻找仕途。当服一大白。我志不在入仕，而且我劝柳兄也不要太在意。天下之大，快乐的事那么多，何必为难自己？贤弟，虽然我平日行事放荡不羁，但是也是急公好义之辈。百姓太苦，我辈有此才华，当为百姓请命才是。无奈一个人能力有限，必须要入仕，依靠朝廷的力量来改变民生。贤弟也应有所担当才是。现在的朝廷是一言堂，你去只能头破血流。可如果柳白的性子改了，还能有那么多千古棉句吗？柳兄说的不无道理，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，哈哈，妙哉！当服一大白。不知清虚道长准备往哪里去？我欲同柳居士往王都一游，在处游寻觅养生之术。不知道清虚道长寻找这些为了什么？陆善人明知故问了，这自然是长生大道。那不知道清虚道长可有所收获？金石之法倒是寻到不少，
可惜于长生无益，世人所知丹药皆是妄言。我有一门术法，研究透彻可以飞天遁地、开山裂地、延年益寿，不知道清虚道长是否有兴趣？我知道这可能很难令人相信，所以我带来一物，不如我们到院中一试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会有天雷之声？我的天啊！墙都被雷劈倒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花姐姐，刚才我与清虚道长切磋道法，不小心打了一个掌心雷到院墙上，多少钱？我赔你吧。掌心雷？那好吧，我缺人打扫一下。哈哈，贤弟小天仙之名实至名归，当扶一大白。哈哈，如此以后就叨扰陆善人了。好说好说。哈哈哈哈，我有预感，清虚兄此去必能有所收获。干杯！花姐姐，特地来陪我喝酒吗？哎呀，小天仙，我都半老徐娘了，你可不要撩拨我，老娘要是搁起来，怕你接不住。是不是啊？那我倒是要试试。想不到贤弟还是花丛老手，风流人物，而且这口味相当独特，当扶一大白。柳兄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花姐可是褪去青涩，正是韵味十足的极品，早晚是我的菜，当扶一大白。哎呦，你这小色鬼，我还在这儿呢，说这些也不害臊。看来要与花姐共赴用勇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。小色亭是很长很长的路，别再调戏老娘了，我这儿来有正事找你。正事？花姐请说。刚才院墙修建的费用，还有几位的消费已经算出来了，特地来给小天师报个账，一共2367贯，零头就抹了，成会2300贯。花姐，咱俩熟归熟，可不能开玩笑。这话说的，姐姐我开门做生意，怎么也不会讹弟弟你啊？怎么你这墙是金子做的？没有，这墙啊，姐姐只算了弟弟100贯，这可是倒了足足30米，还砸坏了2间房，墙上还有上好石刻，还有一堆名贵花错，姐姐恐怕都还收少了。这墙100贯收的着实不多，那你是说今天晚上这酒菜还有弹唱要2000多贯不成？你别急，等姐姐把话说完。昨日姚郎子不是吩咐柳白柳郎君的消费都记小天之账上吗？柳白白，我当你好兄弟，你是不是把贾母睡了？怎么会花2000多贯？这可是我还没得手的花姐姐啊！这小天师脑回路怎么这样？不过他吃醋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贾母，话可不能乱说，我就喝了你几壶酒，怎么就2000多贯了？二位能否等我把话说完？你请说。今日小店因为表演新式歌舞，人满为患。柳郎君在台上大喊：“今日全场本郎爷买单，请大家好饮。”当时台下一众人还欢呼：“柳郎君豪爽。”所以这2000多贯是全场消费？正是，每笔账都清清楚楚。柳郎君要看，随时都可以。我当时就随便喊喊的，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钱货结账。现在你有了，不然你以为自己为什么没被扔出去？贤弟，这钱为兄。打住！别说2000多贯，就是2万多贯，这钱弟弟也应了，绝对不要太玄兄1分钱，否则都对不起你我的情谊。所谓有钱难买爷高兴，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。不行，贤弟，这钱为兄绝对不能让你。行了，你有心理负担是不知道我多有钱，我只能说是你无法想象的。但是我很好奇，你为什么会喊出“今日全场本郎与买单”这句话的？这不是上次与贤弟饮酒，听贤弟说今日陆公子买单，觉得颇有气势，喊出以后十分舒爽，所以不对啊！我当时喊的是今日本公子没有全场。这柳白天才啊！这句本公子买单已经被升级为全场买单了，你牛逼！陆商庄比玉宝无发的小事斩和小事了。你们把大米就倒在那个位置，对，就是那儿。小天师，请叫我陆总或星哥。陆总，这可是1000斤雪白的大米，就这么倒湖里了？倒啊，不是雪白大米我还不要呢。
可惜没有玉米。陆总，你说啥？没什么，快点倒完你们就可以回去了。这次一定要盘条大的，不然都对不起这根碳纤维鱼竿。没想到这么快把碳纤维鱼竿都整出来了，看来知道答案发展科技还是挺快的。只是现在可以搞科研的人太少了，再这么下去早晚把徐长命给累垮了。不能等学校建成，过完15就让所有儿童开始启蒙教育，地方暂时放在办公楼就挺好。30斤巨物，人生乐事不过如此。二郎，瑶儿出事了！瑶儿出事了！怎么回事？庄上和瑶儿小娘子去集市的人回来了，说瑶儿小娘子被人掠走了。是谁？在哪里？是谁还不清楚。庄上已经安排人前去营救了，在西市被掠的。根据回来的人描述，应该是往保宁方向退走。保宁方向？难不成又是廖兵找来的人？先救瑶儿，其他的查清再说。八路将军，穿过这片林子就是保宁了，我们休息一下吧。估计他们应该没这么快追过来。哼，你们汉人真是废物，这点路就不行了。这瑶儿小娘子半年不见，倒是出落得越发美丽，而且这奇怪装把身材勾勒得凹凸有致，看得我心里如猫抓一般。将军神勇无双，自然不是我等可比。哈哈，算你小子有眼光，我们就在此处稍作休整。小娘子，你若肯替我写一封信，让陆新风交出攻防账目和严谨粉则，我还能让你少吃些苦头。你抓得我肩膀疼，怎么写信？你肯写？我知道今天躲不掉了。你要我写信，总得先把我的手松开，我才拿得稳笔。哎呦，听话就好。不过放开了，你打算怎么保证不跑？这竹林四周都是你们的人，我能往哪里跑？将军，那个汉人把我们的猎物松开了，这样会不会……不用管他，人活着就行，反正也跑不了。这么俊这么美的小娘子，这辈子就见过东女国主可以相媲美，那不知道小的能不能……哼哼。不好，是汉人说的神兵！连弩只剩几支电了，对面还有10余人，谁敢冲就先杀谁。他的神兵应该用不了几次了，大家跟我一起上，一举将其拿下！小郎君，你在哪儿？来生奴家还要跟着你，吃你给我做的蛋糕，奴家去了。不要再开枪了，抓活的！雪狼转世，给我杀！你可千万别受伤啊，要不然救你的功劳就大打折扣。好吧。舌头被拔了，老子杀了你们这帮王八蛋！老子没有拔他的舌头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好了，我刚才准备咬舌自尽，咬到一半，听见你们的枪声，才逃过一劫。我让你欺负瑶儿小娘子，我让你欺负！傻关我屁事儿？为什么只打我？好了，把他也绑上，要打回去再打。好的，小娘子。他们没伤害你吧？这么多人，你先放开我。二郎，瑶儿小娘子被逼得要咬舌自尽，是我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，解救了瑶儿小娘子。什么？被逼得咬舌自尽？王八蛋！老子杀了你！居然逼得我瑶儿咬舌，看我不弄死你！让你欺负我瑶儿，让你欺负！二郎，这次是我救的瑶儿，记你大功一件，你想要啥我都满足，金银财宝随便提。这些我都不要，给你找个媳妇儿？什么？婆娘？不要。那你要什么？这次雪狼部落搞事情，估计你应该不会再忍了吧？直接说，要是去找廖兵背后的人，我要当领队。太鸡贼了。行，查清楚了，廖家父子逃到了雪狼部落，
勾结罗陀虎绑架瑶儿，廖斌那孙子居然还活着，对我家人下手，绝不能留！再整100支赌剑，老子要去杀人！这个小问题，以我们现在的设备，2天就能造100支。还有，材料已经通过初步测试了。什么？已经造出来了？太好了！那零件你也弄得差不多了吧？那是自然。你陪我组装，然后我们去测试。雪狼国的狗崽子们，爷爷来取你们的狗头了！全都给我把脖子洗干净，等着！你告诉他们，给他们半个时辰出城投降，不然老子踏平他的山寨。这什么情况？阵前抽自己人？就这么点距离，你都不用压低声音，我都听清楚了，还叫人传话，你这是故意恶心我呢！立刻集结，随我出城迎战！我要看看这100来人能干啥！骆驼虎大王，千万别去，这小子邪性的很，而且他们还有神兵可杀人于无形。果然是胆小懦弱的汉人，就这100来号人，拿着神兵也是烧火棍。二郎，我现在好歹是一队之长，你没事拿鞭子抽我多不合适。我去你的一队之长！你问问其他叔伯，当你是一队之长没有？你们别笑，所谓军令如山，既然我是队长，就得听我的。又所谓蛇无头不行，不跟着我能把仗打好吗？好了，我尽量不抽你，但是你不能每次都把我的风头给抢完了。二郎，你这本领不行，嫉妒心蛮强的。明明是自己本领不到家，却说是我抢你风头。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以后该抽的抽。弓箭，怒击齐发，保护二郎！结盾阵！罗驼勇，我们只要廖坤，再打下去，受苦的是你我两边的人。进攻都没喊完，阵型就散了。这些人到底带了什么兵器？停手！我愿意交出廖坤。老子连弩还没有端好，你们就解决战斗了？早知道我在家抱着瑶儿睡觉不香吗？跑来这儿跟你吹冷风。要不，再抽疼1两鞭子？起来吧，带我进城。另外把廖坤给我带过来。是。陆家小子，虽然我现在是阶下囚，你可知我背后站着何人？识相的，速速放我离去！他怎么抽自己的手下？这是什么妖法？你背后有人是吧？你上边有人是吧？你还想欺负瑶儿是吧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放不放给句痛快话，上来就打。还有，我什么时候欺负瑶儿了？瑶儿是谁？士可杀，不可辱。陆家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为何不可辱？辱之。以后离藤毅远点，这王八蛋太不讲究了。那袜子感觉都在冒绿色的烟，辣眼睛。士可杀，那就杀了吧。活阎王，真的是活阎王啊！折磨羞辱后直接给杀了，完全不在乎他背后是谁。幸亏我投降的快。燕思远，你给我等着，早晚要去收拾你。主人，外面凉，进屋等着吧。无妨，只是忽然觉得后背发寒。现在已经无碍了。家主，薛公与罗公已经候着了。
那便出发吧。事情怎么样？回禀裁府，一应人员认证物证完全，这是供状。如今新太子悬而未决，乃是争取册封太子的关键时期。京城内外务必不要出现反对的声音。谨遵谕令。这供状上的人，供状上的人自然依法处置，如何能问我？今日便这样吧。陛下，奴家捏的可还舒服？舒服。慧儿的手艺自是无可挑剔的。陛下如今都不关心奴家了。还哪里话？茂儿如今已经18了，婚事还没有个着落，下边这些人都开始敷衍我了。慧儿会不会是你太挑剔了呢？高总管办事，朕向来放心。陛下，你就是不关心奴家。好啦，朕还不知道你的心思，说说吧，你要如何？前些日子家已领了个美人儿，我瞧着很是满意，想找陛下讨个恩恩旨。好啊，难得慧儿你能看中，就不知道是谁家的娘子。颍川杨家之后，名叫玉瑶，也算是名门之后了，倒也合适。那待元宵过了，朕便下旨赐婚，高总管帮朕记着。老奴记下了。叫你的人起来！大惊小怪，他平时就这么提藤毅的，这说明把我当自己人了。在那儿也不会跑，明天让你也坐上溜一圈。是吗？多谢主上。那我们现在叫人去把东西搬下来。看好了，这叫牛腱肉，这是里脊、肩肉、上脑、雪花肥牛。天然牧草喂养，没有一点腥膻味。绝对的高端食材。觉得我安排的这些菜怎么样？绝对是生平吃过最好吃的。原本我以为我们雪狼部落的烤全羊已经无法超越的美食了，直到今天才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。原来世间竟还有此种美味，这是天下盛产吗？不，这是我大唐科技集团盛产。大唐？什么集？大唐科技集团，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巨大的作坊，可以生产各种物品。那真的很了不起，只是这美味今日之后，不知还能否再吃到。这还不简单，烹饪之法我可以教给你。可是我看那烹饪用的大铁锅，我们也没有啊。小问题，这个也可以提供。不过最关键的，你还没问。是什么？这神奇的味道才是天下极品，不知道撒在肉上是何物。这是一种能够令食物变得美味的神奇香料。主上，我愿献上自己的灵魂，只求主上赐予高原上的人这神奇的香料。武力征服肉体，美味征服灵魂，这特制的秘制椒盐，拿捏得死死的。好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和你的子民不背叛我，这些只是我给予你们的最基本的东西。就这里，我觉得非常适合建立我们的牛奶加工厂。罗国主、莫二叔，你们觉得呢？这个位置好，地势平坦，而且距离道路较近。罗国主好像有话讲，难道二郎要你一块地都不舍得？莫非你的臣服只是敷衍？不，我雪狼男儿说出的话自然有神明见证。
怎么可能会蛇鼠两团？那你那一脸便秘的样子是个什么意思？这个放心说，我还是很民主的。哎，反正已经臣服主上，这也没什么不能说的。这片地是东女国小王赵义夫准备建行宫的地方。什么？小王？难不成还有大王？大王叫额简儿。靠，还真有大小王，只是这王炸老大的名字听着怎么女里女气的？东女国主原本就是女的呀！我去，那这个小王叫什么赵义夫？怎么又这么男性化？东女国要是带兵打过来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这儿还有一个隐忧没说吧？你是担心其他七国看不起你，说你胆小怯懦？有必要说的这么直白吗？回头我们去把东女国揍一顿，让他们都臣服二郎，你不就不会被人耻笑了？这真的可以吗？哼，可以，对二郎来说小事一桩。步子跨太大，容易扯着蛋。但人生短短几十年，时不我待，冒险干一票吧！主上，不好了，真的如猜想那般，东女国攻来了。是吗？那大概有多少人马？到了什么地方了？探马发现的时候，距离不到300里，对方基本都是骑兵，现在估计只有200里左右。不出意外，明日晌午就能包围王城。看旗帜，是东女国和其他七国联合进攻，人马恐怕至少3万以上。哟，8国联军啊，早他娘的想打他们了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我知道了，这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有个任务交给你。务必于明日日出前完成。属下家领命，还请主上示下。现在按这个图，把前几日的宴会场地改造一下，务必要快。大敌当前，我还忙着去改建宴会场所，这合适吗？而且看这布置，竟然有10个储位，对方有3万人，你到底哪来的自信必胜？还能生擒对方9个首领？我是不是投靠错老大了？明知必胜，不提前布置场地，到时候怎么庆祝？是。我们现在距离雪狼王城仅100余里，快马1个时辰就能赶到，所以我建议分兵，2万骑兵明早直接奔袭，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我以为不可，自5日前罗夺户发出求援之后，就再无音讯，而且也探查不到敌人踪迹。如今前往雪狼国探查的人没有一个回来的。此事十分蹊跷，还是不要分兵，稳妥为上。嚯，此次雪狼国被攻打虽然非常突兀，但此前并无任何迹象，想来对方人马不会太多，只是依靠控制道路探马来迷惑我等。我以为奔袭可行，定能一举成擒。你与雪狼国相邻，说说你的意见吧。确实我与雪狼国最近，因此接到求援后，我立刻率1000勇士星夜前往驰援。谁知行至半途，就有探马来报，说是雪狼王城内火光映天，想必敌军已攻入城中。雪狼王城内至少有2000勇士，再加上其他人等，少说也有5000之数。从求援时间来看，基本是一触即溃，根本没有抵抗就被破城。所以你也不赞成不分兵？正是。不知其他几位国主有何见解？我意已决，今日各自回营休息。明日晨点点齐各部骑兵，随我奔袭雪狼王城。出发！什么急事儿？非要现在把我喊起来？我昨天可是睡得很晚，现在还困得很。主上，如今都兵临城下了，你怎么一点应对也没有？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？没有准备。莫尔叔人呢？师傅，莫二叔已按计划到指定地点埋伏了，藤毅也已经在城头待命。这不是应对的挺好的吗？主上，你这准备的未免也太过简单了。莫将军虽然去埋伏，可他只带了5人啊！而且藤将军虽然都是天兵神将，可是这1比200怎么打？
你这还不让我安排雪狼勇士去协同作战，而是去搞什么劳斯兹的宴会场地？主上啊，你若如此，还不如现在弃城而逃算了。罗托乌，你不得对师傅不敬！区区2万人尽在师傅掌握之中，你要是不懂，就闭嘴看着就行了。完了，全完了。等陆星野战败，我只能重新臣服东女国了。希望还能保住性命。看着城墙，城门丝毫没有被攻打过的痕迹，而且你们看见没有，城头的旗帜仍然雪狼国的王旗，而且也没有新的旗帜出现。不足王，你的探马是否探查有误？这不会的，只是自那晚之后来探查的人无一返回，所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不清楚。怎么看着雪狼王城都不像被攻打过的样子？会不会是雪狼王故意设局，对我等不利？可是，一路行来并没有被埋伏。若是对我等不利，就不会让我们顺利到达城下。在这揣测也没有意义。土州王，你与雪狼王比较熟路，你去叫阵，让雪狼王出来答话。雪狼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几日前明明向各路求援，解释什么？说我带500人出门就被秒杀投降了？你提什么求援？这是要我死啊！雪狼王，你是真的狗，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主上，这真不是我故意引东女王来攻。罗陀呼，你个手鼠两端的小人，不配成为高原上的勇士，居然如此轻易臣服，莫不是你开城投降的吧？看这情况，城头上的人便是雪狼王的新主人。既然事情已经明了，先破城擒下2人，再做计较。我以为先观察一下再说。你看这城墙上都是雪狼国的勇士，那身着紧身衣的人不知道是何势力，但官职并无多少人，有可能埋伏起来了。我们还是要守好后阵。雪狼王，你看这个应该就是东女国的小王吧？正是。这小王长得实在美丽，英气逼人中却透着圣洁柔美。明明是2种冲突的气质，却集合到一个人身上，丝毫不显多阔，反而让人有种想要征服的冲动。这真是行军打仗的宝贝啊，太神奇了！可是这宝贝也不能当2万大军用啊！别看了，喊人去准备一下，宴会要提前了。谁能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，害得之前的安排都来不及了。这个时候去准备宴会，是不是？那你先留下，胖子你去准备。是，师傅。我师傅可是被称作小天使的男人，你懂吗？啥？小天师？止战行动，开始。是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看，这场冲突不就停下来了？还能这样玩？那些想救人的护卫，就是被身边这几个人在那么远用弩机和绳网拦住的。这攻造器也太可怕了，难怪他这么淡定。小天师道法通玄，拥有如此神奇攻造器，定能守住雪狼国。小人愿追随小医师，守护家园。以后不许叫小天师，我们一起迎接东女国主。欢迎东女国主到访，愿意听你说明来意。你们先放开往城下的道路。先让他们停下，别逼我们拦截。只要继续冲锋，我们就会拦住前队，并立即停步。现在留给你们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停战，要么被迫缴械。是。有。快想办法呀！难道等冲突升级？对方手段诡异，防不胜防啊！我看罗陀呼红光满面的，估计停战也不会很惨吧。可是现在要东女国主拿主意，东女国主都被请上城头了，还拿个屁呀！你们不用管我，先把队伍撤开，保住所有人的安全。不能再往前了，双方都会失控。来不及了，
先停战吧！我等愿意停战，接受会谈。东女国的勇士，我命令你们立即收起兵刃。你还是这么倔强，继续冲突只会让更多人受惊。多贤助力弩机，封锁前路。你们是魔鬼吗？东女国愿意停战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唉，还是太倔强。请看清楚，记着，受疆的战马和损坏的器具，我们会一起清点、照料，再坐下来谈赔偿和停战条件。